帅哥，别走嘛，过来一起玩。美女，你喝多了。美女，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先走了。叶浩龙，你小子艳福不浅呐！至尊包间呢有4个年轻貌美的富婆，点名要见你。好，快去吧。出去。玄武、青龙、白虎4大天王拜见龙帝。你怎么来了？启禀龙帝，九国公主齐聚华朝，祈求一场龙帝雨露，我等特来恭请龙帝回朝，择优而睡。什么狗屁九国公主！我眼里只有当年救我一命的那个女子。你们不要打扰我寻找。龙帝，走。服务生，小姐有何吩咐？我想睡你，开个价吧。不好意思，我不想。站住！敢拒绝我这种顶级美女的恩赐，你想死吗？你这种女人，白送我都不会要。你说什么？我说你这种女人，白送我都不会要。找死！我劝你最好别惹我，不然你的自尊必定会受到伤害。岂有此理！经理呢？给我出来！韩总，怎么了？把那个服务生给我喊过来。叶浩龙，过来呀！韩总叫你。经理，什么事？韩总，您别气，有什么呀？尽管吩咐。再充100万，我要他送我回家。韩总大气，听见了吗？还不赶紧伺候韩总回家？好，我会送他回去的。不是很拽吗？今晚看我怎么玩死你！想玩我的人多了，你算老几啊？你行，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的本事。走吧。会开车吗？当然会了。你来开。哟，这不是韩大小姐吗？这么着急去哪儿啊？你们是谁啊？哼，真是贵人多忘事。韩慕雪，你父亲欠张家3000万，负债女偿，懂吗？我告诉你们，我男朋友在这儿，你们要是敢动我，他不会放过你们的。男朋友？你逗我呢吧？就这个臭服务员，他配吗？我还真不是她男朋友。喂，你能有点爱心吗？你没看见我快被他们绑架了吗？这是你自己的家事，我管不着。你要是不走的话，我先回去上班了。哎，臭小子，叫你走了吗？你叫我想干什么呀？臭小子挺拽啊！拽犯法吗？还是说你这种社会垃圾看不得有人比你优秀？你再给我说一遍！别惹我！看来你是真疯了，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还愣着干什么？给我上！都给我上！我已经很久没有杀人了，你想当第一个吗？兄弟，误会啊！滚！好。看不出来啊，身手这么厉害，练过舞啊？练过一点。练过舞怎么会在 KTV 当服务生呢？找人。找什么人啊？爸爸，我好饿。
阿龙，不怕，坚持一会儿，爸爸马上给你找吃的。怎么回事？怎么会有乞丐？我和爸才不是乞丐。你不是乞丐，那谁是乞丐？小屁孩，你干什么？大蓝，还敢顶嘴！大毛、二毛，给我上！给我打死他们！影响市容市貌，就是影响本少爷的心情。是。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臭死！去死吧！不要碰我儿子！喂，你干什么？还不快住手！你谁呀？想管闲事吗？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打？少爷，他们是韩家的人，我们又不是黑龙啊。雪儿，好了，我们走了。天下乞丐这么多，管不了的。可是他们真的好可怜。雪儿，长大了我一定要有出息，要娶你，好好保护你。你还走不走了？走。去家里边坐坐吗？没兴趣。没兴趣？我可在你们 KTV 充了100万，不把我服务好，小心我投诉你。你觉得我会在乎那100万吗？不在乎。你去上什么班呢？我说过了，我隐藏身份是为了找人。好了，痴情人设现在不讨喜。我今天心情不好，要你陪我喝2杯，你敢吗？真无趣。你不是男人。说谁不是男人？带路。你先坐坐，我去拿酒。你们逼我嫁给一个禽兽，却不想我会把自己给一个普普通通的服务生吧？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打死我也不会嫁给一个整天只会不学无术、声色犬马的渣男。暮雪，就听你爸爸的吧。胡少虽然人品不怎么好，但是他家里背景深厚啊，他能救我们韩家。为了荣华富贵，就可以牺牲我吗？这事儿由不得你。明天胡少就上门来提亲了。真没想到，我韩暮雪目空一切，冰清玉洁，非龙帝大人不嫁，最后却便宜了一个服务生。来，喝酒。你是不是叫雪儿？你有什么资格叫我雪儿？来，喝酒。雪儿，这么多年，我终于找到你了。雪儿，你还记不记得你曾经帮助过的那个小乞丐？什么乞丐不乞丐的？还没喝就醉了。再来。好热，看着我，我美吗？美，很美。那就要了我，狠狠的要了我。
不要有一点顾虑。雪儿，看来这真是我们的缘分，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你干嘛？是你在我和你的酒里下了药的，你忘了？得了便宜就自己滚，别恶心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为什么这么做，不用你知道。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帮你。你帮我？一个小小的服务生，居然要帮我一个豪门总裁？乾隆在渊，我自有我的能量。行了，别吹了，我已经便宜了你，赶紧滚，别叫我后悔，告你强暴。好吧。以后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打给我。任何需要？我需要你到我家当保姆还是当保安啊？只要你需要都可以。够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要痴心妄想，绝无下次。你放心，你一定会需要我的。我先走了。想我孤高一世，发誓非龙帝大人你这样的大英雄不嫁。没想到沦落至此，让一个服务生毁了清白。爷爷明天就来逼婚了，龙帝大人，雪儿这次恐怕真的要和你告别了。给我好好查查，龙城韩家到底出了什么事？什么？你说你和一个服务生睡了？这，暮雪，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很清醒。岂有此理！我韩家千金岂能堕落到被一服务生作奸？快说，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就在昨晚。昨天晚上？你不知道胡少今天上午来提亲吗？啊！很明显啊，爷爷，他就是故意的。故意？你为什么要故意呀？不想救哥哥和帮助咱们韩家呗。你愿意？你为什么不去嫁给胡东强那个混蛋？不是我不愿意，是胡少指名道姓要你。谁让你长得够骚？韩婉婉，你最好嘴巴干净点儿。呀，你这个家族罪人还跟我们摆总裁架子呀？这关要是过不了，你那个破公司啊就彻底玩完了。爸，我建议先废除韩暮雪的总裁职位，以免因为这件事儿，影响企业形象。好吧，既然是你自己作死，那就别怪我无情了。从现在开始，撤销你的总裁职务，让婉婉接替。什么事儿这么吵啊？是胡少啊。胡少来就来呗，还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这点东西算什么？为了和暮雪结婚，我可是做了十足的准备的。胡少啊，可惜您来晚了。啊？此话怎讲？韩暮雪她呀，不想嫁给胡少您，跟一个服务生睡了。婉婉，你胡说什么？啊？韩暮雪，
他说的是真的？对。对不起啊，胡少，小女啊，她就是瞎说呢，哪有什么服务生啊，是吧？没有。我没有瞎说，我有证据，而且就在床上。好，带我去看看。现在信了吧？混账！韩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荡妇啊，你个小荡妇啊你！韩暮雪，这下你恐怕闯大祸了。韩老爷子，你们家这是把我当猴耍！不，胡少，这都是这个小荡妇她自作主张，跟我们韩家没有一点关系啊！现在消息都放出去了，这婚不结，我脸往哪放？胡少，那你的意思是，她都这个样子了，你还能接受她？胡少大气啊！现在的女孩子都会谈很多次恋爱的了，是吧？那咱们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不，我不答应。韩暮雪，人家胡少都这样宽宏大量了，你还想怎么样啊？父皇见过龙帝。起来说。是。龙帝，查到了。查到什么了？韩家长子韩凌天在海外与人发生冲突，出了7条人命，被抓捕到英国重刑监狱。与此同时，韩家受到神秘势力的针对，经济崩塌，处在破产的边缘。韩家为了找到靠山，打算将韩暮雪嫁给龙城胡家，但韩暮雪似乎不愿意，所以目前韩家正打算召开家族大会，强迫韩暮雪。海外神秘势力？立刻给我召集9大战神，调集3000龙帝军来龙城待命。是。敢动我的女人，找死！人家胡少都这样宽宏大量了，你还想怎么样啊？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不想嫁给他，更不想当你们谈判的筹码。韩暮雪，你到底怎么想的？只有我才能救你们韩家。是啊，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呀？你怕不会是喜欢上那个服务生了吧？是这样吗？是又怎样？你是说你宁愿跟那个服务生，也不愿意跟我？你明白就好。岂有此理！我胡家今非昔比，你还敢如此羞辱我？阿峰，胡少，马上传话六合堂，让他们把那个服务员给我抓来，我要砍了他！是。胡东强，你不要太过分！你很担心他？他又没惹你，你凭什么找他？没惹我，跟我做情敌，抢我女人，这不是找死这什么？不关他的事情，是我找的他。哎，你还真挺喜欢他呀？看来你是真喜欢他呀。行，不想让我砍他，好办，你陪我睡。休想！韩老爷子，你也看到他什么态度了？我怎么帮你们韩家呀？胡少，只要你同意这件事儿，我来解决。你怎么解决？我家有很多客房，只要你同意，我今天晚上就让你们进入洞房。哼，是吗？这可以吗？在韩家，我说了算。好，这办法好，快安排人吧。暮雪，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同意不同意？否则我可就来硬的了。暮雪，别犯傻，赶紧答应了吧。我说了，我不愿意的事情，没人能逼我，就算死，我也不会答应。好啊，我倒是要看看你嘴硬，还是我手段狠。来人！老爷，把他押到里面的客房，让他们今天晚上就成婚。带走。是。该死的，你别碰我！谁敢动他，我要谁的命！谁敢动他试试？你谁呀？一个可以保护他的人。你怎么来了？你已经跟我睡了，就是我的人了。你有事，我当然得来。没想到
你一个服务生就有这种担当，比起某些衣冠禽兽，真是强太多了。哦，你就是那个服务生吧？是又如何？是，就得死！你们韩家都已经日落西山了，还敢口出狂言？再日落西山，也比你这个服务生要强。我劝你还是不要狗眼看人低了。你来到底干什么？我来是为了娶她。什么？你想娶她？你疯了吧你？你一个服务生也配娶我们韩家的千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做梦吧你！只要我喜欢，她愿意就。亲爱的，你愿意？今天的事情远比你想的复杂，你还是自己走吧。我的事情我自己能处理。你不用担心，你的麻烦我都能帮你解决掉。哎呀，你真是说大话不怕塞牙呀！你能处理？凭什么？凭你服务做得好啊！哼，你一个常年活跃于夜场，是个男人最睡的女人，有什么资格用这种武器跟我讲话？你个臭服务生，给我闭嘴！你也知道我是服务生啊，让我闭嘴。我在一个 KTV 见你就不下10次，与不同的男人勾肩搭背，在角落里干些见不得人的事。你真是功夫高，技术好啊！你污蔑我！爷爷，他就是泼我脏水，你赶紧找人给他打出去。好了，婉婉，我来收拾他。服务生，怎么？你知不知道你睡了我喜欢的女人，还抢走了她的第一次？要不是我比你高级一点，看不上你喜欢的那点东西，你喜欢的所有女人，我都能把她们给睡了，你信不信？妈的，你是真找死啊！风少爷，把他给我扔出去！是。住手！韩慕雪，你还想干什么？这件事情和他没关系，你走吧。你明知道我打架很厉害，让我教训教训他又怎样？你以为这社会能打就很了不起吗？你知道他的势力是什么吗？他让你今天死，你就活不过明天，还不走？走？他不来我还找他呢，他今天来了还想走？你自己作死，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都什么时候了还吹牛逼？阿峰，动手！滚开！敢打我的女人，回家！找死！你要废了我是吧？就你想废了我是吧？臭小子，你别以为能打就了不起，我胡家的势力不是你能比的。你胡家的势力，在我眼里狗屁都不是。我给你3秒钟，你下跪求饶，我给你留一条腿走路，否则你下半辈子只能坐轮椅了。你算个什么东西，让我下跪？看来你还不服气。韩郎，救我！放肆！一个服务生，赶快住手！快向胡少道歉！信不信我让整个龙城地下世界都追杀你？我想做的事情，连神仙都做不到的话。好了，你下半辈子就只能做门神。我爸不会放过你的。别说你爸来了，就连你祖宗18代都过来，也得化成骨灰回去。狂妄，太狂妄了！赶快给治安官打电话，把他抓走！你要派人抓我呀？很好，我就等你打电话派人抓我。快把我送医院！来人呐！赶快给胡少送去医院呐！
周队长吧，赶快到我家来！有人在我家闹事行凶，把胡少给打伤了。还不快走！我是来提亲的，走什么走？白日做梦！你个下贱的服务员，还想娶我女儿？就是，也不看看自己啊，是什么品种的癞蛤蟆？我怕我说出来我是什么身份，把你们吓到。你能是什么身份呀 ？KTV 扫地僧啊？就他还扫地僧？我看他是扫地光棍儿吧，他呀。我看在穆雪的份上，就不跟你们一一计较。只要你们答应穆雪和我在一起，你们韩家的难，我帮你们解决。韩家的难你解决？你一个没车没房的服务员，你疯了吧你？你还有脸说解决我们韩家的难？什么？你们韩家有人帮忙了吗？那正好，把钱还了吧。周哥，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你心里没数吗？欠我钱呢！周哥，你是知道的，我们韩家所有的生意啊，都被封停了，现在账上也没有进项，银行也断贷了，现在真的没有钱还你啊！没钱还？他是谁呀？刚才不说能帮你们韩家解决所有事儿吗？你说他呀，他就是 KTV 一个服务生，异想天开，想娶我们家的千金。你别听他的，满嘴跑火车。一个服务生也想娶韩家千金？不是，我说小子，你有点自知之明了呀？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长什么样啊？人家韩家千金长这么漂亮，怎么着也得我才配得上嘛？怎么着，小美人？跟了我，韩家的债我给你免了，行不行？周哥，这可不行啊！我们家千金已经跟胡少，两家马上就要联姻了。怎么着？想拿胡家压我？我怕胡家。别误会，不是这个意思。那怎么的呀？是觉得我不配，还是他妈这钱你不想还了？既是你不配，又是不想还了呢？小子，你说什么呢？我说的这么清楚，耳朵聋了听不见的。好啊，姓韩的，你他妈今儿要跟老子硬刚是不是？老子现在就调100个人给你们韩家灭了，你信不信？别，周哥，你千万别误会，他不是我们韩家的人，代表不了我们韩家。我不管，只要是在你们韩家，有人敢惹我，我他妈连你们韩家一块儿灭了。你听见没有？都是您招惹的祸。还有你，赶快给周哥赔礼道歉呐！叫你赶紧走，到底想干嘛呀？我走了就没人帮你了。别傻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可你根本不知道现实的残酷，弱小的人只配被欺负。赶紧走吧，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我知道你不相信我，那就先让我帮你解决第一件事情。韩家欠你们多少钱？3000万，怎么着？你能帮我还？3000万？不对吧，周哥？当初我借的是500万，现在怎么变成了3000万了？怎么？你想借500万还500万？老子这是高利，还翻6倍，你还想怎么着啊？500万我立马派人送来，3000万你1分都拿不到。不是小子，你说什么？1分都没有？你的命吃了我。我吃了你又怎么样？这哪来的愣头青？可那龙虎门前如此嚣张啊！靠，练不练？知道这什么吗？敢在我面前玩钱？小子，我劝你最好识趣点，好好打赢那你张家的实力。我管你张家什么实力，惹到我了，非死即残。再说2句狠话试试。算你狠！我看你还是不服。他妈，你真是个魔鬼！我错了，别开枪了。
我说过了，惹到我了，非死即残。你不信？信？那就赶紧滚！怎么回事？不许动！周队长，快救我！他开枪打我的！大胆狂徒，你竟然敢开枪！你要搞清楚，这是他的枪，他拿枪打我，我抢枪打他，那叫自卫。放肆！你开枪打人还说是自卫啊？把他给我抓起来！他说的是真的。怎么回事啊？他们是放高利的，我们还不了钱，他们就动枪。叶浩龙是帮我们。不是你们韩家人报警说这里有人行凶的吗？到底怎么回事啊？是我报的警，是这么回事。这个服务生妄想娶我们家的千金，我们家不同意，他就到我们家蛮横闹事，不但打伤了胡少，还打伤了周哥，真是岂有此理啊！把他给我抓起来，若有反抗，当场击毙！举起手来，不许动！你当真要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抓起来？怎么就不分青红皂白啊？你开枪打人，难道就不是事实吗？你一进来，他就叫你周队长，你们俩很熟啊。他是干什么，做了什么事，你应该很清楚吧？我知道又如何呀？你就是徇私枉法了？怎么？你在教我做事啊？你可以这么理解。很好，那我就带你回去，让你慢慢理解。带走。周队长，他是好人，您不能乱抓。怎么？你让我把你一起也抓走吗？他只是在阻止犯罪。你说了算吗？给我带走。叶浩龙，放心吧，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你持枪打人还想出来？真拿我的拘禁所当菜市场啊？苏队长，我给你整死他！放心吧，进到那里面啊，有他好果子吃。你老实点儿！好恶的狗啊！哼，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啊，都这时候了，还桀骜不驯呢？你知道吗？你将毁于今天。你说什么？你要毁了我？是的，毁得你粉身碎骨，万劫不复。老子真是让你给逗笑了！就凭你一个阶下囚，你凭什么毁了我？想要知道我有什么能量吗？想啊，拿出来看看。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拨通这个电话，你就知道。你他妈还想让老子给你服务？做梦呢！阿狗，不就是个电话吗？来，帮他打，我看他还能把天王老子给请来不成？是。妈的，今天你要是没实力，看老子们怎么收拾你！喂，是我。大人有何吩咐？什么大人二人的？你就是那个阶下囚叶浩龙的关系？你谁啊？什么？阶下囚？你是什么人？把大人怎么了？什么人？老子是执法局的。执法局？反了！你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打电话给你的最高长官。队长，他说把电话给这里的最高长官。他谁啊？没说。那还想让我拿给最高长官？你想让我在长官面前挨骂是吧？你当老子傻呀？我劝你最好拿上去问问，或许还能救你一命。不然的话，哪怕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妈的，你他妈还在演戏！老子我不打死你！阿狗，住手！不是队长，你还真信他说的话呀？哎呀，长官就在上面，我去问问看。长官，什么事儿？
我们抓了个人，他到了个电话，里面的人让我把手机拿给你听。谁呀？多大能量啊？还他妈让我亲自接电话？来，你把免提打开，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他妈谁。好，老袁，你确定老子是谁？吴议员，你怎么给我打电话了？你真的是不想活了，居然敢抓龙帝大人，还不快把龙帝大人放了，再赔礼道歉？你是想让整个执法系统崩溃吗？不是我，哎呦，没，长官，他说的是什么地呀？我没听清啊。我他妈是不想活了啊！九州龙帝、叶浩龙，你他妈都敢抓？走，带老子看看去！小子，你还装镇定呢？一会儿等我们队长回来，看你怎么死！我觉得死的是你们。妈的，还装！老子要是不抽你，都对不住老子的脾气！住手！局长、队长，你们来了！怎么了？混蛋！治安官龙云拜见龙帝大人。你要知道，你的人这是第一个敢给我戴上手铐的。还他妈不赶紧把龙帝大人手铐给我打开！快！你抓我，还想要我死啊？对不起，龙帝大人，是我有眼无珠。有眼无珠，那就把眼珠子挖了呀！留着它干什么？这把该死使过的东西，你看你干的好事！你这个龙帝大人你都敢抓？长官，这是韩家报的警，说有人行凶。别找理由了，我知道你和龙府门有勾结，徇私枉法，想帮他们整我。没想到我是你们惹不起的人。立刻给我彻查龙城治安局，并将犯事者打入魔鬼监狱。龙帝大人，饶命吧，龙帝大人！滚！我的，你怎么出来了？我不是说了吗？我很快就能出来。他们没有迫害你吧？没有。你怎么？你是为了救我才入狱的。不管怎么说，我不能见死不救吧？所以我找了武少来帮忙。就是，我爸和龙局长是铁哥们儿，也就一句话的事儿。是吗？你爸挺厉害。当然，我爸可是龙城武校的校长，桃李满天下，你觉得呢？那是挺厉害的。小服务生，看在暮雪的面子上，以后有事儿可以跟我说，我罩着你。多谢武少，走吧，我们去吃饭。服务生，老板，什么吩咐？把你们这儿最好的菜给我点上，最好的酒给我开2瓶。是。不用紧张，这顿饭我请，不用你。不用的，武少，我请。怎么能让你请呢？我武少峰和女孩子出来吃饭，不会学那些没用的男人，让女孩子来买单，是吧？不要以为自己有2个臭钱就了不起了。这顿饭我请。你什么意思？你一个被别人拿捏的小服务生，想和我攀比？我就是和你攀比，怎么着？暮雪，你看到了啊，这小子不识抬举，又不知天高地厚。等一下我要忍不住教训他，可别怪我不留情面。叶浩龙，你可以懂事点吗？我请武少是来帮你的，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跟他说话呢？帮我？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种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态度。妈的，你再说一次，看我揍不揍你！什么人说话那么大声啊？是不是想死啊？你谁呀？想干什么？你管我是谁？黑煞就在隔壁，你们说话都给我小声点，别吵着他。妈的，你知道老子是谁吗？啊，这种口气跟老子说话？呵呵，你是谁？说来听听。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武，名少峰，
龙城有名的武道天才，我爸武长河，龙城武校的校长，你觉得你能惹得起谁啊？武道天才，武校校长，是个屁！怎么？你想和我碰一碰？我打死你！哈哈，够狂啊！我今天就教教你怎么做人。哎，武少，算了，别惹事。木姐，像我这样的天才，要么不惹事，惹事就不怕事。小的，你别不服啊！我等会儿打完他就来打你。我说过了，在我的面前，你永远都不配。行啊，等会儿让你看看到底谁不配。你不是要动手吗？动啊！我怕我一出手你就没有机会。你不是武道天才吗？你先出手。既然你找死，那就别怪我了。疼，快松手！就这点战力，还敢称武道天才呢？你当天才是白菜啊！阿郎，怎么回事啊？这小子不听我警告，我呀，好好教他做人。哼，龙城还有这么漂亮的妞呢？我觉得她也漂亮，要不然给黑煞带过去好好瞧瞧。我觉得行，黑煞肯定喜欢。美女，赏个脸，到隔壁包厢喝2杯。没兴趣。怎么，不给面子？我们又不认识，凭什么给你面子？你知道隔壁包厢坐的是什么样的人物吗？我管他什么来头，赶紧给我滚出去！小子，你说什么？打他没打你是吧？你们两个最好现在滚出去！我现在心情非常不好。妈的，小子，你是厕所里打灯笼找死，也不问问我们什么名号，就敢这么跟我说话？好，那我今天就大发慈悲，好好配合配合你们。你们什么来头？黑煞听说过吗？没听过。那我好好跟你讲讲。10年前，江湖上出现了2个如雷贯耳的人，一个是一夜之间反杀了300多个追杀他的人，一个是被抓进监狱被狱霸欺负，一夜之间踏平整个监狱的人。他们2个，一个是南黑煞，一个是北丧彪。你觉得这2个人你能惹得起谁？那你们就出去好好打听打听，他们惹不惹得起我叶浩龙？你他妈真是笑死老子了！一个小白脸在这装大佬，老子今天要不打死你，算老子没能耐。哎，小伙，这种没实力的小角色让我来。一起上吧，我没时间陪你们玩。妈的，还真让你装上了，去死吧！妈的，还真是个隐藏高手，看老子弄死你！跟你说了，你不信。小狼，快去喊黑煞！他们去喊人了，我们赶紧走吧。没事，他们都只是个蝼蚁而已。你别这样说，我早就听说过南飞煞和北藏彪是地下世界的狠人，小孩子听了都不敢哭的。我打的就是狠人。黑哥，就是这儿，就是他。哥，就是他，他要弄死你！动我，我他妈弄死他！听说你要弄死我？龙爷，看来你还没有老眼昏花啊，还记得我是谁？龙爷，您说笑了，我就算眼瞎了，我也认得出您呢。黑煞，你认识他？混账东西，你们是不是疯了？连龙爷都敢惹吗？龙爷，不知道他们怎么惹到您了？你的人让我老婆
到你的包厢喝2杯，你觉得这事该怎么解决？什么？他们竟然让你老婆到我包厢喝酒？混账东西！你们是不是瞎了自己的狗眼？连龙爷的夫人都敢冒犯！龙爷，他们不懂事儿，真对不起，我带他们向您赔礼了。你带他们赔礼就行了。你是不是忘了我的规矩了？知道。还不赶快撕毁你的双手！什么？你找死！龙爷，我刚才不是故意的，求你原谅我这次，原谅我这次。你刚刚不是还说要弄死我的吗？我怎么能饶得了你呀？还不赶快断了他俩的双手，滚出去！是，5杀6杀，动手！是，黑煞饶命啊！黑煞饶命啊！黑煞饶命啊！黑煞！不知道龙爷来到了龙城，可否给我个薄面，我好好招待一下龙爷？我还有我自己的事要忙，你就别耽误我的时间了。那我不打扰，我先走了。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连凶神都怕你？我也不是什么人，就是有那么点东西吧。你不是武道奇才吗？怎么被人打成这样了？小子，别太得意，我爸是你惹不起的存在。刚吃完牛就被人打成这样了，还敢在这嘴硬了？老婆，我们走吧，就不和这种窝囊废一起吃饭了，倒胃口。喂，什么？我马上回来。什么？我马上回来。怎么了？你把胡东强打了，他爸迁怒我们韩家，把我们韩家所有生意都断了。他这是作死！走，我和你一起去。爸，都是你干的好事儿。现在什么情况？还什么情况？胡家已经动用商会势力，把我们韩家全面封杀了，上游的进货渠道和下游的供货渠道全都截断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你还有脸问？要不是你非要跟这个浮生在一起作践自己，会是这样吗？你这个浮生还来干什么？还不给我滚！如果你还想让我帮你们韩家解决危机的话，最好对我说话客气点。哈哈，你帮我们韩家，你算什么东西啊？如果整个龙城只有一个人能够镇住胡家的话，那个人只能是我。真是狂妄！胡会长，您来了，您快请坐吧，请坐，请坐。你少给我摇尾乞怜的！韩长海，你就直接说打我儿子事怎么交代吧。胡会长，我是冤枉的，不是我们韩家找人打的胡少啊。就是他，就是这个服务生，是他自以为是，自作主张冒犯的呀。怎么？你说是他打伤了我的儿子？是，就是他。小子，你挺能啊，敢打我胡四海的儿子！我劝你立刻取消商会对韩家的制裁，道个歉，从这里滚出去。我可以考虑留你一口气，否则的话，整个龙城将再无胡家。狂妄！简直是狂妄！老子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能量能灭了我胡家。那我就先从撤销了你这个商会会长开始吧。什么？你要撤了我的商会会长？哈哈哈哈哈！你一个服务生要撤了我的商会会长？你不信啊？信？我凭什么信？凭你服务做得好。那你等着。喂，让商务局局长来韩家一趟。你真是个无知的东西啊！你是没照镜子，不知道自己身份吗？凭你也想命令商务局长？你可以不信，
你可以等着。韩正海，你完了！哎呀，胡会长啊，你也都看见了，是他自己作死，跟我没关系啊。那就让你女儿离开他，跟我儿子，否则你韩家必亡。听见了吗？你赶紧让这个服务生走，你去跟胡少道个歉。爸，我觉得你可以相信叶浩龙。什么？你让我相信他？对，我相信他是有实力的。你说什么？你说他有实力？刚才在饭店里边，黑煞都对他唯唯诺诺的。你疯了吧？黑煞是什么样的人物，能对一个服务生唯唯诺诺的？谁说我对一个服务生唯唯诺诺了？黑煞大哥，你怎么来了？老子怎么来了？你心里没数吗？你欠我的钱不还，还把我的人打了。韩长海，你是找死吧？黑煞大哥，你别见怪，不是我干的呀。刚才是谁说我对一个服务生唯唯诺诺？就是他，就是这个服务生，他在这儿呢。龙爷，你怎么来这儿了？我怎么不能来这儿？啊不是，您自然是想在哪儿就在哪儿了。那你来这儿干什么呢？韩家欠我的钱，我的人来要钱，他钱不还，还把我人打了，我来找他算账。对了，龙爷，他是你什么人呢？他呀，他是我未来岳父。什么？他是你岳父啊？是啊，你要来找他算账是吧？不敢，没事儿。韩总，对不住了，我的人多有冒犯。那500万您别还了，全当我赔礼道歉了，您看可以吗？真的不会还了吗？可以这样吗？可以。只要韩会长您不见怪就行。那就不还了。好，那我先走了。龙爷打扰了，那我先走了。撤！怎么会这样呢？连黑煞都这么给你面子，你到底是什么人呢？我是什么人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把你女儿暮雪嫁给我，我能保你韩家一世周全。小子，吹牛呢？你以为你在道上有点人脉就了不起了，还保护韩家什么一世周全？你不是约了南境商务局局长了吗？人呢？人家可不是鸟，可以飞过来，来这儿也是需要时间的。龙城从城南到城北也就40分钟，现在已经过了20分钟了。我再等20分钟不来人的话，我就让人宣布韩家破产。不要啊，胡会长啊，他就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亡命徒，我把他赶走行吧？你就放过我们韩家一马吧，你不要在我们韩家吹牛了。你是要害死我们韩家吗？你赶紧给我滚！上局长到。哎呦，上局长好！老胡，你怎么在这里啊？这不是我儿子被韩家人给打了吗？我来这讨个说法。什么？韩家人这么大胆，连胡公子也敢打？不是啊，上局长，您可要帮我做主啊！您就是借我个胆子，我也不敢动人家胡少啊！都是这个服务生惹的祸。什么服务生这么大胆，连胡公子也敢打？你是不是忘了你来这儿干什么来了？哦，对，我是来找一个叫叶浩龙的老总啊，请问叶总在哪儿啊？叶浩龙，不就是他吗？叶总您好。怎么，上局长，你是不是看我穿的普通不像？你刚刚听了我打了胡少，还要为他做主是吗？不是，请叶总恕罪，我一时失言。请问叶总召唤我有何吩咐啊？他身为商务会长，滥用职权打压其他企业，你觉得该怎么处理啊？是吗？胡会长排挤打压谁了？上局，他这是胡说八道，压根没有的事儿，他这是污蔑我。污蔑你？你来告诉他，他对韩家都做了什么？大胆的说，我来给你撑腰。你给他撑腰？你算什么东西啊？胡会长，别乱说话。什么？我乱说话？你不会帮助他们来对付我吧？上局长，我给你3秒钟的时间，立刻给我撤销胡家的商会会长职务，并抓捕调查
否则的话，就是你自己进监，我用我的手段来。好，吴四海，我现在正式宣布撤销你商会会长职务，龙城商会全面整顿。张子玉，你可想好了？你别以为你职位比我高就可以拿捏我。有件事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弟刚在战部升降。岂有此理！事到如今，你还敢威胁我？立刻给我撤销吴四海的商会会长职务，将其抓捕审讯。张子玉，算你狠，看我弟回来怎么收拾你！我们走。请问义总还有什么吩咐？没什么事了，有什么事我会找你的。是，那我先走了。去吧。连商务局长都听命于你，你不是复生吧？你到底是什么人呢？我不是什么人，就是有点人脉罢了。哎，那你有什么人脉呀？能不能把我们韩家的长子从国外救回来呀？哎，你要是能做到的话，我就答应把暮雪嫁给你。你们韩家把自己的女儿当做棋子，我已经很生气了。我和暮雪的感情绝不允许有任何戏的，让你们那个羞辱我的韩家家主我来好好求求我，我可以考虑救救你们韩家。暮雪，陪我出去走走好吗？好。你都已经是我的人了，害怕给我牵手吗？昨晚的事情，我只是想气下我家里人。你不觉得我很帅，有那么点喜欢我吗？你就自恋吧，我可是龙城的大美女，叫人高不可攀的冰山女总裁，会看上你这样的服务生。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呢？我喜欢的，跟你比起来，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只会叫你仰望。是吗？让我猜猜，这个人是龙帝吧？当然，龙帝可是当时传说一般耀眼存在的男人。你说的这不就是我吗？你？是啊，在我的眼里，除了我之外，没有第二个男人如当时传说耀眼般的存在。你还真当吹牛不上税啊？虽然今天的事情我对你有些好感，也感觉你有些能耐，可你就这样自恋，真是让我嗤之以鼻。在你的心里，除了你喜欢的那个男人之外，哪怕真有比龙帝更好的男人出现，你也不会喜欢他，是吧？这有什么问题啊？没什么问题。早就听说龙帝威震四海，天下臣服，喜欢他的人前赴后继，就连君主都想把公主嫁给他。你觉得他会喜欢上你吗？他看不看得上我是他的事情，我喜欢他是我的事情，这有什么关系啊？恕我直言，以你的姿色，恐怕连见上龙帝一面都难，更别说嫁给他。我知道，要不然什么叫梦想呢？如果我能帮你实现这个梦想，帮我实现梦想？什么意思啊？我要让龙帝娶你。喂，你还真会吹牛啊！而且越来越离谱，叫龙帝娶我，你什么身份啊？像你这样的角色，恐怕连龙帝的面都没法见。那你说个时间，我让龙帝和你见面。够了，叶浩龙，越来越离谱了。你以为龙帝跟你一样是服务生吗？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你再这样吹牛，如果被龙帝知道了，你会死得很惨的。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就是龙帝？我看你真的疯了，走火入魔。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就是龙帝？我看你真的疯了，走火入魔。你是不是当服务生的时候受了太多的歧视跟欺负，所以就天天幻想自己是龙帝，可以顶天立地，光芒耀眼？好尴尬，被你看穿了。做人可以穷，可以弱，但要脚踏实地。也许你会遇到喜欢你的，可如果像你这样总是虚伪的吹牛，只会叫人厌烦。你好自为之吧，我走了。哎，你真的不愿意嫁给我吗？你要我怎么说呢？虽然你有些人脉，可也改变不了你是服务生的事实。而且你那点人脉真不算什么。胡四还说了，他们家有战将，想要活命就赶紧离开龙城。你是在关心我吗？韩家对我也并不好，我不想你把命赔在韩家。我根本就不关心韩家的死活，我只在乎你，想护你一世周全，不受伤害。也许你是个好人，可我们真的不配。我走了。明晚7点，龙帝会驾临龙城，而且会入住君威大酒店的总统套房，到时候你去看看，就知道我有没有骗你。行，明晚7点，我去君威大酒店见龙帝。如果见不到，以后就别再出现在我面前，否则的话，我见你一次，赔你一次。记住，这个消息不要告诉任何人，
以免造成君威大酒店的拥堵。龙帝只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一个人，如果消息泄露出去的话，他会怪罪我的。明晚7点，帮我预定一个君威大酒店的豪华总统套房。韩慕雪，你曾用善良温暖我这么多年，我会成为你的惊喜信念的。走，你们是谁？别给我叫！走，别给我叫！快进去！快走，快进去！救命啊！停车！走，跟着前面那辆车。给我出来！别说话，别讲话，赶紧走，别讲话！快点，快点！救命啊！进去！过去！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干什么？帮你来？难道你不知道干什么吗？你一个夜场妹，也怕干什么吗？我不认识两位大哥呀，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你们说，我给你们解释解释。好吧，那就让你死了明白。认识胡少吗？胡少，认识。怎么了？你们韩家的人打伤了胡少，还动用人脉撤了胡会长。胡家决定全面摧毁你们韩家，男的砍去医院，女的绑来糟蹋。救命啊！大哥，你听我说，这不关我的事，我是支持韩慕雪嫁给胡少的，都是叶浩龙那个服务生，他不知道天高地厚，得罪了胡少。只要跟你们韩家有关的，你就跑不掉。是啊，等我们胡战将回来了，把你们韩家连根拔起。还废什么话呀？这娘们儿还是有点润的，咱们先享用，然后再给韩家拍个视频。来吧！救命啊！你他妈谁呀？就是他就是大胡少的那服务生。什么？他就是那个服务生？哼，他破解邪无觅处，我们正在到处找你呢，却自投罗网送上门来了。你们现在跪下来求死的话，我可以考虑可怜可怜。要是让我动手的话，你们下半生都得坐轮椅。妈的，太嚣张了！看老子厉害！就这点本事，还敢在我这猖狂？小子，你根本不知道你惹的什么势力，会搞死你的！我管他什么势力，在我眼里都是蝼蚁。你自断一脚一臂，从这里爬出去，否则我将你身上365块骨头都给敲碎了。小子，我告诉你，胡老板的哥哥是战神，马上就带兵回来。让你自裁，你非要我来？给老子爬出去！还有你，都怪你啊！不知道天高地厚，得罪胡少，害得我们韩家也受牵连。你再说一遍，我说的不对吗？啊！是吗？好几个卑贱的服务生，你敢打我？我不想打你，是你让我快乐动。我告诉你，我可认识不少达官贵人，你休想欺负得了我。这叫惩罚，不叫欺负。再说了，你凭借着勾搭人家那点人脉，就敢跟我对抗？你给我等着，我会让你好看的。那就拭目以待，你好自为之。喂，爸，韩慕雪喜欢那个服务生，他打我，你赶紧过来找人收拾他。今天7点，别忘了，龙帝会到龙城君威大酒店，你可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叶浩龙，你到底有完没完？你以为你这么幼稚的谎言，我会相信吗？什么事情都要试过了，才知道对错。你可不能凭借自己的主观意识来判断，万一我说的是真的，你岂不是错过了与龙帝见面的机会？行，今晚我就去君威酒店。如果没有见到龙帝，我永远拉黑你。马上就要死到临头了，还拉黑人呢？你们干什么？你别管我们干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给老子抓住他！你们是谁？放开我！救命啊！找死！还真不赖，比照片好看多了。你干嘛？放开我！放开我！我是不是没有自我介绍？
我姓秦，名叫秦晖，人称夜王，也就是夜场之王。我有个爸爸，名气更大，人称丧彪，就是南北两地地下皇帝之一北颠。我又没得罪你，你是没得罪我呀。不过我睡了韩婉婉，我答应帮他一个忙，就是把你也给睡了。房间开好了，走吧。放开我！我告诉你啊，我有男朋友了。你有男朋友？他能跟我比吗？他更厉害的，黑煞都怕他呢。你听听你说了什么？黑煞会怕你男朋友啊？啊？没错，黑煞见到他说话都客气。老子看你是比黑煞还疯是吧？老子打听过了，你男朋友就是个服务生，黑煞会怕你男朋友啊？黑煞听了这话，得把你大卸八块。真的，我没骗你。你要不信，你让我给他打个电话。不用打了，我来了。叶浩龙，赶紧救我！这就是你那个服务员男朋友？是又怎样？听说黑煞都怕你啊？是有什么？哎呦，够狂啊！哎，我砍的就是狂人。不过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跪下来求饶，我睡了你的女人；二是被我的人捅进医院。我选抽你。你敢打我？你还在质疑？现在信了没？找死！你们两个废物还在看什么？给我杀他！放开他！你给我跪下，要不老子杀了他！我给你3秒钟放开他，要不然我把你打得连渣渣都不剩。1，你还威胁我是吧？放开他！大哥，我放开！没事吧？没事，没事就好。你别过来！知不知道我爸是谁？我爸是北城地下皇丧彪。你爸就是秦颠呢。你知道他？那你应该知道打了我的后果吧？这件事你不好好给我个交代，你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死的。还敢威胁我？你不要以为你爸是秦颠就了不起了。你知道老子是谁吗？你不就是服务员吗？你还能是谁啊？我是你和你爸都惹不起的魔鬼。你敢不敢让我给我爸打个电话，把他喊过来？行。你等着。爸，你赶紧的，我被人打了，你快过来救我。什么？是谁打的你？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是个服务员，看着很牛，根本就没把您放在眼里。好，我马上就到。你赶紧的。你等着，我爸一会儿就过来。我跟你打赌，你信不信你爸见到我不出3秒钟就得为我下跪？你就吹吧，就吹吧，等会儿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你肯定能看见。他们为什么找你麻烦？他说是我妹妹叫他来的。韩婉婉。是的。那个女人，我昨天晚上就应该毁了她的脸。谁敢动我儿子？爸，你可算来了，给我砍他，砍他！人在哪儿呢？那儿呢，那儿。龙爷，秦颠，怎么你要砍我呀？不敢，龙爷，我怎么敢砍您呢？我向天借点也不敢砍您呢。龙爷，您怎么在这儿啊？问你儿子吧。混账东西，你说干什么了你？爸，你这是干什么？你可是名震四海的魔王啊！你怎么会怕一个服务员？混账！龙爷那是我一生仰望的存在，你说他是服务生，你怎么惹到龙爷了？快给龙爷道歉！秦颠，惹了我，你以为道歉就完事了？龙爷，你儿子绑架了我的女人，还让人捅我，你觉得这事该怎么处理啊？你要是处理不好，就让我来处理。你怎么敢绑龙爷的女人？我不知道他是龙爷呀，都是韩婉婉那个贱人，她让我绑的，说她男朋友只是个服务生，我才敢的呀！混账！你打我干什么？是你说了你罩着我，现在我闯祸了，你又罩不住我，你打我干什么？你真是气死老子了！你还不该给龙爷、贵爷道歉，自断一手！我给他道歉还自断一手？
我是你亲儿子，你帮他不帮我？你这脑子是没救了你，阿旺！在，老爷。你来执行，把他胳膊给我断了。老爷，你没长耳朵吗？少爷，对不起了。你是不是疯了？你帮着一个外人来对付我！红叶，你看他放我儿子一马屁，快休息给他读秒。你还记得我曾经警告过你的话吗？龙月说的话永远铭记在心。我警告你什么了？说来听听。在江湖要守道，不要恃强凌弱，否则必遭殃。你儿子今天这样都是被你惯的，所以今天的事既是他活该，又是你的咎由自取。是，你记清楚了，这是我的女人，以后不管是你还是你的人，都不能动她半根头发，否则的话，我让她生不如死。是，带着你这个废物儿子，赶紧滚吧。谢梦燕。怎么样？突然间觉得我很帅是吗？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人人害怕的大佬都对你如此害怕？我已经告诉过你真话了，只不过是你自己不信。什么真话？如果你真的忘了，那就算了吧。你说你是龙帝的朋友？是的。如果你是龙帝的朋友，又怎么会在 KTV 当服务生呢？3个月前，帅哥，算命吧。我的命我自己做主，我不用算。老夫没算错的话，你在找人，而且一直都没找到。我在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女人，是吗？有点意思。那你算算，我在找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在哪里能够找到她？算不准的话，我可不给钱。我算命不要钱。不要钱？那要什么？要什么我先不说，等算准了之后我再提。无论我提什么要求，你都必须答应我，敢赌吗？这世上还从未有我不敢之事。那我开始算啦。你要找的女孩是你多年之前就认识的，她对你有很大的帮助，你对她一直念念不忘，是吧？我在哪能够找到她？这人中之龙，当在卧龙之地有归属。茫茫人海不知所踪，她必在人海喧嚣之中出现。这个女孩，她在龙城。龙城，听我的，你在 KTV 等3个月，必会见到她。这都能算出来？你真当我3岁小孩？等你找到她之后，我再找你索取报酬。我没有必要骗你。好，那我就信你一次。一言为定。一言为定。什么？你说一个算命先生叫你来龙城 KTV 等一个寻找多年的女孩？是的。你还真是天真，居然相信一个算命的，居然跑到 KTV 等人。那个算命先生真的没有骗我，真的是神乎其神。怎么，你等到了你要找的人？等到了。什么人啊？就是你。我？你等我干嘛？你还记得这是什么吗？这是什么？18年前，一个小男孩在街头被一个富二代和一个保镖暴打，一个小女孩上前阻止了这场暴行，还用自己的手帕给这个小男孩擦了身上的鲜血。后来小女孩走的时候不小心把手帕弄丢了，小男孩捡起手帕，想着长大后一定要娶这个小女孩，要守护她的一生一世。我想起来了，打人的是王胖子，那时候他家比我家差，可他爸爸现在是龙城的总督。怎么，你就是那个被打的小男孩？没想到这件事情过去了这么久，你记了这么多年。我这一生有仇必报，有恩必还。我一直觉得你只会吹牛，没想到身上还有这样的优点。如果咱俩继续接触下来，你会发现我身上更多的优点。你真的是龙帝的朋友？是的。那你说今晚龙帝会来龙城住君威酒店的总统套房，也是真的？真的。好，我就再信你一次，看到底是不是真的。真的不愿意嫁给我是吧？其实你说起这段过往，我还是挺感动的，可我们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为什么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不为什么，也许我早就心有所属了。那你还是喜欢龙帝？对，根深蒂固了。那既然这件事无法强求，那我就只能选择放弃了。也祝你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那我们就君威大酒店见吧。如果你知道
那个叫叶浩龙的服务生就是龙帝，你会怎样？龙帝真的来了龙城，住在这里吗？若不然，叶浩龙也没有必要撒这个谎吧。龙帝大人，您真的住这儿？你是谁？我是您的仰慕者，听说您来龙城了，所以特地来见一面。进来吧。你怎么知道我来龙城了，还知道我住在这里？我听一个朋友说的。听一个朋友说的？是谁啊？他叫叶浩龙，说是您的朋友。您有一个叫叶浩龙的朋友吗？叶浩龙啊，我说我出行这么机密的事情，谁会知道？原来是他呀。怎么，他真的是您朋友？是我很多年的朋友，也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朋友。您真的是一点架子都没有，连服务生都可以当知心朋友，好大的胸怀跟格局啊！你也很漂亮，我这一生见过很多美女，但是像你这样的美女还真是少见。是吗？你有男朋友吗？没有。你那么迫不及待的想要见我，看来是真的很喜欢我。你愿意做我的女人吗？你要知道，喜欢我的人趋之若鹜，都很难有我喜欢的，你还在犹豫什么？我只是突然觉得，我对龙帝大人您的喜欢，只是崇拜的喜欢，不是爱情，而且，我已经有了喜欢的人。你有喜欢的人了？谁啊？叶浩龙，龙帝大人，您的朋友。你喜欢叶浩龙？为什么呀？没为什么，只是觉得他挺好的。难道他比我还好吗？不，他肯定没有龙帝大人您好，只是感觉这东西吧，我感觉我跟他可能更有缘分或渊源。看来你还是像以前那样纯洁善良。龙帝大人，您什么意思？你看看我是谁？叶浩龙，怎么是你啊？怎么，意外吗？你真是无耻，为了欺骗我，连龙帝大人都敢冒充。什么？我冒充？你以为你冒充了龙帝大人就能得到我吗？卑鄙无耻！你在说什么呀？我就是龙帝。还在装，你简直无可救药，以后别再找我。暮雪，你听我说，你自己都穿帮了，还说什么呢？我真的就是龙帝叶浩龙，我没有骗你。你看，我还有龙帝令牌呢。叶浩龙，你当我3岁小孩吗？还以为这是什么古代皇宫吗？还有令牌？你刚才都说喜欢我了，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呢？我是喜欢，可我以为你很坦诚，没想到你为了得到我，连这种弥天大谎都能编出来，你还是个人吗你？我真的没有骗你，我就是那个真真实实全世界最耀眼的传说，最强大的男人，龙帝叶浩龙。还在执迷不悟，真是没救了。我们已经结束了，别再找我。我就是真的龙帝，他怎么就是不信我呢？以龙帝之名给韩家送去一份聘礼，我要迎娶韩家千金。到时候你就知道我是不是真的龙帝了。韩不全，你给我滚出来！老二，怎么回事啊？你们家韩慕雪和那个服务生狼狈为奸，竟敢打我女儿！这事儿你要是不给个说法，我跟你没完！怎么，你跟那个服务生打完碗了？没有，是他被绑架，叶浩龙救了他，他不懂感恩，反而怪人家，还找人报复。你血口喷人，明明就是你找叶浩龙打的我，怎么敢打不敢认啊？今天这个交代你必须给，不然我就告诉老爷子召开家族会议，把他逐出韩家。还不赶紧把那个服务生交出来！我说的是事实，为什么他说的话你们信，我说的话反而你们不信？那还用说吗？我们婉婉事事都为韩家着想，要你为韩家做点事儿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你就不配做韩家人。就是让你嫁给胡少，拯救韩家救回哥哥，你都不愿意，你还有什么脸留在韩家？自己滚吧！韩长海，给自己的女儿表个态吧！给你最后的机会，还不赶紧把那个服务生交出来！如果不，就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女儿。我说了，这件事情叶浩龙没错。那你就滚！我看谁敢让他滚！你还真是胆大包天呐！打了我女儿还敢送上门来！我打你女儿那是她活该，要不是我救她，她早被那2个流氓给糟蹋。
你这意思，我还得感激你了。感激不感激的无所谓，别恩将仇报就行。我都说了，你配不上我的女儿，你还来干什么？配不配得上你说了不算，暮雪喜欢才行。她喜欢你，你要跟她吗？如果要的话，你们两个就一起滚，我韩长海就当没你这个女儿。暮雪，相信我，离开韩家，我一定能够给你幸福。别再说了，叶浩龙，你谎话连篇，吹牛没底线，叫我信你，你当我傻吗？我没有说谎，我说的都是真的。够了，叶浩龙，你我之间就当没有认识过，你走吧。你以为让他走就行了？你们打了我女儿，今天要是不给我个说法，我就让老爷子把你逐出韩家。对，就得给他逐出韩家。把我逐出韩家，是想抢我总裁的位置吧？你这个胳膊肘往外拐的败类，撤销你的总裁又如何？爷爷，你总算来了，你看他这做派，赶紧给他逐出韩家吧。你放心，我这次来就是为了韩氏家族清除异类。我来之前已经跟韩氏家族叔叔伯伯们商量过了，大家伙一致决定撤销韩暮雪集团公司总裁的决定，逐出家门。爸，暮雪虽然有不对的地方，但是也不至于这么绝情吧？不是我们绝情，是他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袖手旁观，所以总裁的位置非婉婉莫属啊。非婉婉莫属，他为公司做过什么呢？做过什么？婉婉，你告诉他，你都做过什么？我来告诉他吧。王少，你来了。既然睡了你，那必须来呀。还是王少对我好，言出必行。王少，你是龙城总督的公子王少？没错，我爸正是龙城总督。王少爷已经答应了，帮助我们韩家东山再起，而且也能把哥哥从国外监狱救回来。王少仗义，谢谢啊。不必客气，我这么做，一是睡了婉婉要扶他一把，二是跟你们韩家有点恩怨要解决。王少跟我们家有什么恩怨啊？韩暮雪，你还记得当年的往事吧？当年你打一个乡下小男孩，我把你赶走了，你说过等你强过韩家就会跟我算账。没错，我爸如今是龙城总督，你们韩家落难，你成为丧家犬，今日我便要给你算当年的账。说吧，怎么办？你要觉得你厉害，就杀了我吧。我不杀你，我要让你陪我3天3夜，我玩够了就踹了。我的女人，谁动谁死。妈的，你是谁？王少，他就是那个韩暮雪倒贴的服务生。什么世道？一个卑贱的服务生，居然敢跟我这种尊贵的总督公子叫板！卑贱的服务生，你好好瞪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老子到底是谁？你不就是个卑贱的服务生吗？还能是谁？服务生兼保安？你当年打的那个男孩就是我。哦，是吗？我当年打的那个人是你？真的？你当年打我流的血，我擦的都干在这儿了。果然是你呀！那正好，当年打你没打够，被韩暮雪那个贱人阻止了。今天正好弥补我的遗憾，再打你一顿。那就来试试啊！狂刀，公子，给我打断他的手脚。是。小小蝼蚁，还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妈的，你想死啊！他是总督府侍卫，你把他打成这样，你是想造反吗？总督府侍卫，你信不信我分分钟踏灭你总督府？岂有此理！竟敢如此大逆不道！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让他带兵来灭了你！你赶紧打，我等着你爹来。行，你等着。你蠢吗？竟敢叫板总督府！你知道总督府是什么势力吗？还不赶紧跑！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跑得了？小子，我爸说了，他马上亲自带人过来灭了你。好，我等着他。叶浩龙，你能不能不要任性了？什么人都敢惹，会害死你的。暮雪，你是在关心我吗？
早知道你这么蠢，当年就不该帮你，反正帮了也白帮。你没有白帮，你当年一个小小的善意会让我守护你一辈子的，我一定会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哈哈哈哈！你他妈还真是大言不惭呢！就凭你也能让她成为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你马上就要死了，知道吗？曾经那些想让我死的人，现在恐怕坟头草都已经长很高了吧。行，再让你吹会儿牛，很快你就不会吹了。王少，你今天一定好好收拾收拾这对贱人。你放心，惹到我都得下地狱。谁惹到你了？爸，你来了。有人小瞧我总督府，还欺负我儿子，我能不来吗？哎呀，总督大人，您怎么来了？是啊，总督大人。就是你不把我总督府放在眼里，还要打我儿子。是我，又如何？你有种！来来来，儿子，让他打一个试试。来呀，小子，打我呀！他妈的，还真打！你找死！来人，把这个狂徒给我拿下！龙帝使者到。龙帝使者什么意思？谁是韩家家主？我是，请问有什么事情？奉龙帝之命，特前来韩家送聘礼提亲。啊，龙帝大人亲自向我们韩家提亲？是的，龙帝心仪韩家千金，命我前来送聘礼。现礼单如下：价值1亿的全球顶级翡翠项链永恒之链1条，价值5000万欧洲设计大师特制婚纱1件，价值3000万龙城限量版荣耀别墅1栋，价值3亿的春秋金缕玉衣1件。请韩家千金亲自受礼。这是送给我的？你是韩家千金？对，这就是我家唯一的千金。对，行，那你快把礼单收下吧。哈哈哈。且慢！怎么了，王少？怎么了？你他妈还问我怎么了？你跟我睡了，说要做我的女人，居然当着我的面接受别人的聘礼。这事儿也不能怪我呀，龙帝喜欢我，我也不能拒绝。再说了，你不过就是一个总督公子，怎么能跟龙帝相提并论嘛？韩婉婉，你是不是疯了？龙帝大人能看上你这样的货色？姓王的，你说话注意用词啊！我现在可是龙帝夫人，你得罪了我，我让我老公收拾你。别天真了，现在这个社会遍地都是骗子，我看这个女人肯定是冒充龙帝使者前来行骗的。没错，龙帝是何等的身份？即便是龙帝使者出行，肯定也是前呼后拥，岂能连一个随从都没有？哼，我现在要检查你的证件。你谁啊？哼，真是无知，连我堂堂龙城总督都不认识。你的职位太小，我不把你放在眼里，不是很正常？少废话，赶紧把证件拿出来。若是假冒，要你好看。你要看是吧？我今天就让你好好看看。认识吗？火皇令。认识吗？火皇令。你还认得这是火皇令啊？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冒充火皇战神！什么？冒充？哼，难道不是吗？你说你是龙帝使者，拿不出使者令牌，倒拿出了火皇令，说你身上准备了很多块令牌，一下子摸错了吧？你非战部人员，不知道4大天王和9大战神都已化在龙帝麾下，称龙帝使。岂有此理！我乃堂堂龙城总督，这种事情我岂会不知？我看你分明就是在冒充。我有必要给龙傲天打电话，让他亲自来一趟。呵呵，还煞有介事，居然敢说喊龙战神亲自来。你知道龙战神是什么身份？那可是龙帝大人的直系亲信。你有什么资格命令得了龙战神？有没有资格，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龙傲天吗？我现在在韩家，有事马上过来。你等着，一会儿他就能向你来证明。哼，我等着。你们把他给我看住了，别让他趁机溜了。还有你，刚才打我儿子这笔账，咱们得先算算。你打算怎么算呢？怎么算？当然是100倍1000倍的偿还。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谁敢动他试试？你想干什么？他可是你们动不起的人。你说什么？他是我们动不起的人？当然。你跟他认识？没错。终于不打自招了，原来和这傅生是一起的，还龙帝使者。难道他真是冒充的？那还用说？你觉得龙帝使者会认识一个服务生？什么？他居然是假的！王少，在我心里其实一直都是有你的，咱们和好吧。都怪你冒充龙帝使者，害我和王少有矛盾。韩小姐，你先别着急，我真的是龙帝使者，你马上就会得到证实的。哎呦，还在这装呢？你马上就知道是不是在装的。龙战神到！参见龙战神。王总督，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回龙战神，这里有人冒充龙帝使者，我正带人过来缉拿。冒充龙帝使者？谁呀？就他。火皇战神。龙傲天参见火皇战神。火皇战神，您怎么来了？他真是火皇战神？废话，我陪火皇战神出生入死过，难不成我还会认错？对不起，王某人有眼无珠，冒犯了火皇战神。你刚才不是还要抓我吗？不敢。你真的是火皇大人，龙帝使者？是的，韩小姐。那龙帝向我求婚，送的聘礼也都是真的？那当然，龙帝大人的婚姻大事怎么可能会开玩笑呢？太好了，这居然是真的。看到了吧，龙帝大人真的向我求婚，就你一个像蝼蚁一样的人，也敢动手打我？你以后还敢不敢打龙帝夫人了？就你一个像蝼蚁一样的人，也敢动手打我？你以后还敢不敢打龙帝夫人了？对不起，龙帝夫人，是我眼瞎。看见了吧，贱人，龙帝大人可真的向我求婚了。你说你长得再漂亮有什么用？不还是我手下败将啊？你叫你的龙帝，我又不羡慕。还说不羡慕呢？恐怕你这羡慕都要从心里溢出来了吧。火皇大人，请把龙帝的彩礼给我吧。好。且慢。龙帝大人，您怎么会在这里？我来这里当然有事情要处理了。什么？他是龙帝大人？龙傲天恭迎龙帝大人来龙城，有失远迎，还望恕罪。你我之间就不要那么客气了。父皇，龙帝大人来龙城，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龙帝大人有私事要办，不方便通知，我还能坏了龙帝大人的规矩不成？那龙帝大人有什么私事啊？需要我效劳吗？龙帝大人要向韩家千金求婚，你能帮得上忙吗？你是龙帝大人，你向我求婚？你是龙帝大人，你向我求婚？啊！你也配？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你有多远滚多远。我要求婚的是这位韩家千金韩慕雪。什么？你要求婚的是她？她也是韩家千金？不是，她早就被爷爷逐出韩家了。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有多远滚多远。好，你个臭服务生，你敢打我！我不但要打你，还要把你打到黑暗监狱。龙傲天，听见了吗？是，龙帝大人。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啊！饶命啊！其实我心里是有你的，饶命啊，龙帝大人！婉婉，你抓我！龙帝大人，我有眼无珠，请龙帝大人饶命啊！你贵为一方总督，竟持强凌弱，护子行凶，你还想让我饶了你？不，我错了，我错了！带下去！我错了，龙帝大人，饶命啊！饶了我，龙帝大人！现在轮到你了，龙帝大人，我错了。你不是说你小时候打我，长大了也能打我吗？我错了，我不敢。来打呀！来人，把他给我打入黑暗监狱！龙帝大人，我不敢了。龙帝大人，我不敢了。慕雪，你现在相信我不是骗你的了吧？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是龙帝呢？这有什么不可能？龙帝是多么传奇的人物，可我刚认识你的时候，
你还只是个服务生呢。那是我听信了算命先生的话，在 KTV 为了等你出现吗？可我感觉还是像做梦一样。这不是做梦，这一切都是真的。当年你救我于危难之中，我定护你一世周全，让你做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暮雪，你愿意嫁给我？你什么？你傻呀！龙帝大人喜欢你，还不赶紧答应？暮雪啊，你就答应了吧，以后咱们韩家就靠你了。你们别说话，让他自己说。可我之前那么怪你，对你的态度这么不好，你真的不怪我吗？我怪你什么呀？你当年帮助我，温暖了我这么多年。我说过，为了你，我受任何委屈都不怕，哪怕牺牲生命都不怕。好，我愿意。这就对了吗？礼单给我，这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礼单，你看看喜欢吗？不用看了，你送的我都喜欢。岂有此理！韩暮雪在哪儿？给我滚过来！你们是谁？你就是韩暮雪。对，怎么了？怎么了？我侄儿想娶你，你还不愿意，竟然还把他给打了。你侄儿是谁？胡东阳。是他，他活该。你说什么？信不信我要你好看？姓胡的，我女儿现在可是龙帝夫人，你可不要在我们韩家撒野。你是不是疯了？龙帝是什么身份？能看上你女儿？再敢口出狂言，信不信我灭了你们韩家？好狂的人呐，还有没有王法？说什么？信不信我让我手下一枪崩了你？放肆！还不赶紧让你的手下把枪放下！找死吗？你他妈是谁呀？竟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区区战将如此猖狂，龙帝大人需要把他杀了吗？一个小小的蝼蚁，还用不着你亲自动手，让他自裁吧。听见龙帝大人说的话了吗？演戏演上瘾了，还龙帝大人？知道龙帝大人什么身份吗？就你那刚才这罪过，冒充大人是碎尸万段。姓胡的，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他就是我的龙帝女婿，你还敢在这块侮辱他，还不赶紧跪地受死？你他妈的演戏演上瘾了，拿我当傻子耍？区区龙城容得下龙帝？龙帝女婿他打我，你还不赶紧亮身份给我出出气呀？一个小小的战将简直无法无天了。我给你3秒钟，你下跪求饶，自断双臂，否则的话我将你打入黑暗监狱受死。又一个跑着给我演戏的，看来今天不给你点厉害，你是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了。拿枪给我打断他的腿，让他在这儿给我跪。你敢开枪是？龙帝令很难得，你还认得这龙帝令啊？你怎么可能会是龙帝大人？你这该不会是伪造的吧？那你再看看我这块呢？火皇令，你是火皇战神？你该不会以为我这块也是假的吧？你心虚了，对，肯定是假的。韩家算个什么东西？在海外都破产了，儿子被抓了，没人救得了。又是龙帝，又是战神，骗谁呢？来，把他俩给我抓起来，我要上报总督府。真是狗眼不识，敢对龙帝大人动手，你这脑袋是不想要了吧？你开枪试试，敢对战将出手，诛九族！报告龙帝大人，已将犯人遣送黑暗监狱。龙傲天战神，胡德全，这是怎么回事？报告龙战神，有人冒充龙帝大人，
跟火红战神。我放你娘的屁！这就是真正的龙帝，没看到我刚刚在喊吗？是真的，龙帝大人饶命！龙帝大人饶命啊！我不知道你这么平凡，能来这种小地方，饶命啊！要是我不是龙帝的话，你是不是就可以随时抓我、枪毙我了？你把王法当什么了？龙帝大人饶命，请饶了我这条狗命，要饶了我这条狗命啊！大人，放过作恶的人，那就是最大的恶。来人，把他给我带下去，送入黑暗监狱。我不去黑暗监狱，起来！我不去黑暗监狱，我不去黑暗监狱！大人饶命啊！现在知道害怕了，我呸！活该！你们都下去吧，我和我未来的夫人要商量商量结婚的事。聊婚礼的事儿，怎么少得了我？老先生，是你啊？是我呀。快来，请坐。怎么样？我算的还准吧？是的，多谢老先生。那就该我给你提要求了吧？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等你们有孩子了，让孩子认我做干爹，然后我把孩子带走。什么？你把孩子带走？这怎么能行呢？这可是你答应我的条件，你堂堂龙帝怎么能言而无信呢？老婆，你觉得呢？你们放心，即使我让孩子做我的干儿子，自然不会亏待他。我带他走，是我觉得孩子有天命，我想好好培养。难道你来培养他，还能比我更强吗？你是很强，但还只是人的境界，我已经是仙的境界了。怎么比？仙的境界？我看你啊，又在这儿胡扯八道、吹牛了。你不信？这样吧，3秒钟后，你就会接到地宫的电话，你就会相信我是所言非虚了。真这么神？你试试看。喂，什么？好，我马上回来。老婆，地宫打来电话，说是有100万外族入侵，我要立马回去一趟。你小心点儿。等我回来，消灭敌军，立马就跟你成婚。嗯。少主，少主，天妒英才啊！眼下4国财阀联盟就要与我大夏产生金融大战了，没有您坐镇，我大夏危在旦夕呀！少主，谭老，少主的双胞胎弟弟找到了。于大姐，紧急售货药，下单客户很着急，我得赶紧送酒店去。早备好了。哎，小李，你说现在年轻人都事后找补呢？你咋就知道是我们年轻人呢？这锅我们年轻人可不背啊。说的也是。哎，小李，上次你让我买那浩度科技，真的涨了3倍。哎呀，这下彬彬的手术费可有着落了。那就好。哎，对了，明天开盘啊，一定要抛出去，别贪心啊。好，我知道。哎，小李，你说你看股票这么准，为啥不自己做呀？还苦哈哈的送外卖。大姐，咱们再聊下去，客户明年该生孩子了。哎，我的错。哎，快去吧。哎，回头空了上家吃饭哈。哎，好嘞。48元。大姐，你们运气可真好啊！竟买中了浩都科技这样的大牛股。那可不是运气好，小李可厉害了。之前老王家那闺女被骗贷了20万，还有我那老姐妹被骗走了15万养老金呢，都是小李带着他们买股票赚回来的。但是这小李只帮忙救急，从不助人发财。行侠仗义，把股市当提款机，这个人不简单。恭迎二公子！二公子，你们认错人了吧？绝对没错，您就是大夏首富李家的二公子啊！
不好意思啊，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我就是一个送外卖的，不好意思啊。你的意思是，我们搞错了吗？5年前首尔一战，财阀陈永哲俯首称臣；3年前东京一战，4大财团丢盔卸甲；1年前大战纽约龙王雷洞天之后隐姓埋名。二公子，您就是令华尔街都闻风丧胆的金融冥王。既然你调查过我，那就应该知道，我也和过去一刀两断，我只不过是想携一人白手过最平淡的生活。恕老夫直言，只有手里握着强权和财富，才能过上平淡的生活。二公子，跟老夫回李家吧，这是你最好的选择。笑话，我要的不过是2人3餐4戒而已，用得着强权和财富吗？再说了，有我大哥坐镇，根本就不需要我。让一让，我要去送外卖。谭老，这现在怎么办？跟着他，他会回心转意的。是。喂，露露，送完这单我就下班了，晚上想吃什么宵夜，我给你买回去。别大了，今天我在闺蜜家睡，晚安。哎，好，晚安。你好，露露，你怎么在这儿？是送药的吧？她就是你说的闺蜜？什么去闺蜜家睡？他妈是被闺蜜睡吧？李奥，你嚷嚷什么？东西送到你就赶紧滚！秋露，你还有没有良心？我把你捧在手心里当宝，把所有赚的钱都给了你，你这么对我？你才赚多少钱啊？梁少随便送我一件首饰，就够抵你3年工资的。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就是个送外卖的，当时你怎么不嫌弃我没钱？因为我缺一个男保姆啊，况且我连手都没让你摸，你都不介意，所以就留着你来给我当舔狗喽。穷舔狗还是得好好谢谢你啊！感谢你把露露养的该挺的挺，该润的润，这滋味真过瘾！我他妈弄死你！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对梁少大呼小叫？我告诉你，我还要给梁少生儿子呢！这个破药，我不吃了。咱们再去大战300回合。王八蛋，我杀了你们！穷狗，你他妈给我铁鞋都不配！等会儿继续教训他啊，让他跪在门口听我干他的女神。梁少，你好讨厌啊！干！畜生，我杀了你们！畜生，贱人，我不会放过你们的！少主，您这是怎么了？谭老呢？带我去见他。好，少主，这边请。谭老就在车里。谭老，你告诉我，我能调动李家多少资源？李家的全部资源，任凭您调配。我哥什么时候变这么大方了？二公子，这里没有外人，有些话我必须要告诉你了。大公子他去世了。什么？没想到我大哥早就身患绝症，能将李家撑到今天这个地步，不容易。没错，眼下4国财阀联盟与我大夏的金融战一触即发。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上，大公子去世的消息要传了出去，我想国内的那些骑墙派马上就会倒戈，倒向4国财阀联盟。那么就代表说这一仗咱们还没打呢，我大夏已经输了。所以你希望我假扮我大哥？没错，您跟大公子那可是双胞胎兄弟啊，
连我都难以分辨，外边的人更不会起疑心了。况且，您的金融财技比大公子那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想，咱们李家如果由您坐镇的话，这场金融战，咱们一定能够打赢。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四国财阀背后就是纽约龙王雷洞天。当年他在我手里吃了暗亏，利用卑鄙手段害我家人惨死，令我悔恨自责，这才退隐江湖，隐姓埋名。如果说四国财阀背后那个黑手真是纽约雷洞天的话，放眼我大夏，除了您，没人能够与之匹敌啊！这一次，新仇旧恨，就一起做个了断吧。二公子，您是答应了？苍天有眼呐！您是我李家的福，也是整个大夏的福。谭老，现在你应该叫我少主了。老夫遵命。哎，少主，还有一件事儿，也是10万火急啊。这是我大哥和叶家的婚书。没错，大公子在知道自己身患绝症之后啊，对叶家小姐叶婉宁是拒而不见的。这个叶家是我大夏举足轻重的世家，眼下呢更是对付四国财阀的主力军，所以我想少主您还是应该履行这份婚约的。什么？你让我娶大嫂？少主您言重了，这叶婉宁跟我们大少爷是素未谋面，而且他也不知道大少爷就是我们李家的掌权人，他只知道婚约上他未婚夫的名字叫李辉，而现在少主您正是李辉。你说的倒是有几分道理。这个叶婉宁啊，现在想拿下我们猛龙集团旗下一个价值100亿的项目，我已经跟陈建吩咐过了，让他先拖着别答应。那么现在这个100亿项目的决定权就交给您了。谭老，你现在要是去做月老，这侯娘都要失业了。叶总，天宇集团的梁总对外宣称，他们已经拿到了猛龙集团100亿项目的合作意向书，将在明天答谢晚宴上正式签约。我们是不是没有机会了？是啊，叶总，外面都在传这个消息，而且梁天宇已经把答谢晚宴的请帖发到了咱们公司。梁天宇那个纨绔子弟也不怕牛皮吹破。论实力，我们叶氏集团在江州排名第1，猛龙集团没有理由选择天宇集团而不选我。话虽如此，但是那个陈总的态度一直是模棱两可呀。那就想办法让他表态。猛龙集团的100亿项目关乎我叶氏集团的未来，我再重申一次，不惜任何代价，必须拿下。我还约了人，你们继续。宋佳，你跟我来。叶总，这么重要的会议您说走就走，他到底是谁啊？这么大的面子。他在云岚厅，我还有事情要处理，你替我去招待他。好的，叶总。那他到底是谁啊？是我素未谋面的未婚夫。李先生您好。啊，叶小姐你好。于大姐，请您售后药，下单客户很着急，我得赶紧送酒店去。是那个送外卖的。叶总怎么会和这种人有婚约？你凭什么认为堂堂叶氏集团的总裁，叶家唯一的大小姐会来见你呢？你不是叶婉宁。叶总的身份何等尊贵，你一个送外卖的就别痴心妄想了。既然叶婉宁无意见我，算我白来。慢着，你走可以，婚书留下。想要这个，让叶婉宁自己来拿。开个价吧，保你下半辈子都不用送外卖。开价？只怕我开的价，你们叶氏集团承受不起。放肆！我叶氏集团位列江州第1，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如此不敬！江州第1是吧？信不信10分钟内叶氏集团市值会缩水30%，到时江州第1位置就会不保。10分钟？你说什么胡话呢？10年、100年，我叶氏集团的市值不仅不会缩水，只会越来越多。好啊，那你慢慢做梦吧。李先生请留步。李先生，不好意思啊。宋家，
你就是这么替我招待李先生的吗？叶总，你忘了，他就是那个送外卖的。那又如何？人不可貌相。不过李先生，你是为何如此笃定我夜市的市值会在10分钟之内缩水30%？只不过是花了点时间做过一些平平无奇的功课罢了。故弄玄虚，我看你就是有意诅咒我叶氏，不安好心。叶总，不好了，大量陌生的账户突然开始抛售我叶氏的股票，叶氏的市值真的缩水了30%。什么？立刻通知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股市瞬息万变，等你们开完会想出办法，叶氏的市值就会缩水一半。既然这件事情早在李先生的意料之中，想必你一定有办法帮助我叶氏。叶小姐是个聪明人，不像有些人有眼无珠。你闭嘴，宋家，请李先生赐教。很简单，叶氏股票下跌，就是有别有用心者带头抛售，引发大量的跟风盘。其根本原因就是投资者对叶氏不信任，想要让叶氏股票止跌回升，只需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打电话给猛龙集团的陈建。打电话给陈总？喂，陈总，您好，我是叶氏集团的叶婉宁。哦，是叶总啊，正要找你呢。咱们谈了很久的那个100亿项目可以正式推进了，到时啊，我让人把合同给你送过来。啊？哦，那太好了，谢谢陈总，合作愉快。太好了，叶总，这个项目我们终于谈成了。马上把这个重大利好消息放出去，让那些做空我叶氏的人血本无归。是，叶总。李先生，您认识猛龙集团的陈总？他怎么可能认识那样的大人物啊？哎，倒也难说，他可能给陈总送过外卖呢。宋家，不得无礼！我听说猛龙集团的实际掌权人是大夏首富李家的，李先生不会是李家的人吧？叶大小姐还是抬举我了，倒是像她所说的，我就是个送外卖的，只不过碰巧姓李而已。好了，你的忙我也帮了，这本婚书你拿回去吧。不，你留着，这份婚约我会履行的。叶总，您真的要嫁给那个送外卖的？你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当初在药店他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如今我更加确定，他绝对是万中无一的金融奇才。不会吧，叶总，他不过就是有点运气罢了。如果真的是金融奇才，又怎么会去送外卖呢？每个人都有不得已的时候，不足为奇。你马上去查清楚他的背景，我相信像他这样的人，绝对不可能是无名之辈。好，叶总，最新消息，猛龙集团的幕后掌权人会出现在天宇集团答谢晚宴上，和梁天宇亲自签约。是吗？我们刚刚确定和猛龙集团的合作，天宇集团就放出这样的消息。好，我倒要看看他梁天宇是有多大的面子。露露，你今天的任务就是陪好猛龙集团的市场总监戴斌，只要他满意，我们一定会成为江州第一的。放心吧，梁少，就没有我搞不定的男人。小妖精，快去吧，戴总和包总在那儿呢。包总，好久不见啊！秋露，听说你加入天宇集团了，做了总裁秘书，恭喜啊恭喜！哪里呀，包总客气了。我呀，就是一个小人物，平常跑跑腿罢了。这位是……哦，对了，给你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猛龙集团的市场总监戴总。天哪，是大夏排名第一的猛龙集团吗？我居然这么荣幸的见到了戴总，莫非是我上辈子拯救了世界？过誉了，邱秘书，你这么会说话，留在天宇集团屈才了。哪有啊，我还有很多不懂的问题呢。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想单独请教一下戴总。没问题，随时恭候。来，戴总、包总，我敬你们一杯。这废物怎么在这儿？邱秘书，这人你认识？他呀，就是一个送外卖的，
追求我不成就一直对我死缠烂打的。什么？这是什么地方？一个送外卖的也敢进来骚扰你，我这就给他赶走。喂，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你在跟我说话？不然呢？放眼四周，全是江州最顶级的名流，你算是什么东西啊？也配站在这里？我要是不来，这个答谢晚宴就没有必要办下去了。是吗？听你的意思，天宇集团的答谢晚宴原来是要答谢你啊！你说对了，还不算太笨。小子，你知道我是谁吗？他就是一个臭送外卖的，哪里见过戴总这样的大人物？擦亮你的狗眼，看清楚了，这位是猛龙集团的市场总监戴总。今天晚上的答谢晚会就是要答谢戴总所在的猛龙集团。市场总监？那就是替陈建跑腿的了。你胆子很大呀，敢直呼我们总裁的名字。李阳，你还不赶紧跪下道歉？你得罪了猛龙集团，整个大夏都没有你一条活路。跪下道歉！想用猛龙集团的名号来打压我，你们是打错算盘。就算是陈建到场，他只配给我下跪。你疯了吧，李耀？我没想到啊，那件事情对你的打击这么大，让你从一个废物变成了神经病。我算是见识了，人家是吹牛不上税，你呀是吹牛不过脑。臭送外卖的，既然你这么不知好歹，那就别怪我断你生路。在放狠话之前，先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免得到时候下不来台。那您有几斤几两啊？戴总，真不好意思给您添堵了，我这就让人给他赶出去。区区蝼蚁之辈，谈不上添堵，就让他留在这儿，我会让他明白他和我们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戴总，让这种人留在这里，万一闹起来冲撞了大人物，恐怕是不合适的吧？无妨。像他这种小人物，见到了真正的顶级大佬，只怕会吓得当众尿裤子。戴总，听说贵公司今天晚上那位石具掌权人会莅临此处，是真的吗？当然，陈总派我来此打前站，就是为了准备好一切，恭迎这位大人物。太好了，有这位大人物支持，天宇集团成为江州首富，指日可待啊！别做梦了，那位大人物是不会支持你的。住口！你竟然胆敢当面诅咒梁总！外卖佬，老子说了，今天不想出眉头，你偏偏不识相是吧？得了，梁天宇，别看你今天搞这么大阵仗，其实对于能不能拿得到猛龙集团的合同，你心里也没有底吧？放屁！戴总在这儿就是最好的证明。连陈建都说了不算，那戴斌又算老几？他妈的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梁总，给我弄死他！好的，戴总，就等您这句话。来人呐，给他拿下！我看谁敢动他！是叶婉宁，江州排名第一的叶氏集团总裁。都给我退下！对李先生不敬，就是和我叶婉宁为敌。叶大小姐，您是来捧场的，是来砸场的。梁天宇，你尊敬李先生，我就给你面子，否则你今天会很难看。叶大小姐，他是你什么人啊？你这么护着他？李先生是我叶婉宁的未婚夫。他是你未婚夫？叶总，你没搞错吧？他可是刚刚被我丢掉的垃圾。这世上多的是你这种拿宝当草的废，不足为奇。难怪啊，今天这个外卖佬这么嚣张，原来是抱上了你这条大腿啊！叶大小姐，就算你要玩面手，你挑个像样的吧。将我们洛洛玩剩下的，你不觉得丢份儿吗？放肆！叶总和这个男人之间清清白白，你别泼脏水。客观地说，我和婉宁之间是相互欣赏，不存在谁依附谁。我靠，连我都听不下去了，你个外卖佬，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包总，我看他不是小人得志，是小丑得志吧？叶大小姐，我劝你赶紧和这个 low 货划清界限，否则你们叶家将会沦为笑柄。有眼无珠，李先生的身份不是你这种江州末流可以揣测的。我是江州末流？天宇集团在江州排名第9，论资产规模，连我叶氏的1/3都不到。我叶氏咳嗽一声，你梁家就要发抖。
今时不同往日了，叶婉宁，大夏第一猛龙集团的百亿项目已经花了我梁家。今夜之后，江城第一就要换人了。要我说，不是江州第一要换人，而是你这个江州老九要没了。外卖老，你这话什么意思？从你辱我那天开始，你梁家结局除了彻底破产，没有第二条路。荒唐！就算叶婉宁用叶家的全部力量要我梁家破产，也绝非易事。谁说我需要动用叶家的力量了？我什么都不用做，再过10分钟，天宇集团的股票将会迎来空前的抛售潮，公司市值跌掉90%。放屁！我天宇集团的股票在海外上市，国际知名的5大基金公司都持有我天宇集团的股票，而且是长期持有，绝不会轻易抛售。要是他们发现你没有拿到猛龙集团的合同呢？不妨告诉你，100亿项目的合同已经在我手里了。什么？你已经拿到了合同？这不可能！叶婉宁，我听说了，陈总口头承诺要把100亿项目交给你们叶氏集团，你们叶氏集团的股票也因为这个利好消息止跌回升了。啊，难怪最近叶氏股票走了个 V 字。可惜啊，我比你早了一步。戴总已经把合同交给我了。没错，梁总才是我们猛龙集团最终确定的合作方，获得100亿项目的大赢家。李耀，就算你转头去舔叶婉宁又如何？不还是输给了梁总吗？你就是个晦气鬼，你缠上谁谁就倒霉。闭嘴吧，秋露！带兵的权限也就只能打印几份毫无效力的空白合同罢了。放肆！你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外卖佬，也敢妄议我猛龙集团的事儿？信不信我让你有来无回啊？你让谁有来无回啊？海滨，你说要让谁有来无回啊？陈总，您来了，没啥事儿，正在教育一个小次佬。你说谁是小次佬？陈总，实在不好意思，是我考虑不周，让一个送外卖的混了进来，我现在就让人给他撵出去。对，赶紧的，别脏了陈总的眼睛。陈总，您为何打我呀？你个有眼无珠的东西！我让你提早过来做准备，你他妈的在这儿拆我的台！我没有啊！陈健失职来迟，请少主责罚。陈健，你既然来了，接下来的事情你来办。遵命。海滨，让你带的合同呢？在梁总那儿。你给他了？陈总，合同在这里，是不是现在就可以和我签约？叶总，这是给您准备的100亿合同，请您过目。谢谢陈总。陈总，您搞错了吧？这合同不是应该给我的吗？给你的？你一个负债率187%，即将要爆雷的破公司，也配和我猛龙集团合作？陈总，你可不能乱说呀！这戴总也是你们猛龙集团的代表，他之前答应过我要把合同给我的呀。从现在开始，戴斌和我猛龙集团再无任何关系，你们的恩怨自行解决吧。陈总，我对公司忠心耿耿，你不能开除我啊，陈总！敢叫少主小次佬的人，也别谈忠心2字，你给我滚蛋！各位，你们都看到了吗？各位，堂堂猛龙集团的总裁，也不过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梁天宇，你未经我猛龙集团的允许，擅自散布与我司签约的消息，操纵市场预期，以谋取私利，你就等着执法会的人呢，请你喝茶吧。哎，你抬举他了，只有身家上亿的人才有资格喝茶，他没有。放屁，看不起谁呢？就算我们没有拿到猛龙集团的合同，凭我们天宇集团的资产规模，也足足有上百亿呢。喂，什么？5大基金公司都在抛售我们的股票？外卖佬，是你在搞鬼？你太抬举我了，我就是一个送外卖的，5大基金公司怎么可能听我的呀？梁天宇，5大基金公司又不是你爸妈开的，你们公司债务缠身，炮雷在即，他们此时不跑，更待何时呢？完了，不到5分钟，1半跌没了。对不住啊，梁总，我手里的几10万股天宇集团也必须抛了。怎么办啊，梁少？我这手里还有几万股呢。不准抛，不准抛，都他妈的不准抛！才抛掉1/3，股价已经跌到70%了。
再不走，全城废纸了！哎呀，老娘不管了，全抛了！妈的，好不容易抛完了，股价居然跌掉了90%啊！还他妈在跌！建仓，买进天宇集团。王八蛋，你想趁火打劫？梁天宇，所有人都在抛弃你们公司的时候，我逆势买入，是在救你。该怎么感谢我呀？梁少，真是这样吗？你信他个鬼！他是想利用白菜价收集底部筹码，夺取我天宇集团的控制权。可是股价还在跌啊，他就不怕埋在里面亏死吗？哈哈，包总，你倒是提醒我了，我手上还有1亿股，他要是敢进，我就全砸出去，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啊！你们天宇公司的市值现在10不存1，你砸盘的后果只会雪上加霜。一旦公司彻底破产，恐怕那些催债的人要赶你全家的腰子。你别吓唬人了，区区那点债务算什么？我们梁少有那么多的资产，全部卖出去就是了。你不懂就别瞎说。秋露，我给你科普一下什么叫做资不抵债。他梁家就算是把全部资产变卖，也还不上债务。换句话说，他现在是个富二代。富庶的富。梁少，他在撒谎是不是？不是这样的，怎么会这样呢？别说话了，都是因为你，才给我惹出这么大的祸事。梁天宇，你置办这个答谢宴没错，猛龙集团确实要跟你合作，把合同给他。是。股权转让合同？我去你的！你有100万就想买我全部股权？还有债务，别忘了，你天宇集团现在就是个负资产，你拿100万就不用再做背几十亿的富二代了。这么好的机会，你要还是不要？梁少，这拿100万和负债几十亿，还用选吗？快点！看来你还是想做背债几十亿的富二代呀，佩服。现在给我转账，我就签。陈进，你看着办吧。是，少主。咱们走吧。李奥，你给我站住！你骗了我1年，就想这么一走了之？你又想耍什么花招？真是好狠的心，对我这么凶干嘛呀？怎么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了？我和李先生有婚约，要说新欢旧爱，应该都是我才对，和你没有任何关系。有婚约又怎么样？今天结婚，说不定明天就离婚了呀。李奥，叶大小姐养尊处优，她可不能为了你做任何事情，只有我才能让你上天。无耻，大男人都喜欢，你不懂。秋露，你以为人人都和梁天宇一样吃你这一套？我告诉你，收拾梁天宇只是开始，你再敢和他狼狈为奸，我让你连肠子都会切。呸！你个废物！就算你再有权势，再有钱，也别忘了，也曾给老娘洗过脚。再敢修挤李先生，我会叫你从此在江州消失。别以为你能现在得势，老娘手里有权势的可不止梁天宇一个。李少，陈健叫你少主，你莫非真的是大夏首富李家的人？你看我像吗？坦白说，不像。你身上没有富家子弟那些金贵傲娇之气，所以我很好奇，你到底是什么身份？我的身份很重要吗？不重要，会投胎并不代表有本事。今天梁天宇被你玩得像个提线木偶，这足以说明这一点。叶大小姐是个聪明人，猛龙集团和你合作没干错。听得出来，李少对我还是挺器重的。我们是不是该见家长了？见家长？这么快？明晚是我爸60大寿，我妈死得早，她又娶了小妈，心里对我有些亏欠，所以一直希望我能嫁给自己中意的人。我相信他会对你满意的。好，明晚我准时到。叶总，李耀的身份我已经查清楚了，
他在做外卖员之前一直在国外生活，居无定所，在很多国家打过工。他都做过哪些工作？都是一些零工，披萨店送餐，代客洗车，给人素描，还在宠物店给狗狗洗澡呢。还真是一个有趣的人呢。叶总，他就是一个没有做过一天正经工作的闲人，你确定要嫁给这样的人吗？只有早就实现财富自由的人，才有心情去做一个闲人。况且，以他今天表现出来的头脑跟手段，放眼整个江州，没有一个富家公子会是他的对手。叶总，您对他的评价居然这么高？你不懂，或许我对他的评价还是低估了他。少主，陈建接手了天宇集团，市场已经传开了，猛龙集团入主，股价瞬间绝地反弹。咱们在底部建仓买的那些股份，已经暴涨了37倍。5大基金公司现在有什么反应？公开的基金账户没有动作，风平浪静。但是最近冒出了许多陌生的账户，正在疯狂的抢夺筹码。以为穿了马甲就不认识他们了。告诉陈建，把我们手里的货全部出掉，随后发起对天宇集团的破产申请。少主，您不是真想要天宇集团呐？梁天宇的那个烂公司，唯一的价值就是被炒作一次。让陈建把天宇集团暴雷的资料全部放出去，我看这次5大基金公司还怎么跑。一鱼二吃，用一个天宇集团就坑了5大基金公司2次。少主，您这手段也太高明了。5大基金公司背后就是4国财阀和雷洞天，这次我出手，他们肯定会反击。要是他们倾巢而出，岂不是很难对付？不会，没有必胜的把握，雷洞天是不会轻易出手的。他们只会让国内的暗桩来试探我。少主，您的意思是？杨主子被打了耳光，那些奴才该跳出来表忠心了。干爹，我被坑惨了，您一定要帮我报仇啊！报仇？你打算向谁报仇啊？还能有谁？就是那个抢走我天宇集团的外卖佬。蠢货！还有这等本事的人，还能是个外卖佬？在人家手里还没有摸清人家的底细，你他妈就该死！南老爷子，那个李耀舔了我1年，平常就只是个跑腿送外卖的，我还真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背景。是啊，江州富豪圈层里也没听过这一号人物啊。哼，江州猛龙集团的陈建都要听他的，可你们只盯着江州。干爹，你的意思是他有京城的背景？据听说这小子和叶家有一纸婚约，这个叶北轩嘛，倒没什么本事，只是他那死去的爹叶荣天可是当时名动天下的人物啊。如果这个婚约是他生前所定，那这小子的背景起码是京城5大家族之一呀。这小子这么大来头。天宇啊，你知道你输在哪儿了吗？干爹，我是不是不应该攀附猛龙集团？你最大的缺点就是过于相信所谓的消息了，不会去费心去分析事情的真假。刚才我就是那么随便一说，这小子很有可能是京城5大家族之一，你就信了？干爹说的话我当然信了。人都是会骗人的，包括你所有的亲人。你信陈建，你信戴斌，你信猛龙集团，结果呢？结果人家拿你当猴耍，耍了你还不够，还坑了5大基金一把。要不是我跟这些鬼佬认识熟悉，你早就被人家扔进海里喂鱼了。您的大恩大德天宇都记着呢，这不知道您睡眠不好，特意让露露过来陪你。睡前让他给您做个头部按摩，包您一觉到天亮。老爷子，我一定会让你很舒服的啊。好啊，那今后就麻烦你了啊。天宇啊，算你有心，既然如此，我就给你指条明路。您说，
只要能报仇，我做什么都行。今晚叶北轩办60大寿，据我所知，不但祝寿，还有叶家牵头成立江州商盟的事情。成立江州商盟？莫非叶家想做商盟盟主？错，你现在脑子转得快了。看来身边没有女人对你来说不是坏事啊。老爷子这是在说我是红颜祸水了，那你还惹祸上身啊！我这辈子就是因祸得福啊！露露小姐长得这样祸国殃民，正合我意呀！那露露今晚好好陪陪你。不急，今天晚上陪天宇去叶家祝寿。天宇啊，记住，江州商盟一旦成立，叶家做了盟主，你梁家在江州就再无翻身之日了。干爹，您放心，这事儿我一定给他搅和。你尽管放手去做，我会安排人，到时候助你一臂之力。伯父伯母，我这次从京城回来，一是想给伯父祝寿，这第二嘛是想向二位提亲。提亲？你要娶婉宁？哎呦，当家的，这崔公子当年啊和婉宁可是青梅竹马，人人都说是天生一对呢。话虽如此，但是他俩多年未见，此事啊还是得听听婉宁的意思。当家的，那崔家可是京城5大家族之一。哎呀，咱们原本就是想高攀，人家也未必看得上咱们啊。好在婉宁自幼和崔公子有缘相识，崔公子又是念旧重情，不嫌弃咱们。要我说啊，这天赐的良缘，婉宁又怎么会不要呢？啊，爸，我带我的未婚夫来给您拜寿了。婉宁，不许胡闹！你哪来的未婚夫啊？婉宁，这位是……爸，阿姨，他叫李辉，是爷爷当年给我们俩定的婚约，你们都知道的呀。李辉，你找到他了？婉宁啊，你爷爷都去世多少年了？他定的婚约还能作数？怎么不能作数？我叶家向来最看重承诺，连40年前的借据都会兑付，更何况婚约呢？你知不知道，你崔哥哥今天专程从京城赶到这儿，就是向我们提亲呢。你可倒好，不声不响给我们来这一套。Hello， 崔哥哥，辛苦你了。不过不好意思啊，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婉宁妹妹，像我们这种大户人家的婚事，可不是喜欢不喜欢这么简单的，讲究的是一个门当户对。你别被甜言蜜语冲昏了头脑，想拿自己的终身大事扶贫吧。扶贫？你什么意思？还能有第二个意思吗？婉宁啊，咱们叶家已经是江州的第1世家，整个江州就没有人能配得上你。你要嫁的人就应该是京城大家族的公子，那崔家可是位列京城5大世家，位高权重，你的崔哥哥才是你的良配呀。爸，你也这么认为吗？婉宁啊，这个问题啊，咱们聊过，那时候世泽还没有来提亲，爸当时觉得既然没有什么机会高攀谁，咱们就找个合自己心意的，至少日子过得舒心不是？但是今天呢，情况不一样了，世泽来提亲了，我希望你啊可以重新考虑一下。不用考虑了，我叶婉宁非李辉不嫁。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呢？你今天是喜欢他，可你能保证你一辈子都喜欢他吗？你若不是叶家的大小姐，他能对你这么死心塌地？婉宁啊，你小妈说的对呀，咱们身份在这摆着呢，如果不是门当户对的话，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贪图我们叶家的财富和权势啊？不好意思啊，叶伯父，叶家的财富和权势还真没到能让我动心的地步。放肆！你算个什么东西，敢在我叶家的地盘口出狂言！来人，把他给我赶出去！
你们都是谁家的反？给我滚！婉宁，这小子看不上你们叶家，你还这么护着他，他到底什么来头？他就是个送外卖的。送外卖的？梁公子，你确定？当然确定了。洛洛，给他们展示一下。各位请看，他这一年都在送外卖，这样的照片我要多少就有多少。哎呀，婉宁啊，你疯了吗？今天是你爸的60大寿，你要气死他吗？婉宁，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不想让你们叶家继续丢人的话，马上答应嫁给我，我来帮你收尾。还要我再说一遍吗？我叶婉宁非李辉不嫁。你是疯了吗？你想让整个江州的人都笑话我们叶家吗？叶婉宁，给你台阶下，你要是不下，这会儿连这台阶都没有了。谁要你的台阶？带着你的台阶走回京城吧。你不知好歹。送外卖也是凭本事吃饭，不丢人。不过我除了送外卖还会送礼。今天是叶伯父60大寿，我就带了一份大礼。3分钟后我会让叶氏集团股价升到60块。叶家现在的股份才30块，要涨到60块，至少要涨100个百分点。这是3分钟之内能办到的？开他妈什么国际玩笑？拿下猛龙集团的100亿项目，是叶氏集团近期最大的利好，但是已经落地兑现了。如果没有新的重磅消息的话，股价是难以上涨的。怕是牛皮要吹爆了，看他一会儿怎么收场。小子，拍马屁也要选一个靠谱的拍法吧。3分钟让叶氏集团股价翻倍，你他妈以为你是股神呢？送外卖的，你要是做不到，以后啊就别打婉宁的主意。那我若是做到了，我和婉宁的婚约你们就不能再反对。你还真以为你能做到？不知深浅的跳梁小丑。涨了，叶氏的股价涨了，真的涨了，35、37，我去，40块了都。梁少，难道说这舔狗又要出风头了？怎么可能？南老爷子盯着他呢，他这么强行拉升，等着被砸成落水狗了。47块，48块，放巨量了，横住了。看来有人在这个价位疯狂出货了，这下可精彩了。真是愚蠢，就算你能调动大量资金，可是这样强行硬拉，只会吸引你的对手疯狂砸盘。已经过去2分钟了，别说60块，我看40块都保不住。梁少，看来跟你说的一模一样，这个死外卖佬终于要完蛋了。他这点微末伎俩，翻不出南老爷子的五指山。我操，跌了！46、45、44。伯父伯母，你们看到了，这就是他说的大礼，简直让人笑掉大牙。那正好，让他丢人丢到家，省得以后再缠着婉宁。又涨了，又涨了，突破50块了。什么？快看，突发性消息，猛龙集团公布了1000亿重磅项目，叶氏集团或是成为最大的赢家。巨量卖盘全部撤单，现在全是买入的大单，股价开始狂飙了。还有10秒钟，10、53、9、54、8、55、7、我去，非得赶紧买点。5、4、3、2、1，时间到。现在的股价是66元，晚辈在这里祝叶伯父福寿无疆，66大顺。爸爸，女儿也祝您喜乐安康，平安吉祥。好好好，你们有心了。阿姨，叶氏的股价突破了60块，李辉他做到了，你该说到做到了吧？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若不是猛龙集团碰巧发布公告，就凭他愿赌服输。今天这么多江州名流都看着呢，我们叶家可不能言而无信。我没说要抵赖，我不反对，也不代表我赞成。你不反对就行。爸爸，你呢？能看得出来，他有些本事。你们先入座吧。梁少，怎么回事？南老爷子不是出手了，怎么也没有阻止他？猛龙集团的重磅消息一出，就是大势所趋。就算是南老爷子，也不能逆势而为啊！真憋屈，又让他得势了。这不重要，你别忘了，
我们今天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明白。感谢大家来为老夫贺寿。老夫今日却有一桩大事要和大家商议。今日在座的都是江州的世家豪族，想必大家也都听说了，四国财阀对我大夏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发难，我等不得不防啊。所谓分则利弱，合则利强，我建议集合江州全州之力，成立商盟，共对外敌。叶伯父德高望重，我崔家虽在京城，但也想为江州商盟出一份力。我崔世泽第一个赞成。好，崔公子深明大义，为吾辈楷模。既然是为了对抗四国财阀，江州商盟应当服从京城的调度。崔公子身为京城5大世家，上传下达最为合适。我提议由崔公子来做江州商盟的盟主。叶老爷子，您和崔家本就是世交，由他来做商盟盟主，您会支持的，对吧？既然是江州商盟，基本盘自然就在江州，谁是江州的老大，谁自然就是盟主。诸位，叶大小姐的说法，大家赞同吗？商盟盟主当然是以实力为尊，要不然说话没分量，谁听他的？不错，既然和四国财阀掰手腕，盟主当然是越强越好，否则怎么带领我们打胜仗啊？既然大家的意见一致，以实力为尊，那我请问是叶家的实力强，还是京城崔家的实力强呢？笑话！如果不考虑所在地区，只论实力，谁能和大夏首富李家相比？那咱们也不用商讨了，直接去求李家家主做盟主好了。只要你能请来，我没意见。单说眼下，我觉得崔家公子崔世泽更适合担任盟主。叶家在江州虽然是稳坐第一，但和京城的大家族相比，可是远远不如啊。如果崔公子能当上商盟盟主，我们江州世家就能傍上崔家这棵大树，我看未尝不可呀。仔细这么一想，梁公子说的有道理，崔家远胜于叶家，由崔家领头，商盟就打通了京城的人脉，这可是我们江州众世家难得的机缘呐。既然大家的意见如此一致，那就……你哪只耳朵听到大家意见一致？梁天宇，你梁家资产现在不到100万，你有什么资格在此唧唧歪歪？他当然有资格。要知道，梁公子的干爹可是5省魁首南万山。梁少，原来崔公子跟咱们是一伙的，怪不得你要推举他做盟主。他和我们一样，都是干爹的人。各位，我之所以推举崔公子做商盟盟主，正是得到南老爷子的授意。现在你们还有异议吗？5省魁首南万山，再加上京城崔家，这份实力足以横压我江州。我赞成崔公子做盟主。我赞成崔公子做盟主。你们选他，恐怕他把你们卖了都不自知。李公子此话怎讲？大家可还记得刚才夜市股价拉升时出现的巨量卖盘，它背后真正的主体是注册在开曼群岛的3家离岸公司。崔先生，请解释一下，这3家离岸公司的股东里面为什么会有你的名字？你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当年夜市股价大跌的时候，你通过那些离岸公司的账户大量吃进低价筹码，然后在今日高位出货。你这一波操作为5大基金公司挽回了点颜面，恐怕你那些洋主子们要犒赏你了吧？放屁！你血口喷人！我和5大基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有没有关系？大家可以查一下。各位，你们以为傍上的京城的大家族就是机缘，但是你们想过没有？他们可能把你当成棋子，当韭菜，当接盘侠。但是叶氏不同，叶家与江州血脉相连，今日叶氏股价大涨，已经带动江州几十只股票的上涨，这才是各位最大的机缘。笑话，区叶家能做到的，南老爷子和崔家能做不到？就是抱大腿，当然也要选更粗的抱，这个道理你们不会不懂吧？不得了，叶氏的股价突破80块了，江州其他的股票也都涨了5成以上。看来叶氏的确是我江州的大龙头啊！一朝飞龙在天，我江州虎将甘霖呐！什么？这怎么可能？梁少，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叶家现在已经起势了，硬挡是挡不住了。那我们岂不是输定了？恰恰相反，南老爷子的暗棋还没出场。诸位，
如今我叶氏的股价突破80块，这完全彰显了广大投资者对我叶氏的超强信心。我想老夫来做这个商盟盟主，大家没有意见吧？叶老爷子，叶氏股票的确大涨，但是这和您有关系吗？梁公子，叶氏是我叶家的公司，你说和我有没有关系？当初叶氏股价触底反弹，靠的是叶大小姐拿下了猛龙集团100亿项。如今叶氏股价翻倍飙升，靠的也是猛龙集团1000亿项目利好。我觉得盟主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叶大小姐的。都是叶家人，我们都没分这么清楚，你一个外人操的什么闲心？如果只是做做生意，我们大家无所谓。但是现在对抗的是4国财阀，江州的兄弟们可不想跟错了人，白白做了炮灰啊！说得好，但只怕跟了叶婉宁，也未必就是跟对了人。婉宁，他是谁？他叫叶奇峰，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哎呦，儿子，你不是在国外吗？你啥时候回来的？小峰啊，你回来也不跟家里说一声，爸爸好派人去接你啊。爸，您60大寿，我可能不回来吗？没告诉你们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太好了，诸位，这就是我儿叶奇峰，一直全权负责叶氏的海外业务，尤其是金融市场颇有建树，是我叶家的奇才。那也比不上叶大小姐吧？怎么比不上？我儿在海外为叶家打下的江山，可不比在国内少。确实如此，奇峰啊，只花了3年时间，就把叶氏在海外的资产模式做到和国内平分秋色的程度。那又如何？最近叶氏股价飙升，可没他什么功劳吧？哎，你说到点子上了。昨天晚上我就和猛龙集团海外项目负责人达成了合作协议，今天猛龙集团就公布了1000亿项目的消息，这就是我送给爸爸的大寿礼。还得是我儿子。哦，我明白了，原来啊是有人把我儿的功劳记到自己账上了。这么说来，叶氏股价飙涨，靠的是二公子在背后推波助澜，而叶大小姐的这位未婚夫呢，只不过是恰巧接了二公子的事，在这里狐假虎威，坐享其成啊！我就说嘛，一个送外卖的，怎么可能有在股市翻云覆雨的本事？婉宁啊，用你弟的功劳给这种臭垃圾镶金边，你也不嫌丢人？怎么会这样？叶大小姐，本来我是很支持你的，可惜啊，您不是真正有本事的人。我看这江州商盟盟主的位子，就非叶家二公子叶奇峰莫属了。如果叶二公子做江州商盟的盟主，我崔家愿意拿出京城所有的人脉资源，与江州各世家共享。连京城崔家都愿意让叶二公子当盟主，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支持叶二公主当盟主，支持叶二公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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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盟主。林少，难道我叶氏的股价飞涨真的和我弟弟有关？以你对他的了解，他有这个本事吗？我叶氏的海外业务这几年看似发展迅猛，实则年年亏空，全靠我在国内赚的钱不断给他输血，才维持住那点表面风光。所以你心中其实早就有了答案。好了，就让我这个做姐夫的来教教他怎么做人。老弟，你口口声声说跟猛龙集团的海外业务部签署了合作协议，那你敢不敢告诉大家到底是什么合作？你谁呀？他是你未来的姐夫。就他？姐姐，你这选老公的眼光也太差了，怪不得江州众世家都不愿意跟你玩，谁愿意让一个送外卖的骑头上？怎么，瞧不起送外卖的？叶奇峰，你所谓的跟猛龙集团海外业务部的合作，不就是给他的员工送外卖吗？你胡说八道！你个臭垃圾！我儿子在海外呼风唤雨，为我叶家立功无数，集团上下无人不知。那个不长眼睛不长脑袋的死东西，也敢当着我的面信口雌黄！叶奇峰，你跟猛龙集团签署的协议就在我的手机上。1分钟时间，你好好想一想，自己到底有没有资格当这个江州商盟的盟主。儿子，你就把你跟猛龙集团的合作内容讲出来，甩他脸上，看他还有什么话说。妈，你别说了。
儿子，商业机密是吧？不方便讲。妈懂，妈懂。臭傻子，这种高端的商业合作讲出来你也听不懂，滚回去送外卖吧。1分钟时间到了。我觉得江州商盟盟主这个位置还是由我姐来做比较好。什么？叶儿公子居然怂了？莫非他和猛龙集团的海外合作真的只是给员工送外卖？所以你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认识到自己不够资格，自愿退出盟主竞争的，是吧？是。是个屁！儿子，你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你告诉妈，妈给你办了。你能不能别说了？软蛋，真他妈是个软蛋！梁少，这怎么回事？这还不够明显吗？他被那个外卖佬给拿捏了。这怎么可能？就连京城崔家都相信叶二公子，怎么可能会被这个舔狗压制？我可哪知道啊！哎呀，谁能想到南老爷子的一步暗棋变成臭棋？诸位江州世家豪门，我知道此时此刻大家心中都有疑虑，没关系，现在我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让大家知道跟着叶大小姐肯定没有跟错人。进来吧。天哪！大夏第一的猛龙集团总裁陈总，我居然见到了真人！太不可思议了！叶家这位女婿是什么来头？竟然连陈总都能请动。猛龙集团陈建恭贺叶大小姐仍任江州商盟盟主。什么？堂堂猛龙集团的总裁居然对叶大小姐如此尊敬，不知道还以为陈总是叶大小姐的手下。不得了，难怪叶氏集团的股价飙升到了这个地步，原来是猛龙集团铁了心的要扶叶婉宁上位啊！完了，连陈建都来了，他这么一表态，江州再没有人反对叶婉宁当盟主。梁少，那我们怎么办啊？还能怎么办？快走，给南老爷子报信。叶伯伯，给您拜寿了，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陈总大驾光临，老夫惭愧。哪里哪里，想当年叶荣天老爷子在世时，对我猛龙集团是帮助甚多，这份恩情我陈建一直铭记于心呐。先父一世英名，我等晚辈望尘莫及。哎呀，叶伯伯，您太客气了。您家的大小姐那可是万里挑一的女中豪杰，哎，您可要多多支持她呀！一定一定。叶大小姐，3日后我大夏的顶峰人士将齐聚京城，共议对抗4国财阀之事。您作为江州商盟盟主，可务必要出席啊！突击不成18米，不但一点好处没捞着，还暴露了崔世泽和叶基峰这2颗暗棋。梁天宇啊，你真他妈就是一个废物！老爷子您消消气儿，这事不怪梁少，都怪那个姓李的舔狗，不知道什么时候手握重要把柄，死死拿捏住了崔少和叶少。是啊，干爹，这一晚上我又唱黑脸又唱白脸，已经拿出所有本事了。好了，你俩站起来吧。你俩跑这一趟倒也不是没有收获，不过这小子的真实身份我已经心中有数了。真的吗，干爹？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洛洛啊，过来给我捏捏肩。你站在他身边就像一个傻缺一样，就会张嘴问，你自己好好想想。连猛龙集团都要听命于他，按常理他应该是首富李家的人，但他之前确实是个苦逼的外卖佬加舔狗，前后2个身份，实在是没办法联系到一起。不错，不挨着女人果然拎得清了，继续想。哎呀，老爷子你真讨厌，你别总拿我当他的替罪羊。替罪羊？啊，干爹，我明白了，这小子是李家少主的替身。什么？他竟然是替身？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何这个外卖佬
突然变成了连陈殿都要对他点头哈腰的厉害人物。干爹，我说的对吧？你小子终于开窍了一回啊！对，这也是我的判断。老爷子，那为何李家少主要找个替身啊？各种情况都有可能，但这不重要，只要我们盯住那个冒牌货，就把握住了李家的把柄。我还是不明白，那为什么李家会选中那个舔狗呢？李家少主身为大夏首富，从来没有公开露过面，见到他的人少之又少。只要李家认可，下人配合，谁来做替身都一样。原来这个舔狗是走了狗屎运啊！我就说他烂泥扶不上墙。别人用他的时候叫他声少主，用不着他的时候他就是个替死鬼。干爹，3日后大夏顶峰齐聚京城，共同商讨对抗4国财阀的大事。我们干脆那个时候再揭露他的身份，给李家一个下马威。很好，我也正有此意。李家霸占大夏首富之位多年，其他世家也个个想取而代之。天宇啊，只要李家一倒，你们梁家哪怕抢得一点边角料，也会瞬间复兴。你们梁家可以在江州称王称霸了。多谢干爹的栽培与点拨，梁家失去的，我一定要千倍百倍的拿回来。李少，今天谢谢你让婉宁大出风头，叶氏也市值大涨。不必客气，叶家是江州龙头，叶家鼎盛则江州兴旺，江州兴旺则大夏无忧。李少竟对江州如此看重。我看中的不是江州，而是你们叶家。可我们叶家如今在大夏全境连前10都排不上。婉宁，叶家优势不在于财富，而在于声望。声望？当年你爷爷叶荣天横靠一家之力对抗3大财团，来势汹汹，护大夏金融市场，令对方铩羽而归，也成为国主钦定的护国世家。如今4国财阀来势汹汹，叶家态度如何，影响深远。李少请放心，有我婉宁在，叶家绝对不会负了爷爷当年的威风。我会和你共进退。李少，婉宁很好奇，你究竟是不是首富李家的人？之前你觉得我不是，现在呢？按照常理来说，你能指使陈建做事情，就该是李家的人。可李家真正的掌权人极其低调，几10年来从不公开露面，和你的行事风格完全不同，所以我很好奇。婉宁，如果你的婚约对象一个是李家少主，一个是我，你选谁？我当然选你。这么干脆？今天在爸爸的寿宴上，我说过2次，我叶婉宁非你不嫁。那你就不怕我真是个送外卖的？我叶婉宁最厉害的就是眼光，被我看中的绝对不凡。那你看中我哪里了？婉宁看中这儿，这儿，还有这儿。少主，出了个大麻烦，必须由您亲自解决。车已经在楼下等您了。好，我这就来。发生什么事情了？有些事情我需要处理一下。什么？那个叫林思清的女人已经住进我家里了，你怎么不拦着她？少主，您有所不知啊，那林家是我大夏第2大世家，林大小姐跟大少爷那是青梅竹马，好的就像一家人一样。这么说吧啊，他就想睡大少爷的床，他说睡就睡，那老夫怎么敢阻拦？他怎么会来江州呢？大少爷病重之后啊，对外封锁消息，谁都不知道他在哪。上次您在叶家寿宴上亮相之后，林大小姐就知道消息了，坐着私人飞机就来了。他和我哥这么熟，见面肯定传报。有没有办法不和他见面？不见面啊？我看不妥。以林大小姐的性格呀，能把整个江州都翻过来。我的妈呀，大佬，他和我哥是不是那种关系啊？这么说吧，
她确实呢想嫁给大少爷，但是大少爷对她就当对待亲妹妹一样。这看来是有些麻烦啊。这林家也是大夏的护国世家，眼下正需要团结的时候，偏偏在这个时候遇到一个恋爱脑的林大小姐。以我看来啊，你不妨呢主动出击，以毒攻毒，也许会有奇效。以毒攻毒？他恋爱脑？你打算让我跟他谈恋爱啊？少主英明。哎，我可是有婚约的人。哎，有婚约的是大少爷，又不是您。辉哥哥，这么久你去哪儿了？干嘛躲着我不见我啊？以毒攻毒，不妨会有奇效。是你自己没用，这么久才找到我，我可是有点失望啊。对不起嘛，辉哥哥，是青儿太笨了。那我该怎么惩罚你啊？不行的。哪里不行？不行的。辉哥哥，你变坏了，讨厌。不愧是谭老，又让他说中了。辉哥哥，你起来了，早餐马上就好了。奇效还在继续，林家大小姐居然愿意为我下厨。对了，辉哥哥，有个事儿你一定要诚实的回答我。你说。你来江州是不是为了履行和叶家的婚约啊？怎么，这是你该问的？哎呀，辉哥哥，你别生气嘛，青儿只是想知道，那个叶家大小姐漂不漂亮？这简单啊，我叫她过来一趟就好了。不用了，这里太拥挤了，再多个人坐不下了该，现在刚刚好。怎么，你怕见她？我才不怕呢，只不过你和他有婚约，这话抢不过他吗？那如果有一天他们说我是假冒的，不是真正的李辉，你还会嫁给我吗？辉哥哥，其实在昨天之前我还没有这么确定，因为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一个很冰冷很冰冷的机器，但是昨天之后你这台冰冷的机器发动了，让我觉得很热很害羞，我喜欢现在的你。那如果我不是真正的李家少主的话，辉哥哥，其实我来江州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过你不是李家少主。有人提前跟你说了？是谁？是我爸的一个老朋友，我叫他南叔。南叔？难道是五省魁首南万山？哦，对，就是他。哦，对了，他还让我拍些证据发给他。辉哥哥，他是不是想害你啊？那正好，你就发些证据给他。你是想将计就计？聪明，你就照我说的做就好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是想在京城大会给我来个下马威，做他的白日梦。辉哥哥，你放心，我肯定会帮你对付他的。对了，青儿啊，你刚到江州时为何会先去见南万山？还不是我老爸，他知道我来江州，所以让我和南万山谈一谈银矿转让的事。银矿转让？对啊，银价现在已经连跌5年了，我们林氏集团名下的银矿全部都是微利运行，我老爸早就想卖掉了。正好南万山啊想要全部收购。林家的银矿占大夏白银产量的60%，看来南万山想控制白银现货的源头。对了，青儿，你们谈妥了吗？哦，还没开始谈呢。不过南万山说想要安排他的儿子梁天宇跟我谈。梁天宇，总裁童子又来了。青儿，等一下我陪你去谈。真的吗？那太好了，你要是肯帮我去谈的话，那我在旁边坐着喝咖啡就好啦。梁少，听说今天来和你谈生意的林大小姐是个傻白甜呢。那不正好，林家是大夏的第2世家，这次我一定要好好的宰他一刀。
梁少，我不明白，南老爷子为何要买林家的银矿？岂止是林家的，干爹已经收购了大夏3成的银矿，再加上林家的就是9成。只要我干爹动动脚，整个白银交易市场都要倒向才走。原来如此，那林家还真是蠢，居然把银矿都卖了。他要不蠢，咱们怎么能占到便宜呢？听说这个林大小姐是个大美女，说不定这一次我能人财两得。这样把她给吃。是梁公子吧？林小姐您好，我是梁天宇，这位是我的助理秋露。不知道这位是？这位是李先生，他是我男朋友。他是你男朋友？有什么问题吗？林小姐，恕我直言，你和你男朋友应该刚认识不久吧？这你就错了，我跟我男朋友啊从小就认识，可以算得上是青梅竹马。什么？这怎么可能？别耽误了大事。不好意思，林小姐，可能是我这位助理认错了人。对不起啊，是我唐突了，你们2位请坐。我们谈正事吧。林小姐，这次我想的是……梁公子是这样的，你可以跟李先生谈啊，和他谈？没错，他可以全权代表我林家做任何决定。林小姐，我们这次谈的可是500亿的大项目，交给他来谈，是不是太草率了？区500亿在你的眼里都算是大生意了，在我的眼里还不如喝杯咖啡来的重要。那我和他谈。刚才青儿也说了，500亿还不如他喝咖啡重要，说明你们的出价他不满意。谁说我要出500亿啊？现在这个行情，卖矿的到处都是，买矿的除了我一个都没有。还想在这坐地起价？醒醒吧，你们的矿不值钱。哟，底气很足嘛。现在银价已经连跌5年，专家都认为将再现上一轮里连跌10年的行情走势，所以你们的矿不光现在不值钱，将来会越来越不值钱。梁少说的没错，我们要是不买，你们可就找不到第2个买家了。当然了，我做生意向来厚道，也不能让你们太吃亏。一口价300亿。300亿，做梦呢吧？哎，谈钱这种俗事就放心交给我。是青儿失态了。梁天宇，我给你2个选择：第一，立马从我眼前消失；第二，拿出600亿买矿。600亿？你脑子抽风了吧？你以为你是谁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很好，看来你选择的是第一条，那请2位自动消失吧，别打扰我和青儿喝咖啡。有什么了不起的？梁少，咱们走。你的破矿啊，就等着烂在手里吧。我劝你放狠话之前，先给南万山打个电话，不然你会后悔的。你这是在变相求我吗？真是可笑！我干爹会不帮我，反而帮你吗？就是，要让我们留下，除非你就答应我们300亿的条件，否则再见。辉哥哥，这算是谈崩了吗？别担心，3分钟后他们会来求我的。洛洛，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给干爹打个电话呀？怎么，你还真信那个舔狗啊？不是，来之前干爹说这个项目很好谈，所以才让我出面。但现在，那你赶紧问问呀。啊！辉哥哥，我现在是既怕他俩不回来，又怕他俩回来。你知道吗？现在每1分钟都价值200亿。我知道啊。在这么昂贵的时间里，跟你待在一块儿，我真的好幸福啊！林小姐、李先生，实在是不好意思，刚才是我昏头了，我向2位道歉。对，我们道歉。看来你们已经准备好600亿了。这600亿我们实在是拿不出来，求求你500亿行吗？林小姐，你行行好，500亿可以吗？刚才我和青儿说过，现在每1分钟都价值200亿。你们再磨磨唧唧，等这1分钟走完，600亿就要变成800亿。你这是趁火打劫！别说了，600亿就600亿。梁少霸气，给青儿转账吧。喂，给林氏集团转账600亿。多谢梁公子。别以为你们今天占到了便宜，不该吃的硬吃，小心消化不良啊！这就不劳烦梁公子操心了。我男朋友的胃口呀，大得很，好得很，怎么都喂不饱呢。那恐怕是林小姐资本不够吧？别扯了，我们走。自以为是。好了，
你比他大多了啊！真的吗？当然了，家里有资本嘛，他哪能和你比啊？我说的不是这个了，真没劲。好了，要不咱们回家仔细评估一下。讨厌，那我们现在就回家。走。 300亿的生意被你谈成了600亿啊！梁天宇啊，梁天宇，我怀疑你是林家的内鬼。干爹，我怎么可能是内鬼呢？干爹，我对您忠心不二，天日可见啊！干爹，忠心？你让老夫白白的多掏了300亿，这就是你的忠心？南老爷子，本来不是这样的，都怪那个李耀非要横插一杠子，才导致局面这么乱的。是啊，干爹。 我本来已经布好口袋了，就等着林思清往里钻。可谁能想到，林耀和他一起来的，就是那个李耀不来，想占人家林家的便宜，哪有那么容易啊？我看那个林思清就知道黏着李耀，就是个傻乎乎的恋爱脑呀。糊涂啊！聪明的猎手往往总是把自己扮成猎物，这个道理还用我跟你们解释吗？干爹，你的意思是？ 林思清在扮猪吃虎？错，从头到尾，林思清出手了吗？并没有出手，出手的是李耀，但这600亿进的是林家的口袋。闹了半天，那美女才是高嫂。可我还是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买那些不值钱的矿啊？在最不值钱的时候买到的东西才值钱。 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世家豪门都会认为银价还会再跌5年。老爷子，你难道以为银价会涨？没错，现在大夏境内90%的银矿掌握在我手里。接下来我会以资产重组的名义，让这些银矿全部停产。干爹。 就算你让这些银矿停产，但白银的库存量还是很多，这个价格怕一时半会儿涨不起来。事到如今，不妨告诉你们，市场白银70%还在我的手上。什么？你手上囤积了这么多白银？我明白了，干爹，您王其所向，剑指的是50倍杠杆的白银期货市场。京城5大世家。 9州商盟盟主马上就会齐聚京城，在他们装模作样开会的时候，白银涨价狂潮就会让他们旗下那些空头全部爆仓。大佬，这风吹日晒的，怎么不在里面等我呀？老夫不得不在这儿等您呐。 发生什么事了？叶家大小姐叶婉宁来了。这他人呢？她在客厅坐着呢。哎呀，都怪我考虑不周，没嘱咐好陈建。他把您的家庭住址告诉他了。要不这样，我让他换个时间再来。别啊，谭伯伯，辉哥哥的未婚妻，我迟早都是要见的。那晚见不如早见，择日不如撞日喽。青儿说的对，谭老，进去里面等我吧。好吧。 哎，辉哥哥，虽然你和叶大小姐有婚约，但是我还是要和她抢你，能不能保住位置，就看她的本事了。好，争取可以，但是你输了就得听他的。那我要是赢了呢？自然就听你的了。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好，走。婉宁来了。李少没打招呼就来了。 不怪我唐突吧？什么话，都是自己人，随意些。看你们说话这么客套，也不是很熟嘛。李少，这位是……婉姐姐，我叫林思清，辉哥哥一般都叫我青儿，你也可以这么叫我。林思清，你就是京城林家的大小姐？对啊，而且我还是辉哥哥唯一的小青梅呢。 是不是唯一一点都不重要，谁还没个青梅竹马呢？那可不一定，辉哥哥还会帮我暖被窝呢。那很好啊，如果他连妹妹都不肯照顾，
连我也会嫌弃他的。居然不吃醋，哈！看来你们俩之间果然是没什么感情。既然这样，就和你谈谈钱。辉哥哥还很照顾我呢，刚刚还出面帮我谈了笔生意，多赚了300亿呢。300亿嘛，那也不算什么特别待遇。昨天他没花多少时间，就让我夜市的市值多了500亿。什么？居然连赚钱都能压我一头，这个叶婉宁不太好对付呀。婉宁姐，像辉哥哥这么优秀的男人，一纸婚约可约束不了他，能嫁给辉哥哥的人可不是凡人。谢谢青儿的夸奖，如果我的男人真的喜欢你，你可以留在我们家，我能接受。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有舍才有得，我要做他的妻子，那我就不会要求他只喜欢我。你真这么想？否则你凭什么觉得他的婚姻对象会是我呢？要死了，他怎么句句都能压制我？既然你可以允许他喜欢别人，那我也可以和他结婚呀，他可以同时娶我们2个呀。不可以，要么做他的情人，要么就和他保持距离，没有别的选项。凭什么？就凭我有一纸婚书，而你没有。辉哥哥，他太欺负人了。青儿，你输了。谁说我输了？我可是堂堂大夏第2世家林家大小姐，让我做一个没有名分的情人，也太过分了吧！没有人逼你这样做，我不反对你喜欢他，但你不能抢我的位置。哎呀，婉宁姐，求求你了嘛，你就让让青儿吧，好不好？青儿，你不觉得你这样求我也是在欺负我吗？因为我只要位置，而你什么都要。哎呀，说不过你了，你想得很周全。也许辉哥哥想要的就是你这样的妻子吧。他怎么想的？你要问他了。青儿，这你没有争过他，那以后你就得听他的了。哎呀，好了，愿赌服输，我听他的，也听你的。那我以后就做个唯唯诺诺的小可爱吧。你真的很可爱呀！你这是胜利者的喜悦吗？战斗可还没有结束，以后啊，我就天天霸占着辉哥哥，就不让他上你的床。你再怎么厉害，每个月也有不得不休息的时候，那段时间我会顶你的班。辉哥哥，你看他又欺负我。对，我突然想起来，谭老还在等我，我先出去。你回来！才过了20分钟，少主就能抽身来此，看来大局已定啊。谭老，你实话告诉我，今天这局面是不是你有意为之？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少主。老夫以为啊，叶林两家都是极为重要的护国世家，两女呢都钟情于你，这是好事，但也是坏事。老夫做的呀，只是把这件事情坏的一面提前的释放出来，以消除李家跟2大世家之间可能存在的隐患。你的意图我自然明白，只不过眼下看来，或许委屈了晴儿。少主，你只看到了林小姐的委屈，难道你就看不见叶小姐的委屈吗？做人做事本来就是委屈才能两全，2大小姐都出身世家，这点道理他们都懂。说的倒是没错，是我多虑了。少主，我们刚刚查到啊，南万山手中控制的银矿已经全部暗中停产了。不出所料，他让梁天宇买下林家银矿，就是为了从源头控制白银的产量。现在白银期货市场有什么反应？表面上看银价还在跌，但是买入的合约还在不断的增加。南万山想在期货市场搞风搞雨，他的底气就是控制了90%银矿。不仅如此啊，我们还查到白银库存最多的几家公司和南万山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啊。好事，他在现货市场准备的越充分，在期货市场就会赌得越大，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局面。看来少主成竹在胸了。山雨欲来，风烟将起，我们该去经。哎，梁少，
你说李耀那条舔狗他会来吗？今日的京城大会是为了选出商界的总盟主，李家身为大夏首富，自然是呼声最高的候选人。只要李家家主来不了，他那个冒牌货一定会顶替出场。唉，真是便宜的外卖了，竟然也能摊上顶级圈层。触完风头触眉头，他的把柄在我们手里，这次他死定了。哎，梁生，快看，那条舔狗竟然也来了。人模狗样，装腔作势。梁生，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拆穿他？不急，等他爽歪歪的时候，咱们再拍死他，让他尝尝从天堂掉到18层地狱的滋味。李大公子携2位美人一起到场，还真是会出风。殷大小姐我们都认识，不知道这位美人是？她是江州叶家大小姐叶婉宁，她本该是我三弟崔世泽的女人，但这位李大公子仗势欺人，竟然在叶家的寿宴上强行据为己有，一派胡言！我和李少本来就有婚约。崔世泽自己动了非分之想，吃了笔还泼脏水，真是龌龊！放肆！竟敢污蔑我堂堂京城崔家！笑话，你崔家算老几啊？姓李的，别以为你李家是大夏第一世家，我崔家就怕了你。今日我崔薛陈三家强联手，共同进退，这大夏第一的位子，只怕要换人了。哟，3、4、5联手，可了不起嘛？怎么不拉上老6和老7，凑一步同花顺啊？林大小姐说笑了，你们林家排第2，不如我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李家。只要李家下台，你们林家就是大夏第一，怎么样？薛公子，虽然我林家排名第2，但我可不二。你们几位的资产加起来，远远不及李家。我放着这个大腿不抱，去抱你们那没几两肉的细胳膊。林大小姐，谁是大腿，谁是细胳膊，可不能光看现在的资产。4国财阀和我大夏的金融战一触即发，谁能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呢。哦，那这就奇怪了。你陈公子身为大夏子民，却盼着大夏输，难不成这4国财阀当中有你的干爹啊？你胡搅蛮缠！我很好奇，就凭你们3家的实力，也敢跳出来和我叫板？你们凭什么呀？姓李的，你没听说过滚雪球理论吗？只要雪够厚，坡够长，我们就能赢你。是吗？那你说的坡道在哪儿啊？我不告诉你，你就等着后悔去吧。姓李的，你把注意力放在女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可都抓住机会了。可惜啊，机会就在他旁边，这个没眼力劲儿的居然视而不见。故弄玄虚，莫名其妙。2位大美女，这天大的机会我是愿意给你们的，只要你们离开这家伙，站到我的这边，我保证你们账户金额的后面多个0。啊，兄弟们，雪球开始滚动了，银价触底反弹，暴涨了50%。我用了最高50倍杠杆，现在的收益是74倍。我也一样，这下赚翻了。他们说的是白银期货。银价已经连跌5年了，他们却逆势做多，被他们博中了。银价的涨幅从底部开始已经突破了100%，多头气势如虹，空头溃不成军，太爽了！完了，全完了！他妈的，银价为什么会突然暴涨？老子追加了7个亿才没有爆仓，再这么涨下去，老子要上天台了！姓李的，我现在的收益是105倍，照这个速度下去，不用他们2家，我们薛家就能把你踩在脚下。一点儿也没错，踩死你们李家洒水了。大美女们，你俩还在犹豫什么？你嫁给我，
你嫁给我三弟，咱们以后双宿双飞，美滋滋。我呸！婉宁姐说的一点都没错，你们崔家就是龌龊恶心。小人得志便猖狂，崔安民，你真给大夏世家丢脸！妈的，还在高高在上，有你们跪下来磕头求我的时候。崔安民，恐怕你搞反了吧？陈进，开500万手空单。开空单？这个时候你敢开空单？飞蛾扑火，分分钟就打爆你！辉哥哥，那我们现在这样做会不会太冒险了一些啊？是啊，多头现在气势如虹，再多的空单也会被扫掉。不要被那3个短剑博识的人给影响了，区区小场面，不足为惧。大言不惭，短剑博识的人是你吧？我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你开空单，然后想用现货白银来结算，500万的空单就是7万吨白银。问题是，你有那么多现货吗？当然有了。扯淡！大夏全年的白银产量也不过7000吨，7万吨呢？哼，可是10年的产量。现在大夏90%的银矿都在我干爹手里，上哪儿买去？林少，这就麻烦了。你买不到现货，只能购入期货来平仓。现在银价暴涨几倍，5000块的空单就需要1万块来买回，那500万手，你要亏250亿，你个250啊！辉哥哥，那我们之前卖银矿给他，是不是做错了？林大小姐，你真以为我是傻逼呀？我会多花300亿拍你们林家的破矿，老子在这等着你们呢！啊！干瞪眼了吧？后悔了吧？梁少当时就说了，不该吃的硬吃就会消化不良。现在怎么样？舒服吗？为什么你们都认为我非要买现货呢？不然呢？你家里真有啊？哎，不好意思，还真有。吹牛不过脑，你知不知道7万吨白银是什么概念？姓李的，我给你科普一下啊，7万吨白银能装满2个标准50米的泳池，你知不知道有多大呀？哎，巧了，京郊有个改建中的游泳馆，泳池里面堆满了5、6米高的白银。各位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瞻仰一下。这绝对不可能！如果你在囤积白银，我们几大世家怎么可能会不知道？改建嘛，每天都往里面运送材料呀。不好意思，其实那些材料都是白银。喂，什么？有人在郊区游泳馆里发现了银山，正在做直播，网红大 V 和媒体都赶过去了。这是真的？笑谈！你李家手里根本就没矿，你上哪整那么多白银去？可我林家有啊！笑话，你林家的矿可都在梁少手上。哼，没矿可不代表没货。我林家经营矿业几十年，难道连区7万吨的货都拿不出来？不可能！你们林家银矿的产量和交易数据我都有，我敢肯定，你们林家绝对没有那么多存货。你能查到的都是我故意让你查到的资料罢了，要不然你们怎么会心甘情愿的多掏300亿出来呢？什么？那些资料和数据都是假的？哦，不，资料和数据呢都是真的，只不过不完整。不好意思啊，梁公子，你花600亿买到的并不是我们家全部的银矿，可能只有1/3吧。混蛋，你个臭娘们，你敢阴我！阴你一个江州末流家族的纨绔，就你也配？原来从一开始你就和这个姓李的在做局。做局？就像是青儿说的，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就算是南万山来了，他也入不了我的法眼，更何况是你。啊，不好，银价开始跌了！我操，这下终于有救了！老子保证金追加了20个亿，差点就爆仓了。500万子红单，7万多现货白银，瞬间就逆转了局势，这一手太漂亮了！完了，断崖式下跌呀，这下怎么办？这时候不能怂，我们3家继续开多单顶上去。对，只要把他500万手空单接住，跟风的空头就会犹豫。就这么办，和他拼了！陈进，再开1000万手空单。
什么？他疯了？这下怎么办？凭什么？他抛多少我们吃多少，反正已经明牌了，他只有7万多吨现货，再开这么多空单，他根本就无法交割。陈健，另外2个游泳馆的银山也该亮相。什么？他还有这么多存货？天势根本止不住，我们的杠杆加得太高了，光是追加保证金就会把现金储备全榨干。薛哥，光靠我们3家顶不住的，我们撤吧。闭嘴！撤什么？现在撤，我们连京城前5的位置都保不住。如果不撤，别说京城前5了，往下3代都得一辈子还债。诸位公子，诸位听我一句，就算他有再多的存货，我干爹也会照单全收。这一局我们一定不会输。照单全收？南万山为了收购90%的银矿，早就把钱包给掏空了。现在他就算是想借钱，利率至少是35%起步，但恐怕没有人愿意借钱给他吧。薛哥，不能再犹豫了，南万山自身难保，咱们可不能跟着陪葬啊！你看，银价还在继续跌，再不走就死定了。妈的，我们撤！太好了，白银的价格已经跌回我的成本线了。刚才老子差点以为要上天台。多亏了李公子，要不然今日几10个世家肯定元气大伤啊！梁少，怎么会这样？难道南老爷子也不是这个舔狗的对手？没这么简单，南老爷子的真正意图不是你我可以揣测的。诸位，今日我们大家齐聚在此，就是为了选出商界总盟主。方才李公子带领我们大家在白银期货市场上形势逆转，打了场漂亮的仗。我认为这个商界总盟主之位，非李公子莫属。说得好，李家本就是我大夏的第一世家，李公子更是卓绝拔群，横压当世啊！除了他，谁当这个商界总盟主，我都不认。没错，论实力，论背景，李公子都是大夏第一人，谁反对就是别有用心，就是与我大夏为敌。李公子做总盟主，李公子做总盟主，李公子做总盟主。李少，看来你是众望所归，没有人能比辉哥哥更合适了。你们都错了，盟主谁当都可以，但是他不够资格。干爹来了！南老爷子来了，太好了。南老爷子，您身为5省魁首，可不能信口开河。李公子为什么会没有资格？是啊，如果连李公子都没有资格，我真想不出谁还有资格。如果他真是李公子，李辉当然可以做总盟主，可惜呀，他不是。什么？南老爷子，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对，你们都被骗了，他真的不是李公子，是一个替身，铁板钉钉，一个冒牌货，一派胡言。南万山，没想到你一把年纪了，居然这么输不起，怎么在期货市场上赔了个底朝天，就想出这招来恶心我？你也是大言不惭呐！就凭你个送外卖的小子也能赢我？你只不过是陈建、谭振海在背后给你出谋划策、出钱出力，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我和辉哥哥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怎么不知道他是傀儡啊？南万山，我看梁天宇和秋露才是你的傀儡吧？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李少跟前一败涂地，有目共睹。你想找回颜面，去生意场上见真章，泼脏水算什么本事？口舌之争，徒劳无益呀！老夫既然如此敢说，自然有铁证在手。哦，那就把铁证拿出来，让我开开眼界。好啊，来呀，把人带上来。于大姐，南万山居然把她找来了。小李啊，你真的在这里啊？你今天穿的好帅呀！大姐，你怎么来了？他们说你摊上大事了，必须得有人证明你过去1年的经历，才能帮你摆脱困难。于大姐啊，来，你和大家伙说说，去年他都干什么了？小李啊，他在送外卖啊，可勤快了。我们那条街，药店啊、快餐店啊、超市，他一天得跑好几趟呢。啊，诸位，
大家都知道，去年京城10大家族开闭门峰会，李家公子是主理人。李公子啊，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一面在京城组织开会，一面在江州送外卖啊？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在京城开会的和在江州送外卖的根本就是2个人。笑话！你随便找个人来就算铁证，那我可以找100个人来证明你梁天宇和南万山就是投靠4国财阀的内奸。你血口喷人！你想要铁证是吗？我这里照片、视频、聊天记录，要多少就有多少。林大小姐，你的辉哥哥就只是一个舔狗而已，他那么勤快的送外卖啊，只不过是为了攒钱给我花。除了人证，整条街上的监控也都在我的手里。如果大家想看这个冒牌货是怎样送外卖的，到我这儿来啊，领路叫啊，好吧？诸位，铁证如山，他就是一个冒牌货。如果让这样地位的人来做我们商界的总盟主，那外人会嘲笑我们大夏举国无人呐。小李，怎么感觉我说完那些话，你的麻烦更大了？大姐，这不是你的错，谢谢你一直为我担心。外卖佬，承认吧，你完蛋了。这家身为大夏第一世家，用一个替身哄骗世人，想一手遮天，像这样的世家就是我大夏的毒瘤啊！必须铲除，必须铲除！铲除？我江州叶家第一个不答应。李少从江州到京城，哪一次出手不是雷霆万钧，卓然拔群？我叶万宁生平从未见过如此无双的才技。要说李少是替身，我叶万宁绝对不会相信。婉宁姐说的对，你们别忘了，刚刚正是李少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而那些口口声声说他是替身的人，恰恰正是扰乱白银市场，企图把诸位当成韭菜收割的无耻之徒。哎，你别转移话题，他是替身这件事儿就是板上钉钉。就是，你说他有本事，你们未免也太天真了吧？说几句事先备好的台词，你们就真当他是什么大神了？无论是他有真本事还是假本事，名不正则言不顺，他根本就不是京城李家的人，就没有资格来做商界的盟主。按你这意思，只要是京城李家的人就有资格了？当然了，京城李家是大夏第一世家，只有李家的嫡系才是正统，才有资格统领9州世家，才能够坐镇大夏商界。那你知不知道，你眼前的这位就是李家的正统？谭伯伯，谭老来了。少主，这些个杂碎就交给我吧，你留着精力对付雷洞天。有的消息了，股市突然出现了8万做空大夏指数的合同，这手法和雷洞天狙击东南诸国那是完全一致的。老狐狸终于露出尾巴了。诸位，谭伯伯在李家做了40年的管家，辉哥哥的身份啊，他再清楚不过了。这样的人证，那才叫铁证。李家管家，那不就是李家的狗吗？那还不是主人怎么说你就怎么叫啊？算什么铁证？吃谁家的饭，听谁家的话，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我就不明白，梁大公子打小是吃我们大夏的饭长大，怎么就吃里扒外，反倒成了4国财阀的马前卒了呢？是不是血口喷人？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居然污蔑我，真是无耻至极！我告诉你，自始至终我都一直跟着干爹做事，我几时做过鬼懒的马前卒？哎，大家都听到了是吧？你说你在为谁做事？你在为南万山做事是吧？啊，梁大公子，谢谢你啊，谢谢你大义灭亲，亲口指证出了这个大内奸。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南老爷子可是无首为首，是我们大夏的重要人物，和那些鬼佬有什么关系？你别以为你有李家做靠山，你就可以信口雌黄，污人清白。扯谎诬陷这种事儿，不值得老夫去做。南万山，我只问你一句话，这1个星期与你相关的资金流动有2000多个亿，你到底在做些什么勾当？谭振海，你个李家老奴，你有什么资格来质问我？不承认是吧？我替你说，除了给林家那6亿，
其余的1400亿都是通过崔家的离岸公司打到了5大基金公司的账户上。放屁！绝无此事！我崔家对大夏忠心耿耿，绝对不可能和那些鬼佬有勾当。崔大少，看来你是不知道啊，你们崔家3公子就是那些走账的离岸公司的股东吧？我这里可有详细的资料，你要不要看一看啊？一派胡言！三弟，你是受人蒙骗，才被迫做了那什么离岸公司的股东。这都能当面抵赖，崔家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让人恶心。不知者无过，此事我三弟不知，我更加不知。不要给我们崔家乱安罪名。你想怎么理解都可以，但是你崔家出局。出局？我崔家身为堂堂京城5大世家之一，不让我们崔家掺和，你也没得玩。我想你是误会了，出局的意思不是哪一家没得玩，而是你崔家彻底玩完了。你敢诅咒我崔家？从你们崔沈薛3家助纣为虐，重金开出多单那一刻开始，你们就是在给自己下咒。少唬人，我们只是想赚点零花钱，你少搁这上纲上线的。还什么助纣为虐？这怎么买卖是我们的自由，关你什么事儿？很好，既然你们给脸不要脸，谭老掀了他们的底牌。就在刚刚，我大夏的股市突然出现了8万个做空指数的合同，其款项来源非常明确，就是4国财阀。不到1分钟之内，又出现了3000单做空指数的合同。3位公子，这3000单合同你们谁的？笑话，这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这就是无端的恶意的抹黑。我们会请最好的律师告诉。不见棺材不落泪。我大夏为了防御4国财阀的金融狙击，已经将资金来源的监管提到了最高的等级。你们偷偷做的那些事情早就无处遁形了。你们3家在白银期货市场上偷鸡不成蚀把米，为了填补亏空，不惜站队4国财阀，做空我大夏，其心可诛。吃里扒外的东西，把这3个无耻的内奸绑了，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刚才做白银期货就想坑死大家，现在更是变本加厉，真是罪该万死。绑了他！别绑了！是他，都是他。他让我们做空指数，说马上就能挽回在期货市场的损失，让我们加杠杆跟进。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4国财阀的阴谋。我们是无辜的，我们被南万山这个老头子给骗了，他才是4国财阀的走狗。是他，之前的白银期货是他忽悠我们进的，可是我们只是想赚点钱，从来没想过叛国呀。谁逼你们了？干嘛都把脏水往我干爹身上泼呀？一个李家的老奴，还有这么一个冒牌的货，把我们大夏众世家耍的是团团转呐！南老爷子说的对，他们故意挑起你们3家和老爷子之间的矛盾，就是为了转移视线，好让你们忽略他是个冒牌货的事实。这2个无耻小人，先是合谋控制李家，现在又妄想成为商界总盟主，控制大夏商界，他们才是居心叵测之人。我还是那句话，明正才能言顺。这个人根本就不是李家的人，绝对没有资格做商界的总盟主。诸位，南万山一伙人一直咬着少主的身份不放，这就恰恰的证明了他们就是4国财阀的走狗。没错，大家仔细想一想，辉哥哥刚刚在白银期货市场粉碎了南万山他们的阴谋，他就用质疑辉哥哥身份的方式来让他出局。没错，两军对垒之际，有谁会先把自家主角拉下马？除了那一点。不好了，国际市场上开始突然巨量抛售大夏货币，这汇率要撑不住了。股市也大跌了，是汇市股市双杀，4国财阀动手了。诸位别慌，一股也不要卖，不要做4国财阀的帮凶。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恐慌，4两拨千斤，让我们自己相互踩踏。现在的股价疯狂暴跌，你让大家一股都不卖，是要让所有人跟你一起陪葬吗？梁天宇，你还是不承认自己是4国财阀的走狗，就想让大家互相踩踏是吧？林大小姐，我又没说卖了不买回来，高位抛低位接，让大家大赚一笔。你不会连这点技术都不懂吧？完了，大夏指数从14000点跌到了11000点，就这么会儿功夫，竟然跌了3000点。接下来就有考验1万点关口了，如果1万点没守住，只怕我大夏危矣。我说什么来着？
晚走不如早走，谁要害诸位，谁为各位着想，现在一目了然。诸位，听我一言，只要大家统一思想，持股不动，光凭四国财阀手中那点大夏货币和做空合同，虽然可以打穿1万点，但已经是强弩之末。那时，就是我们收复失地的时候。打穿1万点，老百姓都开始狂抛了。那时候我们就是在半山腰站岗的傻子。金融战就是心理战，四国财阀的计划本来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打穿1万点，造成举国恐慌，让我们多头杀多头，自毁城池。所以破解之道也很简单，就是筑起一道信心长城。信心长城啊，我明白了，只要信心不破，哪怕只剩1000点，我们也一定能打回来。说得好，大敌当前，身为护国世家，正是我辈共赴国难之际。我江州叶家在此立誓，倾尽我叶家财产，为我大夏；我京城林家在此立誓，倾尽林家财产，为我大夏；我云州孟家在此立誓，倾尽孟家家财，为我大夏；我海州赵家在此立誓，倾尽赵家财产，为我大夏；我京城李家在此立誓，倾尽李家财产，为我大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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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疯了吗？居然被一个冒牌货忽悠的死死的！现在汇率大跌，市场上全是抛出的大夏货币，货币贬值，物价通胀，你们哪来的信心筑长城啊？市场上抛出多少货币出来，我们就收多少，汇率很快就会稳定。吹牛捅破天，你凭什么收啊？你根本没有那么多国际货币。谁说没有？你可别忘了，我们林家可不是只有银矿，战略级的贵金属可都是我们林家的。这30年买卖做下来的储备，可不是你一个江州末流能想象的。林大小姐，你林家虽然厉害，但也不可能富可敌国。就说你是江州末流嘛，什么都不懂。大夏真正的2大柱国，左邻右里，在10年前啊，我们林家的实力甚至在李家之上。天哪，是真的，汇率真的开始反弹了！太好了，只要汇率稳定，货币就不会贬值，那物价也会恢复稳定，大家的信心就有了。梁天宇，回去告诉你的杨主子，想和我们大夏掰手腕，他们的实力啊还不够。放屁！什么杨主子？你又在抹黑我。就算汇率稳定了又如何？只不过是苟延残喘。现在大夏所有世家的金融资产都在股市里，你也不看看，现在大夏指数已经快跌到1万点。如果刚才走，诸位的金融资产最多损失2成，现在1万点的指数即将被击穿，恐慌性的抛盘一触即发。不知这场金融风暴后，你们这些世家还能剩几块骨头啊？南万山，你吆喝的这么起劲儿，你是改行了，给鬼佬当气氛组组长了吧？诸位，这些人一直唱衰我大夏，其心可诛。老家奴，你想和这个冒牌货一起把大家伙拖下水吗？你才是大夏的罪人！荒谬！如此拙劣的倒打一耙，在座的有几个能相信你？韩老，不必和这些将死之人做口舌之争，他们身上背负着天量巨债，早已变成了为虎作伥的伥鬼。等我打爆四国财阀背后的雷动天，这些人自会灰飞烟灭。不好，大夏指数1万点破了！拍胸脯喊口号有个屁用啊！指数破万，他们李家连一点反抗都做不到，还扯什么信心长城，根本就是骗人的！哼，干爹，这些世家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实话告诉你们，李家和林家他们2家的资金都沉淀在了现货白银里了，他们现在根本拿不出资金来拖住股市。鼓吹什么信心长城啊？其目的就是让你们这些世家给他们当炮灰，等你们都完蛋了，他们2家依然靠现货白银留存住他们的资产，他们依然是大夏的顶尖世家，这才是他们打的如意算盘。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被耍了，指数又跌到了1000点，9000点也守不住了。李少，你们还会出手吗？当然会，还未到强弩之末时，再坚持一下。还在忽悠？姓李的我就不信，你刚才下的1500万手的白银期货，对应的白银是21万吨，你手里有那么多存货，手头里还有这么多资金？我只说过我有7万吨现货白银，哪来的21万吨？刚才你开1000万手空单的时候，亲口说了，你还有2个游泳馆的存货。这话连我自己都不信，你竟然信？你耍诈！兵不厌诈，连这句话都没听说过呀？
混蛋！崔晨薛三家被你炸得离石反水，还让我们功亏一篑！你这混蛋！自作孽不可活。从他们鸡贼的想在这场金融战中捞一票的念头产生的那一刻起，他们注定会身败名裂。放屁！得了便宜还卖乖，我们三家绝对不会放过你！怎么想报仇啊？你们三家这辈子是不会有机会了。滥用高杠杆，你们三家负债已经是天文数字，再加上做空我大夏指数，等我建成2万点的那一刻起，你们会全部爆仓！放屁放屁放屁！现在指数已经跌破9000点，老子做空已经赚翻了！哈哈哈哈！2万点，你下辈子吧！他妈的，崔安民，你吃我大夏国的饭，发我大夏国的国难财，还这么嚣张！弄死他！各位不要着急，等此战结束，这些人一个都跑不了。也不过是靠奸计侥幸胜了白银期货市场，但股市里资金规模比期货市场要大得多，靠耍诈你不可能赢。谁说我耍诈了？我原本打算购买14万吨现货白银的钱，已经变成了这场金融战的弹药，就等着空弩扳机了。怎么，你们现在觉得我有没有这个实力对付4国财阀和雷洞天？好一个虚虚实实啊！竟让老夫在白银期货市场吃了这么大的亏，这也恰恰证明了你不是李辉。李辉没这个水平。我李家人的实力不是你这种人能估测的，我也根本不需要向谁证明我的真实身份。你们只需要知道大夏有我在，就一定会赢。你就继续拍胸脯吧，指数已经下挫8000点，马上就要跌破。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大救星是怎么样赢的。辉哥哥，指数就快要腰斩了，我们现在要出手吗？叶家资金已全部调齐，随时可以出手。时机还未到，再等。小子，在绝对大趋势前，你的计谋、你的技术完全没有用处。你一个人输了也就算了，连累大夏世家这么多人被埋，你才是不折不扣的千古罪人。你说的没有错，在绝对实力面前，你说的屁话一点用都没有。不好，7000点岌岌可危，指数从最高点腰斩了。辉哥哥，要开始了吗？是不是差不多了？再等。李少，我们资产全部腰斩了，再这么等下去何时是个头啊？是啊，你总得告诉我们一个反攻的点位啊，让我们心里有个数啊，不然一直提心吊胆的，太难受了。好，你们记住了，我们的反攻点位是6800点，看我摔杯为号。李少，6900点，突然放出巨量，有人好像比我们先动手了。很好，把手里的3成股票一起砸出去。什么？砸盘？砸！我的天，这一波直接把指数砸到了6300点。诸位，为我大夏剑指2万点，战！指数反弹，气势如虹，6350、6400、6500，收复7000点了。少主，京城和天下9州均已收到了我大夏商建联盟的护盘公告，现在呀，民心稳定，汇率也恢复了正常。收复8000点了，这速度简直疯狂啊！股指期货市场如何？不出您所料啊，您说6800点摔杯为号，涌现出了大量做多的高杠杆期货合同，随后呢，您又把它砸到了6300点，这一波操作下来呀，全都干爆仓了。他们开多仓时，我们开空仓，正好吃下了对手盘，凭空赚了1000亿，相当于砍掉了雷洞天的一条手臂。按照他的脾气，应该已经按耐不住了。收复9000点了，打爆那些鬼佬的红头，逼近万点大关了，放巨量了，挣脱白热化了。晴儿，让他们看看林家的实力。好嘞，我早就等不及了。什么？爆巨量拉升，直接冲到了11000点。这不算什么，大家都系好安全带，我会带大家直接攻上15000点。好，跟着李少冲啊！怎么回事？指数反而跌了，又跌回1万点了。什么情况？不会再次破万吧？破万，此生不会再见。涨了，又涨了，再次攻上了11000点。各位的配合非常好，刚才这波回撤，我们的资金池又多了500亿。什么？这波回踩是李少您故意的？南万山，我最该感谢的是你啊！没有你的通风报信，前后2次1500亿不会那么容易被我得到。你又在耍诈！雷洞天让你做卧底，难道就不是在耍诈吗？你想在杨主子面前立功，被我反利用，帮我赚了1500亿，
我很满意。你敢利用我？哼，这回你承认自己是内奸了。你的算计早在我预判之中。从收购银矿开始，你们的目的始终是股市，只不过为了沉淀我的资金，声东击西，才搞出白银期货那一出。不过可惜啊，从你们布局开始时，我们的布局已经好几年了，你们不过是我计划中最后一块拼图而已。不可能，不可能！你不是李家的人，不可能通手这么大一盘棋。事到如今，你还敢诋毁少主？南半山叛国之罪铁板钉钉啊！你们几个下半辈子就等着在牢里度过吧。李少，我和他们不是一伙的，都是梁天宇那个王八蛋他胁迫我，我才会对你做出那样的事情。我现在愿意做你的舔狗，你原谅我吧。滚蛋！你这个见风使舵的拜金捞女，也配在李少面前求饶？你干的那些烂事儿，死不足惜。卷子都上交了，你还想改答案？这种白日梦，你还是留着在牢里慢慢做吧。李少，我只是个家境贫寒的弱女子，你们说我拜金，难道有什么错吗？你们个个都是公子小姐，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所以，为了改变命运，就可以毫无底线，不择手段，对吗？我不像你，我没有财富，更没有权利，除了出卖我自己做交换，我还能有什么价值？别再装可怜了，路都是自己选的，又没有人逼你这样做。秋露，你别忘了，你曾经是怎么对待李少的？但凡是一个有一丁点良知的，都不会像你一样用最不堪的方式去羞辱他。所以啊，你就是咎由自取，别再假惺惺的装可怜了。李少，你救救我，我不想坐牢。秋露，我不止一次给过你机会，但你通通都不要。如今机会大门已经关上了，晴儿和婉儿说的正是我想说的。走吧，贱人。梁天宇，你个王八蛋，都是你害的我！死女人，你给我闭嘴！扯上我干嘛？我和你没关系。梁天宇，你不是最喜欢跟秋露在一起吗？还愣着干嘛呀？李少，饶命啊！李少，是那个女人一直拖我下水，是她一直勾引我的。李少，我想你搞错了，梁天宇，我绝对不会因为那个贱人对你做任何事情。但是你助纣为虐，意图亡我大夏，此事绝不可饶恕。你一定是搞错了，我绝有此心，李少，我绝有此心，李少。再他妈唧唧歪歪，嘴给你撕烂了，拖出去！李少，李少！南万山，都别动我，我有心脏病，随时都会猝死。谁动我，谁给我偿命！别着急，不用我们动手，想动你的人自然会来。快看，指数一路上升，已经突破13000点，气势如虹，气势如虹了！不可能啊！除了当年金融冥王，没有人会是龙王雷洞天的对手啊！南万山，你怎么断定在这场事关大夏未来的金融大战里，金融冥王就没有出手呢？什么？连沉寂已久不出世的天才金融冥王都出世了？我大夏真是鸿运通天呐！金融冥王实在太厉害了，当年连挑高丽财阀、扶桑财团，更逼得纽约龙王背水一战，真神人也。可惜那一战胜负未分，金融冥王至此销声匿迹，世间留下的就是些传说。金融冥王当年横扫国际金融市场，那是我大夏的骄傲。如今大夏有难，金融冥王怎会独善其身？必会出手进乾坤。不可能，金融冥王不可能活着。南万山，给你最后一次向阳主的邀功的机会，告诉雷洞天，我就是金融冥王。你终于露脸了，金融冥王！这人是谁啊？有点眼熟啊！我操，他就是各大财经频道的霸本大神纽约龙王雷洞天！什么？雷洞天居然敢来这里？龙王殿下，老朽辜负了您，请责罚。南万山呐，你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你今天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引出了金融冥王。老夫岂敢贪功，这都是龙王您的威仪所致啊！你倒是识相啊！呜呼！金融冥王，别来无恙啊！什么？
您真的是金融冥王，怪不得这场战役打得酣畅淋漓，不愧是横扫金融市场的不败冥王啊！雷洞天，你当年在金融战上输给我，居然害我家人泄愤，今日我定让你百倍奉还！你要报仇啊？你他妈凭什么？该死的雷洞天，在我大夏的地盘上，你还敢如此嚣张？你今天绝对走不出这里！我今天既然来了，我就不可能走不出去。这里全是我大夏的人，你凭什么？就凭这几个属下吗？就你聪明啊！我手下的这几个，他们身上都绑着炸药，足以把你这里炸的是一片废墟。雷洞天，你想要什么？你只要跟我走啊，你们大夏的精英都能活，否则的话，今天就让你们大夏整个的商界顶层团灭，用我老夫一个人换你们整个商界的顶层，太他妈划算！你当年就是用这招威胁我，害我家人惨死。同样的招数用第二遍，你觉得还管用吗？当然管用了，因为啊，你他妈没得选。当年我的确是没得选，现在我有的选。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失灵？当初你陷害我李家，你以为我们会善罢甘休？自从你入境以来，你的一举一动都被我们大夏掌握着。但是你们不可能掌握切断信号的技术。你错了，我们只是采取最靠谱切断信号的技术，那就是人。你们四个归队吧。他们居然是，都他妈是你们的人！雷洞天，你现在看看大夏指数是多少？怎么可能？21000点！国运昌盛，5倍守护有责，犯我大夏者，虽远必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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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迟早是我，你在这装什么军机烈女？三姐不要，不要！徒儿，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三师姐穿着婚纱自杀了，这幻境也太扯了吧！你看到的不是幻境，是未来。老头儿，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纯阴体质注定是惨死的结局，你另外2位师姐也都如此。那你赶紧想想办法救救他们。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你。我？纯阳体质的你，是化解你3位师姐惨死结局的唯一变数。若不赶紧下山找到你3位师姐，阴阳调和，你也活不过25岁。我这就去找我三师姐，拯救她结婚之日惨死的命运。下山后，你用得上。港城的路这么复杂，我怎么找我三师姐？老生，你现在虽然背叛我，白总，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反正迟早是有人要对你下手的。不如这个钱就让我挣吧。居然把背叛说得这么利索的，人才啊！你对我做了什么？你可是高不可攀的港城商界女王白冰啊！机会摆在眼前，那我不得好好尝尝这冰山美人的滋味？
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男人的快乐，女人的火热。放开我！哎，这么水灵灵的美女，被捉过，还真行。放开我！你们禽兽！哪里来的野狗？少多管闲事儿！美女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说管不管我的事儿？既然你自己找死，那就怪不得我了。不好意思啊，没给你这种垃圾打过，下次不会。今天谢谢你救了我，就当我欠您的人情。这是我的名片，以后如果你遇到事情，可以随时来找我帮忙。风云集团总裁白冰，你的面子在港城好不好使？在港城，没有人不给我白冰3分不高。那能不能请白小姐帮我一个？你来干什么？我说了，我说不想休息一下，请你出去。我今天终于要如愿以偿了。你放开，请你放尊重一点。刘涛，我跟你外面那些女人可不一样，没有我的允许，你不准碰我。真以为我给你脸了啊？贱女人，你搞清楚，是你们苏家跪求着让我娶你的。现在能救你的只有我们刘家。原来你也知道，要不是家族以死相逼，我根本就不可能嫁给你这个死变态。你不要尊重你们，你知道一个丈夫对妻子最大的尊重，就是带给她极致的快乐。来，放开我这个混蛋！我今天让你体会到做女人的快乐。干得好！你不要过来！你走开！你这个禽兽！继续骂我就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来，继续骂！来！今天就算是死，我也不会让你得逞的！不要！三师姐，好久不见。小师弟，你终于来了。三师姐，你真傻，居然为了这种人要了结自己的生命。不过你不用怕，现在我来了，我来帮你教训这个人。他妈谁呀？啊！一个臭服务员也敢英雄救美？这一巴掌是替我师姐还你的。操你妈！你敢打我，你个臭贱民！保安，给我进来！刘畅，你怎么了？这他妈臭服务员敢打我，你们给我弄死他！我钱就是谁的？你连刘少都敢动，你是活腻了！兄弟们，跟我上！师弟小心！哎呀！你别过来啊！是刘家杀手，你敢过来，你就别在港城待下去。那你信不信？我不仅敢动你，还敢杀了你！我还敢杀了你！师弟，快住手！杀人是犯法的。我告诉你，苏晓是我的师姐，你要是敢动她一丝一毫，我必让你后悔来到这世界上。师姐，你愿意跟我一起逃婚吗？苏来的，苏小跑了，你得给我个交代，否则苏家就等着给我死吧！追！站住！
苏夏，你想逃婚，门儿都没有啊！你生受刘涛的人，死受刘涛的鬼。苏夏，你上哪儿去？你难道真的要悔婚？对，我就是要悔婚，我不嫁刘涛了。我们苏家的麻烦可以另想其他办法解决，但是我真的无法忍受让一个畜生做我的丈夫。你疯了吗？说什么混账话？你是要将我们苏家给害死吗？小小，是不是你旁边这个野男人教唆你的呀？其实你没这么任性的呀。他不是野男人，他是我师弟。师弟？你难道就是青云的徒弟陈阳？没错。豆豆的，这副到底谁呀？他居然敢动手打我，怒死！小小年幼时候啊，身体虚弱，有个道长路过我家，说他跟小小有缘，想收他为徒弟，还说如果他不上山的话，过不了15岁。于是我们就将小小啊送上了山，他这天然才回来，而他就是那位道长的小徒弟。哼，说白了就是一个假道士，穷酸徒弟，从山上跑下来的野小子。野小子，我承认你有点东西，但是出来混靠的不是圈套，是金钱，是社会地位，你懂吗？老子今天再给你一次认错的机会，跪下给老子磕3个响头，然后从胯下钻过去，这事儿就这么了了。刘涛，你真恶心！这么拥护你的师弟啊？行，那我不为难你的师弟了，只有你乖乖嫁给我，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不然的话，你信不信我刘涛有100种方法玩死他？今天有我在，只要我师姐不想嫁人，你们谁都别想。野小子，本事没有啊，口气倒是不小。你今天……你不是说这个社会看的是谁钱多，谁社会地位高吗？那风云集团的白冰你认识？白冰？说的白总啊？你不会告诉我你这副就算让你认识白总吧？哦，不怕告诉你哦，白总是我刘氏集团最大的合作伙伴，你说我认不认识？那就好。白小姐，来港城大酒店一趟，小爷我遇到点麻烦。小爷我遇到点麻烦。果然是大山上跑下来的野小子，口气不小，只会吹牛。野小子，你不会以为你自己真是个人啊？你别说你有白总的电话了，就是我都不敢跟白总这么说话，你真是不知者无畏呀！哎，把这废物给我拖出去，手脚给我动了，丢出去喂狗！你要剁谁的手脚？白总，您怎么来了？陈先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你解决吗？这位刘大少爷说要剁了我的手脚喂狗，要剁了我的手脚喂狗。不是，白总，我不知道这位野小，我不知道这位陈先生是您的朋友。要是我知道，您给我100个胆子，我也不。伸过来。若你不想刘家覆灭的话，就照我说的做。记住，你要是再敢找陈先生的麻烦，我让你刘家不复存在。陈先生，不知道我这么处理的话，你可还满意？小爷我很满意，不过我现在不太想看到这张丑脸。我走，我现在就走。白小姐，麻烦解决了，有什么事儿我再找你。好，那没问题，我就先走了。小杨，你跟北总是什么关系啊？
哎呀，只是有过一面之缘，小爷我下山前帮了他一个小忙，然后欠我点人情了。切，原来是狐假狐威啊！我以为你跟白总的关系不错呢，我就不信白总帮了你一次，还会帮你第二次，后面刘家肯定会找你麻烦的，看到时候白总还帮不帮你？哎，老爷子，我们还得将小小嫁到刘家去，这样的话，刘家的怒气就不会波及到我们苏家了呀。我都说了我不嫁刘涛，为什么非要逼我呢？我说过，今天我在这儿，你们谁也别想逼我三师姐嫁给他不想嫁。你这个野小子，你还敢说话？今天要不是你的话，我们这个订婚宴就没这么多事儿。陈阳，如果你真有本事，我们就打个赌，怎么样？赌什么？3天时间完成2件事情。没问题。第一件事情，调查兴旺药材公司。之前苏家要我出点事儿，药材是他们提供的，我怀疑跟这家公司有关系。第二件事，本来是刘家要给我们苏家送药材的，达成协议，但是因为你而彻底搅黄了，所以需要你帮我们找到合适的供应商。2件事，那要是我没办到？很简单，就别再管我手里的事儿。你是害怕了吧？没问题。2件事，3天之内，小爷我给你们办的妥妥当当。你说的啊。小师弟进来吧，这就是我家了，别客气，当自己家一样。这边。坐吧。小师弟，你刚下山肯定没地方住，我家呀空房间很多，一会儿我收拾一间，你就跟我一起住吧。行，没问题。哎，对了，师傅怎么样了？他呀，活死了，他老人家说的好好的。小师弟，这是什么话？我不准你这样说自己。师姐，我没骗你。师傅下山前跟我说，我体质特殊，可能活不过25岁，需要3位师姐才能救我。怎么救？这个……哎呀，小师弟，快说呀！不管什么方法，我都愿意救你的。师傅说我阳气过盛，而3位师姐呢又是天生的纯阴体，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助我体内阴阳调和。什么方式？就是造孩子那点事儿。造孩子那点事儿。师姐，我知道你肯定不愿意，你放心，我肯定不会强迫你啊。师弟，你干嘛？还能干嘛？救你啊！那个，咱们先不着急啊。我先去办你爷爷交给我的那些事儿啊。哎，小师弟，你跑什么呀？哼，都住到我家了，还能让你跑得了不成？哎，干什么的？小哥，我是来应聘保安的。小子挺会来事儿，看你身材挺壮实。哎，那就收了你吧。工资5000，包吃包住，怎么样？没问题。以后还请小哥多多提携啊。好说好说。这样，你去换保安服，然后就到处走走去巡逻吧。好嘞。玩的挺花呀。哎呀，周总，不要嘛，这是在公司，我害怕有人看到。哎呀，你小点声不就完了吗？真是的。哎，你坏死了。找到正主了，咱们得礼貌点。周总，不会是你家母老虎来了吧？谁？你叫什么名字啊？你个破保安，不好好看门，好这干什么？我是谁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问什么，你回答。
你个臭保安，竟然敢跟老板这么说话，你还想不想干了？你呀，被开除了，赶紧给老子卷铺盖卷走人！看来周总有点听不懂人话。你这个破保安，你听不懂人话吗？周总，你别生气了，我马上通知保安部的人过来，把他轰出去。哎，你们在叫人之前，要不要先看看这张照片？先别打电话。小兄弟，这有话好好说吧。你先坐，你先坐。做就不做了，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呢如实回答，我就可以删了这张照片。然后这件事呢，我也可以当做没发生。然后这件事呢，我也可以当做没有发生过。好，小兄弟，你问啊。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取消和苏氏集团的合作？你是苏氏集团混到我们公司的呀？如实回答我的问题。苏氏集团呢，之前的药品质量出现了问题，我们怕受到影响，所以就停止合作了呀。说实话，哎呀，小兄弟啊，我不管苏家这次给你多少钱办这个事儿，我给你100万啊，把照片删了，怎么样啊？不怎么样。嘿，小子，你可别不识好歹啊！这是在我的地盘，我呀不想把事情闹大，所以才这样的。你还真以为我怕你不成啊？啊！我告诉你，我今天能让你走不出去。小爷我能安然无恙的走到这儿，就能安然无恙的走出去，谁也拦不了。哼，不知好歹！保安，都给我进来！把这手机给我砸碎！他要是敢反抗，就狠狠地把他揍一顿。现在周总能好好谈谈了。哎呀，哥，是刘家施压，让我陷害苏家，取消跟苏家的合作。哎呀，这是跟我没关系，我什么都没做呀。周总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你看，我不会有这么多事儿，是吧？你都录音了？对呀，所以呢，周总好自为之。有了这录音，苏家就能起来了。喂，青云道长，我终于等到您出山了。你找我师傅啊？有事儿？师傅，你难道就是青云道长团结过的小徒弟陈阳？是我。我是港城中医院的院长李如河。之前你师父游历四方，曾经帮助我们医院治了很多病人。李如河？哦，原来是李院长啊！那没有什么事，我先挂了啊。等一下，陈先生，我们医院遇到几位棘手的病人，你承青云道长的衣钵，肯定医术也很厉害，所以我希望你能帮帮我们。肯定医术也很厉害，所以我希望你能帮帮我们啊！帮忙没问题啊，我呢正好也有些小小的问题啊，想让李院长帮忙，那我现在就过来。好。哎，你好，请问李院长办公室在哪？李是来我们医院应聘保安的吧？这不需要找李院长，直接去我们喝就行。我不是来应聘保安的，你们李院长请我过来有事儿。李院长请你过来，别搞笑了，我没空跟你闹，赶紧走开。你不信的话，自己打电话问，跟他说陈阳来了。烦死了，游戏又输了。臭保安，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李院长很忙，没空搭理你，懂吗？你敢打我？上班时间打游戏，
满嘴喷粪，一点儿都不文明。今天小爷我就教训教训你。老板，怎么了？孙科长，你得给我做主啊！这个臭保安居然朝见李院长，我说他没资格，他就打人。你看，臭保安是来闹事儿的是吗？还想见李院长啊？也不瞧瞧自己什么身份？你就是这个医院的科长。没错，我就是药剂科的科长孙阳宇，也只有我能随时见见李院长。这个呢，叫做社会地位。你一个小小的臭保安，还想见李院长，简直是痴心说梦啊！所以你觉得你社会地位很高，就很优越，就高人一等？当然，人呐，得有自知之明啊。像你这样社会底层的垃圾，就应该乖乖的待在垃圾桶里面，懂吗？那你信不信，只要我一通电话，就能让你现在自豪的一切全部消失。现在自豪的一切全部消失。我好怕怕呀！哎，我倒是想看看你能把我怎么着。哎，李院长，我在你们医院大厅啊，那边有个什么科长说我没资格见你，要不我走？行，好。你们李院长让你在这儿等他。孙科长，你说他是不是有精神病呀？想去精神病医院，跑错了地方。喂喂，我在精神病院倒是有几个朋友，要不咱们做个好事儿，把他送过去得了呗。孙科长，那他打了我，你得给我出气啊！你放心，保安，全部给我过来！这个人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为了防止伤害他人，将他给我控制住，送过去。孙杨元，你找死啊！我请你的人，你敢动？李院长，李院长，你怎么来了？给我滚开！滚开！陈先生，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不过你要再来晚一点，他们就有事儿。你到底什么人？孙杨远，你还不会知道陈先生的身份？你不是社会地位高，看不起人吗？我要把你变成你最瞧不起的那种。院长，想要我帮你可以，不过我要这两个人从医院消失。陈先生，我明白了。陈先生，陈先生，我错了，我求您原谅我，是我原谅不是他杀，我求您原谅。孙杨远，从现在开始取消你药剂科科长的位置，滚出医院。院长，你不能开除我啊！我在医院工作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们药剂科管理这么好，要是没有我的话，我好了。孙杨远，你把药剂部管理的好，你当我真的不知道你吃灰狗的事啊？啊！要不是因为看在你为医院工作多年，我早把你送进去了，还不快滚！我滚！哎，孙科长，等等我！陈先生，实在对不起。行了，找个地方说正事。好，这边请。哎，陈先生，你请坐。好。陈先生，你这身穿着是？好，刚才啊，帮苏家调查兴旺药业的事儿，所以啊，换了身保安服混进去的。现在呢，打电话打得急，来不及换回来了，我就赶过来了。哦，那陈先生，你跟苏家的是？好，苏家大小姐呢是我的三师姐。哦，原来如此啊！行了，说正事吧，就这样。哦，
韩老爷子韩通。什么样？这是韩老的病历。韩老爷子前几天突然中风昏迷，现在算是抢救过来了，但是生命体征一直都不稳定。我们医院10几位专家会诊，到现在都没有得出一个结果。行，这病啊，能治。哎呀，那真是太好了。那个陈先生，那我们赶紧我有一个小小的条件。哦，陈先生，您尽管说，我能做到的，绝不推脱。我呢，跟苏家老爷子打了一个赌，说要帮他们苏家找到合适的药材供应商。您呢，作为医院的院长，这个忙应该不难吧？陈先生，这个呢没有问题恐怕你还不知道啊。那个韩家老爷子，他们这个家族在我们港城市老牌家族，我们医院的药材供应就是他们家负责的。你只要把韩老爷子救过来了，那还有问题吗？行，那还等什么？走吧。好，陈先生，你要不要换件衣服？也行。李主任，我爸他怎么样了？这昏迷3、4天了。韩先生，你别着急，你爸的病情我已经想好治疗方案了。李院长，您怎么来了？李阳，韩老后面的治疗你就不用负责了，我请了一位神医过来。神医？哪个神医？李院长，神医在哪儿呢？赶快让他给我爸治病啊！如果给我爸治好了，我们感激不尽。陈先生，麻烦你了。好，等一下，李院长，你没开玩笑吧？他这么年轻，怎么可能会是神医？我当然没开玩笑。陈先生，为了对我的病人负责，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问。请问陈先生毕业于哪所医学院？没读过医学院，从小我师傅教我学的医。那请问师承何方？山野村医，不值一提。李院长，你哪里找的江湖骗子？你是不是被他给骗了？敢让他给韩老治病，你就不怕出事？李院长，你这不胡闹吗？赶快带着你所谓的神医走吧。我还是相信李主任的医术。韩先生，你还是让陈神医试试吧，为人的担保，他一定没问题。赶快走吧。既然都不相信我，那我还是走吧。不过奉劝诸位一句啊，老爷子命不久矣呀，不久矣呀！你这个混蛋，你敢咒我爷爷死？李院长，再不把他带走，我看你这个院长也别干了。李主任，快看看我爸怎么了？病人心跳衰竭，得赶紧打肾上腺素，然后进行手术。奉劝你一句啊，你这一针下去，老爷子……你给我闭嘴你啊！李主任，快给我爸治疗。好。李阳，心跳怎么停了？韩先生，这韩老身体素质太差了，没有扛过去，这跟我没关系啊，请你节哀顺变吧。让开，庸医。混蛋！你要对我爸做什么？想要你爸活命，闭嘴！
依依是抢救回来了吗？刚刚人都没心跳了，光靠银针怎么可能救活？一定是机器出了问题。依依，你醒了？哎，爸，你总算醒了，你都昏迷3、4天了，我们都急死了。奇迹啊！医学奇迹啊！真的是医学奇迹呀！建国，是谁救了我？爸，是这位陈先生，陈阳救了你。陈先生是？韩老，陈先生医术了得呀！要不是他的话，您恐怕是数多其少啊！陈先生，刚才是我有眼无珠，你别放在心上啊。你是我们韩家的贵宾，从今以后，在这个港城，我们韩家还是有几分能量。有什么需要，吩咐一下，我们韩家一定全力。韩先生，陈先生确实有件事需要你们帮忙。苏家需要一份药材合同。陈先生，你和苏家大小姐是什么关系？苏家大小姐是我的师姐。建国，这件事交给你去办，一定尽全力满足陈先生的要求。好，爸，没问题。我会尽快拟定好药材动用合同，送到苏家。药材动用合同送到苏家。行了，再过2天就能活蹦乱跳了。没什么事儿，我先走。陈先生，我送送你。娘，你还要做什么？陈人义，请收我为徒吧。不好意思啊，暂时没有收徒的打算。让你。陈先生，等等我。陈先生住哪儿？我送你吧。送我去我师姐那里吧，安澜小区。你跟你师姐住在一起啊？对啊，我刚从山上下来，暂住在那里。陈先生，虽然苏小姐是你的师姐，但你们同居一室有点不太合适吧？况且这或多或少会影响你师姐的名声啊。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这样吧，你救了我爷爷，我肯定得好好感谢你。我在港城酒店给你开个房间，你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你看怎么样？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走，我带你熟悉一下。好。韩小姐，这里环境不错。陈先生喜欢就好。对了，这是我的名片，有什么事情的话你打给我就好了。好。周鹏哥哥，记得再来玩啊！走吧。周鹏，婉晴，你怎么在这儿？哎，不是婉晴，你听我解释啊，我不认识那个女的。周鹏，你没必要跟我解释，不想见到你。哎不，韩小姐，这是谁？韩婉晴，他是谁呀？他是我男朋友。嗯，周先生，你一定要帮一下我，这个人是我的一个追求者，你要是帮我把他打发走了，我得好好谢谢你。韩婉晴，你什么意思啊？我追求你这么久，你都不同意，你跟他好上了？我看你是给脸不要脸是吧？啊！感动我的女人，妈的，你敢打我？我可是周家少爷，你一定会不得好死！我求死！怎么着啊，走开！喂，叫所有保安都给我上来！我告诉你，这家酒店是我爸开的，酒店里的所有保安都是我的人。你今天敢打我的脸，我明天让你谈骨灰盒，你信吗？明天让你谈骨灰盒，你信吗？周鹏，你疯了！你要是敢动他，我韩家一定不会放过你的。韩婉晴，我看你挺在乎这小男人的呀。好，那我今天就给他留一口气，到时候
我当着他的面上来，你是老子的女人，就算你身体脏了，我也要得到。你个混蛋！我就是混蛋。给我狠狠的打，往死里弄！你们敢？他要是敢拦着，打死他！女人，好好躲我后边看着。我试图抹去只的过去，才能够学会冷静。我真的无法忘记你微笑的表情。钟子，咱还玩吗？我想要挽回过去，咱还玩吗？陈先生，要不算了吧，事情闹大了，对大家都不好。记住，别动我的女人。我们走吧。哎，韩小姐，你说我这挡箭牌挡的还不错吧？你打算怎么报答我？那陈先生想让我怎么报答你呢？这个就得你自己看办。要不我以身相许？喂，师弟，你在哪儿呢？晚上爷爷变卦了，先回来一趟吧。哦，师姐，我马上回去。不好意思啊，小姐，我师姐找我有事，我先回去一下。这个混蛋，撩完人就跑。三师姐，怎么了？我们苏家撑不了3天了，刘家让媒体大肆宣传我们苏家的黑料，就是为了逼我们就范。刘家是找死啊！你别废话了，你今天去找白冰了没有？我去找他做什么？看来你有自知之明了。白冰帮了你第1次，不可能再帮你第2次了。既然如此，我们苏家也等不了3天了。我女儿的事儿就不用你管了。想想，我们现在去你爷爷那儿，爷爷已经把刘少请过来了，我们当面给他赔礼道歉。师弟，刘家在港城只手遮天，我不想牵连你，能再见到你一面，我已经很开心了。我看到我女儿的份上，这1000块当做你的路费，滚吧！妈，今天太晚了，就让陈阳在家里面住1天吧。哼！师弟，你等我回来，晚上我送你一个礼物，就当是我给你的见面礼吧。就当是我给你的见面礼吧。三师姐，我要是就这么走，还算是个男人吗？喂，孟先生，合同你订好了吧？爸，我们跟陈阳的赌就不管了吗？你不会真以为他能干成什么事儿吧？别说3天，给他1个月，他也干不成什么事儿。咱们目前赶紧想办法和刘家缓和好关系，要不然咱们苏家真扛不住了。不知道这苏老爷子邀请我过来是要谈什么事啊？刘少，您请坐下说。小刀啊，今天呢，我们宴席啊，就是想给你赔礼道歉，希望以后刘家呀，给我们苏家一条活路啊。苏老爷子很有自知之明啊，就是不知道您的孙女想法是不是跟您一样？是不是跟您一样？那个刘少，您放心，我让大姐去劝她，一会儿带过来给你赔礼道歉啊。
只要小小能嫁给我，这都好说啊。我们刘家会帮助苏家挽回声誉，我还给你们准备了1个亿的药材合同。哎，这个风险呢，由我们刘家来替你承担。哎，小小，刘少很在意你的，不仅给我们挽回苏家的声誉，而且给我们提供药材，让我们先生产药，卖了再付钱。不用担心那个资金断裂。这些我都不在乎。刘涛，我问你，如果我跟你结婚了，你还会动我师弟吗？当然，你的师弟就是我的师弟嘛，啊，我也不会再去为难他的嘛。那好。南师姐，师傅要是知道你牺牲自己的一生来保护我，他老人家会气死的。你牺牲自己的一生来保护我，他老人家会气死。师弟，我不是叫你，我可见不得三师爷被欺负。陈阳，别再干什么啊！我们苏家也不欢迎你，赶紧滚吧！我是来履行赌约的，就是不知道苏老爷子您这张老脸还要不要？不是我们毁约，是你根本就做不到。我苏家呀，不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如果我说我做到了，陈阳，你以为白冰还能帮得了你吗？他现在可是自身难保啊！听说这风云集团正在内斗，你觉得白冰还能顾得上你吗？你说你做到了，那你证明一下呀！看你如何替我们苏家挽回声誉。还有，药材供应合同在哪啊？哎呀，哥，是刘家施压，让我陷害苏家，取消跟苏家的合作。哎呀，跟我没关系，我什么都没做呀。李阳，这录音说话人是谁呀？是启龙药业的老板周兴旺。我想刘少应该比我更熟悉。刘涛，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好事！污蔑，绝对是污蔑啊！这绝对是电子合成的声音。是不是电子合成的？要不要我拿到警局鉴定一下？这样，我劝你赶紧把录音给删了。你说删就删，那我多没面子。够了，陈阳，我们也不相信这录音是真的，还是按照刘少说的把录音删了啊！赶紧滚吧！看来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陈阳，你终究是斗不过我的。你以为苏家在乎的是谁污蔑了他们的声誉吗？错，他们在乎的是合同，能带他们苏家走出困境的上亿合同。我有，你有吗？这就是你跟我的差距，懂吗？区1个亿的合同，小爷我还看不上。区1个亿啊！你怕是在身上待久了，你不知道1个亿是什么概念吧？啊！韩氏集团送来价值10亿元的药品供应合同。韩家主，你刚才说10亿药材合同送给我们苏家？苏老爷子，你看看。我的天哪！不仅先为我们垫付10亿药材钱，更是以最低的单价卖给我们。韩家主，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哎呀，谢谢！哎呀，真是太谢谢韩家主了！因为这份合同对我们苏家来说，真是雪中送炭。苏老爷子，别感谢我，你要感谢陈先生。陈先生医术了得，救了我爸。这份合同也是陈先生要求封的，我只不过是履行承诺。什么？韩家主，你有没有搞错吧？他就是一个山上下来野小子，怎么可能会医术呢？你没搞错吧？
说什么？一个小小的刘家公子敢对陈先生不敬，是不是活腻了？刘涛，如果不想明天刘家消失，马上给陈先生道歉。韩家主，我错了，我现在就跟他道歉。以后啊，别来丢人现眼。滚吧！苏老爷子啊，这回您能醒醒了吧？来，那三师姐的事儿，你还管吗？不管了。行了，合同已送到，陈先生，那我先走了。那韩先生您慢走啊。三师姐，那咱们也走吧。小小等等我！师弟，你也太厉害了吧，居然还会医术。孟老爷子的病，很多神医都束手无策呢，居然被你给治好了。这些啊，都是师傅教我的。那老家伙还是有点东西的。现在有孟家为我们撑腰，刘涛再也不敢找我们麻烦了。那不一定，狗急了还跳墙呢。师姐，我觉得咱们还是小心点的好。师弟，你说的太对了。哎，师姐，时候也不早了，要不早点休息？你看今晚我睡哪屋啊？房间我给你收拾好了，跟我来吧。今晚你就睡这间吧，都给你准备好了。好，早点休息。还挺香的，是三师姐身上的味道。哎，这床真软啊！师弟，睡了吗？什么东西啊，这么软？四师姐，你怎么没有说啥？师弟，你忘了，这其实是我的房间。我说了要送你一个见面礼的。三师姐，师弟，让我帮你治病。三师姐，吃早饭啦？昨晚上累坏了吧？还不是都怪你，太能折腾了。你还笑？对了，你身体有没有什么变化？师傅应该没有骗我，感觉我的五脏六腑的灼烧感减轻了很多，应该是师姐的体质起了作用。居然真的有效！师姐觉得我会骗你吗？谁知道呢？哦，对了，今天我要去风云集团一趟。你去那儿干嘛？之前刘涛说白冰在公司的情况不是很好，我想去看看是什么情况。昨天白总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确实该去看看。如果能帮的话，就尽量帮一下。没问题。不过你要小心，我听说是和白总合伙创办风云集团的合伙，他想独吞白总的股份，独掌风云集团大权。而且啊，他和地下世界有勾连，是个很危险的人物。那他可得小心，别惹到我。我比他够。走吧。白小姐，我在你们公司楼下。好，我过来接你。好。
你跟我过来吧。韩总身后的男是谁呀？估计是小白脸呗。公司因为他亏了10几个亿，还有心思搞这个。白小姐，听说最近在公司处境不太好。是啊，这回我负责的蓝天城项目亏损了很多人，他没有意见也是正常的。不说这个了，你这回来找我是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帮忙吗？我呢是来帮你的。你要怎么帮我呀？这回蓝天城的项目亏损至少有5个亿，你怎么拿得出这笔钱呢？这张卡是下山前我师傅给我的，他说里面应该有不少钱，我也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但是我师傅他曾经云游四方，救了不少人，所以里面应该收到诊费。这张卡我根本都不认识，且不说它是真是假吧，哪怕它是张真的，你的师傅应该是个赤脚医生吧？他能挣得了这么多钱吗？何红，你来我办公室干什么？白总啊，这位呢是银行的刘经理，我就是好心给他带个路。白小姐，您在我们银行贷款的5个亿资金已经要到期了，我今天来是希望您尽快还款。刘经理，贷款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能不能再宽限期？给不了。您今天若是还不上，你的个人账户将被冻结，同时你也会被加入到老赖的名单中，限制消费，查封你所有的固定资产，用来抵偿债务。若是资不抵债，根本将是违法行为。违法行为啊！哎呦，这可是要坐牢的。白总，你不会是找了这么个小白脸儿，体验一下爱情的滋味，然后后半辈子就在牢里待着了吧？何红，你少在这里说风凉话。蓝天城项目是怎么烂尾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别这么说呀，我也是风云集团的董事，怎么会希望蓝天城烂尾呢？要不这样啊，咱们也同事这么多年了，我也不希望看见你坐牢。我花5亿买你手上所有风云集团的股份，你拿去还债，怎么样？何红，你做梦！那我也没办法了。白小姐，我在最后问你一句，这贷款你是还还是不还？要是不还的话，你有准备上法院吗？这笔钱我替他还。口气这么大，你又是谁啊？小爷我陈阳。哦，原来就是你啊！怎么认识啊？听老张说起过你，小伙子，这年头站对队很重要，我很欣赏，要不你跟我混？我也很欣赏你，要不以后我有他。你让我跟你混，哎呀，真是无知者无畏啊！上个这么跟我说话的人，现在应该快凉了吧？我懒得在这儿跟你口舌之争，掉价。你不是说要替他还吗？那你倒是拿出来呀，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拿着，查查里面有多少钱。陈阳，别闹了。哎呀，不愧是山上下来的野小子啊！这身手不错，脑子有点问题。你随便拿张卡出来，你说有钱就有钱啊？这难道是9星黑金卡？陈先生，这是您的卡？是我的，有问题吗？不，当然没问题。哎，对不起，陈先生，刚没认出来。这笔钱够不还债？够，当然够了。刘经理，你有没有搞错？你查都没查，你怎么知道里面有没有钱呢？给我闭嘴，何后！要是再敢对陈先生不敬，你小心我把你拉黑，你以后再也没有资格向我们银行贷款。刘经理，你搞错了吧？这卡我根本就没听说过。你没听说过，那是你级别不够。
这张9星黑金卡，我们总行只发了10张，拥有者必须在我们银行的总资产达到1000亿。光是这张卡，在我们银行的透支额度就有100亿。你现在还认为这5亿，陈先生还拿不出来吗？这张卡能透支100亿啊！既然能刷，就赶紧刷。哎，好，陈先生，我这就给下面人打电话，赶紧操作。陈先生，这张银行卡还给你。那你还有什么事儿吗？没事了。那就别在这儿待着了呀。哎，是陈先生，那个陈先生，这是我的名片，您以后啊，要是有资金相关的问题需要处理，您尽管给我打电话，我决定第一时间为您处理。何总还有什么事儿吗？金爷，帮我办个人。白小姐，我没骗你吧？这张卡里啊，真的有钱，那老东西不会骗我的。陈阳，你师傅到底是什么人？就是普通的乡野村医，不过有很多外面的人找他看病，这张卡就是那些人给他的。陈阳，你师傅是不是青云道长？你认识我师傅？你师傅现在在哪？你那么激动干嘛？我下山以后，那老人家就不知道去哪溜达。实不相瞒，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是为了去蜀山找青云道长，可是并没有找到。怪不得你在那个穷乡僻壤。不过找我师傅干嘛？我有一个女儿，她得了小儿麻痹症，我在外面请了很多医生，都治不好她，所以我就想请你师傅出山，看能不能把她治好。你结婚了？我是丁克族，我不结婚也不生孩子，所以我就领养了一个孩子。唉，可能就是因为体弱多病，所以才会被父母抛弃吧，很可怜。要不我去帮他看看病？你会看病？不会点医术呢，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那老东西的徒弟呢。好，宁宁现在在学校，那你跟我一起去把她接回来，你帮她看看。没问题。小野种，小野种，没爸爸还残疾，可怜愁。陈天天，我有爸爸，他是个大英雄，在很远的地方还没有回来。陈先生，你看这是我们学校的设施哈。哈哈哈哈哈！啊！你个小野种，陈家的小公子你也敢打？宁宁，宁宁，你没事吗？他骂我是小野种，还说我是残疾。陈老师，这个小野种敢打我的儿子，你们学校必须给我交代。陈先生，真是不好意思，我马上处理这件事。小小年纪就不学好，真是没有架子。我们幼儿园啊，不需要这种孩子。白小姐，为了其他孩子的安全着想，带着你的孩子办离校吧。老师，明明是他家的孩子先把我家孩子推倒，你竟然还要让我的孩子办离校，你偏袒的是不是有点太明显了？白小姐，你还以为自己是风云集团的董事长白冰啊？谁不知道你做的项目亏损，可是要面临牢狱之灾的。咱们这是私人名校，可不会收家长是犯过罪的孩子。所以呀，要不了多久，你家这个残疾儿就得滚蛋了。滚蛋！白冰，你家这个小野种，怎么可能和我家的儿子相比？他配吗？你家孩子确实不配合我家孩子。你是谁？你竟然敢打我！小爷我叫陈阳，宁宁是我的侄女。你这种人也配当老师吗？什么时候这个残疾东西还有个舅舅了？我劝你嘴巴放干净点。
带个小残疾，白总居然你找了个野男人啊！张老师，去把校长叫来，我要让他女儿一辈子读不了书。陈先生，这校长要是叫过来的话，事情是不是闹得太大了？毕竟校长是咱们教育局数一数二的大人物啊。去叫，我看是哪个大人物能让我的侄女一辈子都读不了书。陈阳，你够了。陈少，这次我先替宁宁道个歉，求求你不要把这件事闹到校长那边去。白小姐，你何必跟她道歉？宁宁又没有做错。陈阳，你知道宁宁的条件，她很难找到学校愿意接收她。我们不能意气用事，要为宁宁着想。你这个小野种读不了书，是因为你找了一个没用的男人。跪下来，从我的裤裆穿过去，没准我还能原谅你们俩。做梦！张老师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把校长叫过来啊！陈先生，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请校长。你们两个机会了，你们没有珍惜，一会儿校长来了，你们跪下来都没有用。陈阳，我求求你，为了宁宁，你服个软吧。我实在是太难找到愿意接受宁宁的学校了。这次就算我白冰欠你一个人情。白小姐，我知道你担心宁宁读书的事情，但你不用担心，万一下跪的人是她呢？先生，您找我有什么事？校长，这个小野种打我的儿子，你们学校是不是什么垃圾都收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学校的建立和我师父还有点关系。这个东西你认识？你是青云的人。你就是校长吧？他口中的垃圾就是我的侄女，请你亲自处理这件事情。如果你处理不好，我来处理。先生，您放心，我马上为您处理。校长，你跟他道什么歉？他就是个穷兵蛋子。你给我闭嘴！你投资本校的钱，我如数还你。你还有你那个宝贝儿子，立马给我消失！校长，你还不快滚！陈阳，你这个狗东西，你给我等着！一个破鞋，一个穷鬼，一个小野种，我有10000个方法收拾你们！喂，is the future？ 给宁宁道歉。我去！道歉！道歉！快道啊！宁宁，叔叔对不起，叔叔给你道歉啊！我道歉，你干嘛打我？子不教，父之过。这一巴掌是你替你儿子撑着，滚吧！儿子，走。白小姐，你找干净的地方。那去我家吧。情况怎么样了？放心吧，能治。不过呢，需要时间。我用银针配合中药，只要1周，宁宁就能和正常孩子一样。太好了！可是您帮了我这么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如果要感谢我的话，多帮帮三师姐吧。当然没问题，只不过凭借您的能力，应该不需要借助我的手吧？苏家贪得无厌，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很有钱。如果他们知道的话，肯定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三师姐夹在中间呢，也会很难做。
原来如此，好的，风云集团一定会全力帮助苏小姐。好，那没什么别的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明天再来给宁宁治疗。哎，陈先生，您今天晚上有事儿吗？没事儿，怎么了？我想请陈先生喝酒，为了感谢您给宁宁治病，请您一定要答应。陈先生，我要敬你一杯，因为是你让宁宁有了未来。这一杯是敬你帮我挽救了公司。哎，白小姐，你再这么喝，可就喝醉了。哎，长这么漂亮，就不怕我图谋不轨？如果是你的话，我愿意给你这个机会。我愿意给你这个机会。那个，白小姐太会开玩笑了。嗯哼。Let's ride。哎，那不是白冰吗？他旁边那个就是今年说的陈阳。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他们，走，赶紧去通知大哥。哎，白小姐，别喝了，我送你回去。无关人的全部离开。爷就是陈阳，找小爷我有事儿啊。是就对了，我只能说你惹到不该惹的人。去，找个地方把他活埋了，把他活埋了。你是地下世界的掌权者金野，金野，陈先生是我的朋友，如果他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我替他赔个不是，您能不能放他一马？白小姐，我也是替人办事，放人。替谁？这个嘛，就无可奉告了。你是拿钱办事儿吧？那个人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双倍。白小姐，我劝你走吧，这事儿别插手。倘若我非要插手，不，那就没办法了。那我们只能把你也埋。你敢？白小姐，跟这种人不能讲道理，得靠这个。是。不愧是我小师弟，这话说的对，拳头硬才是硬道理，拳头硬才是硬道理。你是什么人啊？小师弟下山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二师姐，你怎么来了？是师妹告诉我你下山了，我就动用自己的关系找到了你，还好来得及时。你没事吧？当然没有啦，还好你来得及时，不然受伤的可就是他们了。不是啊，你到底什么人啊？这是爱门门主令牌，你是？我不想在我师弟面前展现不好的一面，带这里的人滚！好，我马上走。我这又是你另一个小女朋友？没有，他就是我一个普通朋友，叫白冰。哎，他喝多了，我先送他回去吧，然后我们再换个地方聊聊。没问题，今晚也很晚了，我们就去住酒店吧，顺便也给他开一间房。好。哎，你好，要2个房间。啊，好的，先生，您的房卡，房间在13楼，电梯左转上去。谢谢。二师姐，我们走吧。啊，还是师姐啊！我的天啊，现在年轻人都这么会玩的吗？天啊，现在年轻人都这么会玩的吗？他已经睡着了。二师姐，
他们刚才说你是什么暗影门门主，是什么意思？是一个很厉害的组织，我是里面的大姐大，那个人所以才那么怕我。哎，那小师弟，你就别问那么多了，咱们开始吧。小师弟，二师姐可是缠你很久了，只可惜被师妹姐住先登了。不过还好可以管家将师姐前一步，咱们快开始吧。二师姐，你干嘛？当然是给你治病呢。二师姐，咱们才重逢就这样，不好吧？我都没说什么，你一个大男人害怕什么？师傅说的对呀，男孩子在外边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男孩子在外边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二师姐，你看现在天色也不早了，你呢就早点休息，我呢去重新开一个房间，然后咱们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聊 ，OK 吗？好，拜拜。小师弟，跑什么？二师姐又不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怪物，跑那么快干嘛？你不是怪物，你是妖精啊！嘿，弟，人办的怎么样了？你他妈是要坑死我是吧？爹，这发生什么事了？你知不知道那是陈阳的师姐，暗影门门主颜若雪？知不知道？你黑死我了！这暗影门可是华夏第一查手组织，他们怎么会跟这些人有牵连啊？你问我，我问神仙。走，赶紧去给陈阳道歉。儿子，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这么着急啊？刘涛，你来我这儿干什么？我是来找你合作的。合作？什么意思啊？听说你在陈阳手上吃了点亏，正好我刘家也想让他死。你刘家有什么实力啊？实话告诉你，我们现在就着急赶着去给陈阳道歉。他不是我们能得罪起的人，他的师姐啊是暗影门的门主。原来这事儿啊！虽然我刘家没什么能耐，但是我身边这位他有。你是谁啊？你难道能帮我们对付颜若雪？他就是暗影门的二当家黑铁，所以你们对付陈阳不用担心颜若雪，我们都有共同的敌人，只要灭掉陈阳，我只要我的女人，你要你的风云集团，而金野只要颜若雪死，暗影门的门主就是黑铁，今后由他来照查，而今后这恐怕就不仅仅是这一城的地下霸主吧。你们知道我的存在，若不答应，只有死。黑铁大人，以后有用得到我们的地方，一定鼎力相助。我也是。很好，这今后啊，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兄弟了，我们就来一起商量商量，怎么搞死他们。来吧。这么久没见，他肯定想你啊。我就不见他了吧。为什么？有些事儿我不能说，我不想让更多的人牵连进来。二师姐，什么事儿啊？小师弟，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吧。昨晚让你跑了，今晚咱们就赶紧办件事吧。二师姐，你不说的话，我宁愿阳气过正而死。就算我说了，你也帮不了什么忙。二师姐，你不在的时候，我可是学了很多本事的。你不多，你怎么知道我能不能帮上你？行，那我带你去个地方办一件事儿。走。
二师姐，这里不是韩家吗？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跟我进去，便就知道。你们干什么？陈先生，你怎么来了？让开，陈先生是我们韩家的宾客。对不起，陈先生，不懂事儿。小师弟，你跟韩家很熟？这位呢，就是我们韩家大小姐韩婉晴。我之前呢，在医院救过她爷爷一命啊。这位是我二师姐袁若雪。你好，严小姐，咱们先进去吧。哈哈哈哈！我说刚刚外面有喜鹊叫呢，心想着准有喜事儿，结果是陈先生来到了韩府。来，快请坐。韩老真是太客气了。你就是韩风？正是，请问你是？我叫严若雪，今天特意来收你命。二师姐为什么杀他？为什么，二师姐？你要保护他，是吗？我只是不想二师姐杀人，而且是一个无辜的人。想要知道原因，那就太无。为什么不懂？我知道我的二师姐不会杀。不跟你聊，真是没意思。哈哈，陈先生这个二师姐可真会开玩笑啊！我没有开玩笑，有人雇佣杀手想要杀你。什么？师弟，其实暗影门是一个杀手组织，做着拿钱杀人的买卖。但是现在暗影门有2种声音。哪2种？第一种声音就是谁给钱，我们就杀谁，无论对方是谁，我们只看报酬。而另一种声音就是我们拿钱杀人，只杀该杀之人。什么是该杀之人？做尽伤天害理之事儿，法律管不到的人，便由我们来杀。我们来杀。可是我爷爷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我知道。那二师姐，你支持哪一边？师弟，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我支持的便是第2种，但内部更多的人支持二当家。二当家主张的便是无论对方是谁，给钱就杀。所以我自然就挡了他们的财路。我想要不了多久，他们也会对我下手。只要我死了，第2种声音自然就消失了。这也是我不想将你牵连进来的原因。二师姐的意思是，如果我要帮二师姐，就等于和整个暗影门为敌。没错，我的想法跟暗影门背道而驰，所以他们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我明白了。师弟，你还想帮我吗？为了帮我二师姐，别说一个小小的暗影门了，就算和全世界为敌又如何？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敢动我二师姐一根汗。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敢动我二师姐一根汗毛？这门派斗争很可能就是导致二师姐惨死的原因。我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改变二师姐惨死的命运。师姐太感动了，不愧是我二师弟。今晚我就要办了你。哦，不对，今晚我要帮你治疗。你是他师姐，你这是乱伦，不道德的。这又是你另一个女朋友？二师姐，你误会了，我们是什么都没有。婉晴，不得对严小姐无礼。
韩老，您对我师弟还不错，给您个提醒，有人想雇佣杀手杀你，你最好在身边多安排几个人。那么严小姐可知道是谁要杀我吗？我们暗影门有我们暗影门的规矩，不可能说出雇佣者是谁。不过您可以想想，最近跟谁结下了梁子？难道是刘家？多谢严小姐提示。要谢就谢我师弟吧。多谢陈先生。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陈先生，你这句话的意思是？韩老，你以韩家的名义举办一场宴会，邀请港城各界人士前来参加。这不就是给杀手找机会的吗？要的就是给杀手机会，引杀手出来，然后我们来个瓮中捉鳖。就是不知道韩老相不相信？哈哈哈哈！我当然相信陈先生了。要不是陈先生，可能今天就是我的丧礼了。正好，明天是我孙女婉婷的生日，我们就趁此机会为婉婷举办一个生日宴，到时候邀请各界人士前来参加，也正好为我孙女造势，将来她慢慢接手我韩家。爷爷，我接手韩家，我觉得我能力还不够吧。人总是会成长的嘛，到时候会有很多有志青年来参加，你可以在中间挑选一个，也为你分担一些压力了。陈先生，你明天当我的男伴吧，帮我把那些讨厌的男人打发走，而且还可以应对突发状况。这个倒是没什么问题，但是这样一来，韩小姐不就一直单身了吗？你娶我呀，我就不单身了。那个，我那就辛苦陈先生扎一下我吧。20姐，赶紧溜，此地不宜久留。韩小姐，你要是想当我师弟的女朋友，估计就得排老4了。哦，不对，在你之前还有个女人，估计你就得排老5了。婉琪，像陈先生这么优秀的男人，身边有几个女人，倒也是正常。我看还是……凭什么？我是老五，我要当老大。爷爷，你怎么了？我没事。喜欢你了。这个太过优秀啊，也是一种罪。哎，不过这确实有点麻烦。要不明天我给他找个男朋友？他明天过生日，怎么着你也得买个礼物送他吧？有点道理，但是不能送太好的，怕他陷得太深。要不替他随便买个吧？欢迎参加我女儿的生日宴会啊！里边请，里边请啊！哎，欢迎欢迎啊！来，里边请，里边请。韩叔，哎呦，周家公子，你也来参加我女儿的生日宴？那当然了，婉晴的生日宴会，那我必须得来呀！而且还准备了一份精美的生日礼物。周少真是有心啦！韩先生，我来了。哟，陈先生，陈阳，你来干？和你一样啊，来参加婉晴的生日宴，有什么问题？笑话！你要知道，来参加婉晴生日宴会的人都是上流人物，就你，在一个底层挣扎的小喽啰，你也配？配不配，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吧？韩叔，这人我打听过，从山上下来的野小子，不懂什么规矩。你要是把他放进去了，那不是让人看笑话？周鹏，你给我闭嘴！再说陈先生的不是，你就离开这儿，我们不欢迎你。在这儿，我们不欢迎你。不是，韩叔，您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陈先生救了韩老爷子，是我们韩家的座上客。你对陈先生不敬，那就是对我们韩家不敬，懂吗？什么？
就凭他，再不给陈先生道歉，你就离开这儿，我们不欢迎你。让我跟他道歉？不道歉可以呀，出去呗。行，我道歉。对不起。跟谁道歉？谁呀？你他妈别太快！好好说。陈先生，对不起。很好。陈阳，等我得到了韩婉晴，我一定好好收拾。周少好久不见，还是那么俊呐，敬你一杯。早就听闻周公子喜欢韩小姐，今天是韩小姐的生日宴，想必这生日礼物一定不一般吧？是啊是啊，说不定今天之后，韩家和周家就要办一场喜宴了呢。谁啊？我说过了，像你这种底层圈子的人是融入不了我们这个圈子的。文先生，我已经在此多付多时了，为你安排了座位，来，请坐。啊，你这个所谓的圈子，我好像还真有点瞧不上。原来韩老千客迎接，这人是谁呀？谁知道嘞？不过来头肯定不小，待会儿找个机会去敬个酒，碰个眼熟。韩小姐，这是我专门请法国大师给你定制的金手镯，作为你的生日礼物，希望你能喜欢。庸俗，韩小姐，这是我从迪奥给你订的围巾，戴上它可以温暖你一个冬天。谢谢你。哎，停，都打住了啊！100-200万的礼物，你们也送得出手？哼！婉晴，这是我为你精心挑选的礼物。海妖的眼泪，是我从国际拍卖会花了1000万美金买来的，1000万美金买了。1000万！周少爷，项链太贵重了。嗨，这礼物虽然贵，但是我觉得很值，因为只有这个项链才配得上你的美。我给你戴上吧。晴安，你也来啦？刚才那么多青年俊杰送上礼物，都没博得红颜一笑，甚至周少送上了上亿好礼，却依然无动于衷。然而韩小姐见到他，却笑得这么开心。婉晴，谢谢我。谢谢。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桃酥啊？啊，这我88块钱路边买的，你也喜欢？对啊，我喜欢啊。那些贵的点心我早就吃腻了，我就是喜欢吃这种街边的点心。看来你还是有用心了解过我的嘛。怎么了？没事，喜欢就好。不是吧？这都能行？我要的不是你的喜欢。今天我孙女对谁送的生日礼物满意，那么他今天晚上就是我孙女的男伴。今天晚上陪我孙女过生日。婉晴，今天你对谁送的生日礼物满意呢？是他，青阳。婉晴，我送你上亿的项链你不喜欢，你喜欢一个88块钱的特产。你是不是因为酒店那件事情还在生气，找他来气我呀？我都跟你说过了，我跟那个女的没有发生任何关系。周少，你少自作多情了。你跟什么样的女人在一起，有没有发生关系，我一点都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那个四五无辜的人，不过是上亿的项链而已。我这枚国王之心是爷爷花3000万美金让我买的，你以为我会在乎你那条项链？我身体不太舒服，我就先走了啊。来，韩小姐，你们有谁喜欢婉晴的吗？大胆的说出来，我可以帮忙啊！不，我们不喜欢，我们不喜欢。别呀这个你们有什么优点呢？都说出来，我呢帮婉晴打把关啊，看看合不合适，好不好？不，我觉得杨公子跟韩小姐才是最合适的，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哎，对。婉晴，这你也没告诉我，当你男伴还得陪你单独吃饭。谁叫你跑那么快的，都没有来得及告诉你。那就陪你喝一杯，可不能喝多啊！杀手还没出现呢。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按照你说的，我已经将你给我的东西放进酒里了。不错。那我的解药呢？过来。等一下，这个酒里面好像被下了类似安眠药的药物，如果喝下去的话，3分钟之内就会先入魂。为什么酒里？不好，杀手要动手了，快去爷爷那里。怎么回事？看来药效起作用。你是暗影门派来的杀手，你怎么知道？今天这局就是为你准备的。我要是不知道，又为什么准备？哦，你很有自信能把我留在这儿。外面的保安已经被我干掉了，不甘的人也都已经昏倒了。等他们醒来，看到的就是你的尸体。哼，我当然有自信。哼，开招！没事吧？放心吧，有陈先生在，能有什么事？混蛋，你是谁？敢坏我暗影门的好事儿？小爷我叫陈阳，我来陪你们暗影门。找死！你是青云的人？今天我不杀你，回去告诉你背后的人，港城不是他能撒野的地方。要是想惹事儿，小叶我不建议直接杀过去。滚！就这么放他走了，会不会找你麻烦？我要的就是他们找我麻烦，不然我还没有理由把他们给全灭了。
孙先生，你又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麻烦，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了。韩老不必感谢，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帮我二师姐。只要帮我二师姐扫清障碍，她就能坐稳暗影门门主的位置，这样也能避免那个悲惨的结局吧。失败了。大人，对不起，本来一切进展的很顺利，班上杀出来一个青云弟子。什么？青云弟子？他叫什么名字？叫程阳，他故意饶了我一命，让我带个话。他说长城不是我们撒野的地方，如果我们再惹事儿，他会直接杀过来。居然是他！哼，一个没落下去的盗版社，还真以为他还是曾经辉煌的天下第一盗汉。敢惹我暗影，就让他青云彻底灭门。Oh, you're bad enough to me, bad enough to me. 嘿，美女，你这手臂的姿势话有点问题，我来帮你调整一下好吗？可能这个手臂的话，可能需要是这样子一点，就是这样。小兄弟，我是他的健身教练，有什么问题呢，我教他就行。你呢，你那儿2块哪带去？哼，就你这个小身板还健身教练？哼，装什么装？唉，我就不信！哼，我操！唉，兄弟啊，试试啊！老子就不信，一定是这个降生器坏了。不好意思，我有点事情，我先走了。小师弟还挺厉害的嘛。那必须。二师姐，韩家的事儿已经解决了。换个安静的地方说吧。好。走。You and I can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韩家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但你的麻烦来了。我虽然在暗雨门被架空，但消息还是很灵的。听说柳家的刘涛和风云集团的何红还有金爷已经碰面，他们可都是与你有过节的人。暗影门的二当家是谁？他叫黑铁，也就是他主张只管拿钱杀人，不管杀的人是谁。我这门主当的呀，如同虚设。暗影门的大权也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二师姐放心，他们不过是群跳梁小丑，聚在一起啊，也掀不起。二师姐怎么了？你让我喝了什么？不对，我喝的水明明没有问题啊！二师姐，为什么？师弟，水里确实没有药，放我的嘴唇上了。二师姐，为什么？师弟，我还是不想将你和师妹牵连起来。爱你们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所以我打算一个人去处理这件事儿。只有将他们都灭掉，你们才会安全。可我不太确定，我还能不能活着回来，所以
在去之前，我不想做你的师姐了，我想做一次你的女人，正好也帮你治病。二师姐，师妹，小师弟已经把我送到了港城酒店614号房，去接他吧。师弟，等我回来。门主大人，人已经安排好了。张胜，你后悔跟着我吗？回门主，我不后悔。好，那跟我去会会黑铁，该来的总会来。是。怎么是你？全阳人呢？不是我师弟找你，是我找你。原来如此啊，袁若雪，你是打算开战了吗？黑铁，我知道你一直觊觎我的位置，今天你要是有本事儿，那就来拿。哈哈哈哈！袁若雪，本来我打算让你多做几天，既然你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吧。你们都过来吧。你们对不起，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哈哈哈哈！颜若雪，你拿什么跟我斗？要不是那死去的老门主糊涂，你能坐上安逸门门主的位置吗？现在我所做的，就是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没想到啊，真是没想到。颜若雪，等你死后，你的师弟也会下去陪你。哈哈哈！师弟，对不起，都怪师姐没用。今天就算我死了，也要拉几个垫背的。所有人听令，动他上路。呀！哈哈哈哈哈哈！恭迎新门主。刘涛，将他的尸体送给陈阳，就说是我安逸门送给他的一份大礼。是，门主。你安排人把颜若雪的尸体送到我的别墅去。刘总，这尸体送到你住的地方，是不是？你懂什么？这么难得的美人儿，趁她还热乎劲，我得好好享受享受。好的，刘总，开车吧。小师弟，你醒了。二师姐，二师姐她怎么了？二师姐她死了。安逸门一定要他灭门！二师姐现在在哪儿？在医院的太平间。孙院长跟我说，他说遗体送来的时候还遭到了侮辱。什么？是谁把他送来的？刘涛那个混蛋。小师弟，我害怕你也出事。三师姐，去把二师姐接回来。明天我会让那些欺负她的人
在他的墓前忏悔。哎呀，刘总，你可真是太坏了！这里可是办公室，万一被人家听见了，多不好呀！你呀，就放心听我吧。啊，我这办公室啊，很隔音，外面听不到。啊，讨厌！什么人？什么人？刘少，生活过得挺滋润啊。谁呀？你怎么进来了？外面的人呢？刘总，外面的人都被他打倒了。什么？你这办公室隔音还挺不错的，这外面的动静你是一点儿没听到啊？你别过来啊！不是你别过来，你过来，过来！我说，是不是你玷污我师姐？杨哥，我说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师姐是黑铁杀死的，跟我没关。我说，是不是你玷污我师姐？是吧，杨哥，我错了，我错了，你别杀我。黑铁现在在哪儿？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下一拳，我可不会再打偏了。今晚我们打算在酒店宴请黑门主，祝贺他登位。好，那我去祝贺他一下。祝贺他一下。你给我吃了什么？没什么，一颗糖。不过，你要是告密的话，那就是要你命的毒药。哎，刘少，今天可是请黑门主吃饭，怎么能没有好酒呢？叫人送上好酒，我来付钱。黑门主他来了。刘少，我们这是怎么了？我没什么。黑门主到了，请坐，请坐。黑门主，都坐吧。刘涛，颜若雪的尸体送到陈阳手上了吗？送到了。那就好。那陈阳看到以后啊，一定会恼羞成怒，来找我安营门的麻烦。到时候啊，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做以卵击石。以卵击石。陈阳在黑门主面前那狗屁都不是。哦，对了，我安营门跟境外一个大毒枭有合作，最近呀，想运进一批毒药进来。这运输渠道和销售渠道，你们有什么办法吗？黑门主，这可是犯法的事儿啊，恐怕……你作为港城的地下霸主，别以为我不知道您的手下能干净到哪里去。你心里想什么，我很明白。我告诉你啊，这事你要办成了，利润我分你一成。黑门主，这销售渠道啊，交给我，我手下那么多酒吧，很多人都对这个感兴趣。那就好。那运输渠道呢？刘少，黑门主你话呢？黑门主，你问我什么？黑门主给我们指了一条财路，他在境外认识一个大毒枭，可以给我们供货。这销售渠道嘛，我来解决。我这运输渠道呢？你看你那边，咱们港城的运输渠道最强的就是韩家。哼，我安营门要不将韩家给灭了，产业交给你刘家负责。
那运输渠道你能解决吗？恐怕你没那个机会，你没那个机会。刘涛，你这宝贝什么意思啊？你是谁？陈阳，你怎么在这里？刘涛，你敢背叛我！黑盟主，我错了，这一切都是他谬的，他谬的！我的眼里揉进一颗沙子。他需要和你一样，在我的20姐坟墓前忏悔，才能死。陈阳，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自寻死路。自寻死路，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人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你中了我的死气，你就等死吧！哈哈。爱隐门的门主，就这点实力吗？这怎么可能？你明明中了我的死气！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我错了，别打了，别打了！啊！忏悔的话，到20姐墓前说吧。就是你这个混蛋，是你杀死了20姐，还玷污了20姐的尸体。就是他们伤害了我20姐，我把他们带到20姐的坟墓前好好忏悔。门主大人，是我错了，是我不该有反骨之心。我是混蛋，我是畜生，我是混蛋，我是畜生。20姐，伤害你的人，我已经让他们好好忏悔。等会儿，我就用他们的血好好祭，我就用他们的血好好祭奠。杨哥，我都按你的说的做了，我求求你放过我，我求求你，求求你！哦，是黑姐逼我做的，不是我的本意啊，杨哥，杨哥，我会将黑门送给你，只求你放我一条生路。放过你？我放过你们，谁放过我20姐啊？去地下跟我20姐好好忏悔。姐，你这怎么了？出大事了！黑铁和刘涛死了，死了！谁杀的？是陈阳干的，他们都死在了颜若雪的墓碑前。完了，全完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走，去苏家负荆请罪，给陈阳道歉。陈阳会不会杀了我们？他要想杀我们的话，你还能站在这儿吗？别背，那别废话了，现在就去苏家。爷爷、二伯，你们怎么来了？小姐，把那东西啊给我扔了。是啊。晦气的玩意儿！二伯，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是我20姐的灵牌呀！正因为我知道是你20姐的灵牌，我才扔的。灵牌我才扔的。我可听说了，
你二师姐得罪了暗影门才被杀的。你如果把你二师姐的灵牌供的被暗影门知道了，追究咱们苏家，那怎么办？赶紧给我扔了！不，我不扔。你不让？苏笑，你知道暗影门有多心狠手辣吗？要是你二师姐仇怨跟暗影门大的话，你这样做可是要害死我们苏家所有人了。爷爷，她是我二师姐呀。明白。但你要为了一个死人去害死你所有亲人吗？对呀，赶紧扔了。跟我二师姐道歉。你个野小子，敢找我？还妄想对一个破女孩道什么歉？你算什么东西？不要以为替我们苏家解决了几个麻烦，自以为是。你身后的几个靠山都自身难保了。据我所知，暗影门让你韩家下手了，还有白冰，估计用不了多久，风云集团就改姓何了吧？都改姓何了吧？陈阳，这个社会终究是要自身足够强大，靠别人的恩惠是得不到别人尊重的。苏老说的有道理啊，但是你苏家有资格跟我说这句话吗？资格？你这个野小子，你以为你认识几个人物，自己就是有了？还有你，10年都没联系的师姐，有什么感情可言？他的家人都没为他送终，那你犯贱去包揽这一切，为一个死人花钱，我们苏家就不对了。赶紧的破木牌给扔了，赶紧的！虽然我跟二师姐10年没见了，但她一直都是我的亲人，我们也一直有联系。就是因为她亲人不在，所以我才该承担这个责任。真是多管闲事，你犯贱！你是不是找死？你要干嘛？你还想杀了我们？陈阳，这死的人呢，也是你师姐。要不这样吧，我们苏家都为你二师姐出安葬费，甚至还给你50万。你呀，就带着你二师姐的灵牌呀离开，以后就不要再来苏家了啊？怎么样？你觉得我稀罕你苏家的钱？二师姐的灵牌我会带走，你苏家的钱必分的。你苏家的钱我必分的。你还嘴硬？要不是我们苏家收留你，你估计得睡大街了吧？还谈何供你二师姐的灵牌呀你？哎，陈先生，陈先生，我们今天来了就是来道歉的，只要您能原谅我们，我们什么都可以做。陈先生，您大人有大量，原谅我们，我们也是被暗影门逼的，而且您二师姐的死，我们根本就没有参与。何总爷，你们搞错了吧？怎么跟这个野小子赔礼道歉呢？闭嘴！你陈先生敢骂，找死啊！陈先生，您要钱的话，我们集团的所有股份都可以给您。您要钱的话，只要您吩咐一声，整个地下世界都听您的理。什么？我都不要，我只有一个条件，明天我不想听到和苏家有关的一切声音。哦，我明白了，苏家既然得罪你了，那他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哎，黄总，等一下，陈阳，是我苏家错了，刚才所说错了话，请你看在孙女面子上啊，原谅我们吧，原谅我们。是，你要不解气，再打我，滚！哎，孙女儿啊，也是苏家人，你不会眼睁睁看着我们苏家完蛋了？学长，二伯给你跪下了，你原谅我们，我以后再也不这样说话了。二伯，你快起来，这是干什么呀？你要不原谅我就不起来。好，我原谅你，你快起来吧。师弟，要不还是算了吧。要我原谅苏家也不是不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
不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苏氏集团以后就由我三师姐来掌管。这怎么行？我不同意。你不同意？哼！如果苏氏集团不是苏小姐管理的话，那她明天就可以破产。我宣布，苏氏集团以后由苏小全权管理。不是，小田，你后面好好休息算了啊！他太年轻了。这苏家是我说算，是你说了算。是你说了算。那恭喜苏小姐，希望能跟苏小姐多多合作，也请您多多指教啊！对对对，苏小姐以后用得到我老金的地方，尽快吩咐一声。行了，我还有事跟你们商量，找个地方。好，这去我那儿吧。三师姐，二师姐的灵牌就交给你照顾了，我这边还有点事儿去处理一下。师弟，你自己也要当心一点，我不希望再看到你出什么事儿了。放心吧，你师弟我强的。陈阳为什么会跟谢红和金爷混在一起？谢红和金爷混在一起。陈先生，您请上座。您坐，你们也坐吧。好，您说，我们站着就行了。是，聊聊阿姨们的事儿。我二师姐的死都有谁参与？基本上都参与了。陈先生的二师姐那天带着所有人跟黑铁撕破脸皮的时候，他手下最信任的人带着所有人背叛。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我知道，叫做张胜，现在暗影门群龙无首，就是由他暂时管理。张胜，那暗影门所有人都可以灭了吧？陈先生，虽然暗影门现在群龙无首，但是整体实力还是非常强悍的，想要灭他们，恐怕……看来不得不这样。难道是青云令？难道是青云令？徒儿，我青云功法你皆都精通，师父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教你的了。按照青云规矩，你便是第36代青云之主。解令吧。师傅，从我拜入你门下，你山上就只有已经下山的3个师姐，什么人都没有。我要这令牌有什么用啊？我青云曾经为天下第1道派，但也因为太过辉煌，被众多道派联手围攻，从而走向没落。但是我青云弟子散落各地，从未忘记重振青云辉煌的想法，所以我将青云门主令牌交给你，是让你自己来选择。你若不愿扛起青云大旗，那么便不要将青云令牌拿出。若你哪天想通了，青云令出，隐姓埋名于世界各地的青云弟子皆会现身，助你一臂之力。隐姓埋名于世界各地的青云弟子皆会现身，助你一臂之力。什么是青云令啊？曾经天下有一道派，名为青云。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天下万法皆出青云，青云弟子也是遍布各地，而且其历史也有上千年的时间，见证了无数朝代的崛起和没落。但是青云屹立不摇，
只是不知何时，青云突然没了，江湖上也再也见不到青云弟子。我师父跟我说过，青云弟子深隐于世，只有青云令出，他们才会现世，重振青云荣耀。陈先生需要我们做什么？我本不想用这青云令，因为青云令出必会掀起一番腥风血雨。可是为了给我20姐报仇，暗影门必须灭门。暗影门必须灭门，哪怕港城血流成河，石成山。我要你们做的就是帮我齐聚青云弟子，你们能做到吗？放心吧，陈先生，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了。陈先生，这件事儿交给我们。好，等青云弟子齐聚港城，就是暗影门灭门之时。白小姐，这么巧。陈先生，你怎么来我公司也不跟我说一声啊？还有昨天我女儿的病，你没有来。不好意思啊，昨天我一个亲人去世。抱歉，我不知道。没关系，你带我去见宁宁吧，我去给她治病。好，那我们去车上吧。陈先生，我一直在想，我们的相遇会不会有点太巧？白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当时我被老张绑架，你出现救了我。我现在在想，这件事是不是有点巧？你的意思是我和老张是同伙，合伙骗了你，博得你的好感，是吗？老张是何红派来杀你，你的意思就是我是何红的人。我之前看到你走进何红的办公室，我以为我看错了。不过后来我看到你从何红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原来白小姐想这么多，是因为这件事。难道我想错了吗？白小姐，你没想错，不过你确实说错了一件事，那就是何红是我的人，并且之前我确实不认识他，是因为一件事。什么事？你认识我20姐吧？对。20姐是暗影门的门主。什么？和暗影门的理念不同，导致他被自己的人背叛，他被杀。难道说你刚刚去世的那位亲人就是？没错，就是我20姐。为了给我20姐报仇，我把暗影门的新门主给杀了，何红他们也因此屈服了我。接下来我需要他们帮忙，就是打算和整个暗影门为。陈先生，白小姐，你不用担心，何红他们不会在公司给你找麻烦的，有我在，他不敢。作为朋友，我奉劝你一句，白小姐，你不要劝我，我知道暗影门很厉害，但是暗影门必须被全部消灭。不过这件事你就不用参与进来了，白小姐，开车吧。好了，宁宁的腿应该可以动了，试试吧。宁宁，你感觉怎么样？好多了。来，你站起来试试。宁宁，你的腿怎么样？妈，我的腿能动啦！太好了。宁宁的腿再过几天就能和正常孩子一样活蹦乱跳。谢谢你，陈先生。
陈阳叔叔，你能做我爸爸吗？爸妈，小孩子的话别当真。没关系啊，我可以当他的干爹。陈先生，如果你要对付整个暗影门的话，我可以帮你。你想清楚了吗？虽然我帮了你很多，但是你也没有必要拿命帮我。我会的，就凭你是我孩子的干爹。儿子，你放心吧，爸一定会为你报仇的。刘先生，东西送到你手上了，怎么样？我的诚意你看到？我可以帮助你的人入境，至于你的货，我想办法卖出去。很好，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刘先生，找我有事？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被后辈取代了董事长的位置，你是不是心不甘？刘先生，我的事关你什么事儿？你以为你们刘家能好到哪儿去？如果你今天拿这个事儿来嘲笑我的话，没有必要再待下去了。想不想执掌苏家的大权？我可以帮你。你帮我？你怎么帮我？苏小的背后有陈阳，陈阳认识何红和金野，你觉得你们刘家能跟这两个人抗衡吗？明月组织你知道吗？金三角最大的毒枭组织，他们现在已经跟我们达成了合作。不可能，明月组织能看上你们刘家？这是明月组织送给我的礼物，现在暗影门归我管，这些条件够了。你要我怎么做，我又能做什么？我让你怎么做，我回头会告诉你。我能给你的，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不够。跟明月组织合作，无疑是走钢丝，如果被发现，肯定会被抢。一个苏家不值得我拿命去赌。我就喜欢跟你这种有野心的人合作。你说吧，你想得到什么？简单，你要做地下的王，我就要做地上的王。从此后，港城就是你我二人的天下。你可真敢狮子大开口啊！你需要我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需要我有一个比你干净的身份替你做事。我就喜欢跟你这种聪明人合作。你的条件我答应你。那可以告诉我该怎么做了吗？陈阳不是杀了我儿子吗？我要让他痛不欲生。他不是最在乎他的三师姐吗？我要让他的三师姐在他的眼前死去，在他的眼前死去。恭迎凤君。凤君得到情报，明月组织的手已经渗入到港城了。红璇，我来的目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将华夏境内的明月组织全部铲除。但你现在的行为不会打草惊蛇。
对不起，凤君，是我考虑不周。行了，让他们都散了，别跟着我。你去调查明月组织动向，我要去见个人。玉君，你要去见谁？我的小师弟陈阳。听说他已经下山了，现在在港城我小师妹那里住着。趁此机会，我过去看看。属下明白。哎呀，这是谁呀？排场这么大，汉和尚，华夏当代女战神东方火凤啊！不会吧，这么大的人物会来我们这个破地方？行了，走吧。谢谢以后公司就交给你了。这是公司客户的资料，整理好了，你看一下。二伯，麻烦你了。对了，中午有几个重要的客户约了个饭局，我带你过去认识一下，毕竟以后合作见面的机会不少。二伯，你确定吗？这个都是你的客户啊，你都给我了。什么我的客户啊，都是公司的客户。毕竟现在公司的董事长是你，只要你把公司打理好了，我心里高兴。谢谢你，二伯。哎呀，之前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现在这样做的话是尽量弥补你。二伯，你放心，我一定会把公司管理好的。那咱们现在过去，别让客人等急了。好。二伯，我们来这里干嘛呀？你马上就知道了。罗腾，你怎么会在这儿？他怎么在这儿？还不是因为你，还有陈阳，你们害我在苏家的地位一落千丈。我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跟刘家合作，拜你们所赐。二伯，你苏夏，是你的师弟杀了我的儿子，我今天要让你和陈阳不得好死！来呀，给我拿下！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刘唐，我师弟不会放过你的。我知道我师弟很厉害，你知道我身后这些都什么人吗？你都是暗影门的人。这怎么可能？暗影门的人怎么会听你的话？很简单，我旁边这个就是明月领袖明月。明月组织你听说过吗？你师弟再厉害，难道是他们的对手？哼！如果我要说你现在很危险，你觉得陈阳会来救你吗？刘唐要死我的命来偿，我求你放过我师弟。喂，三师姐，找我什么事？我可不是你的师姐，我是刘涛的爸爸刘腾。刘腾，我师姐在哪儿？他现在在我旁边呢，你要不要给你的师弟说几句啊？我现在在东码头的废弃场所，我等你过来救你的师姐。我告诉你，我可没有那么多闲工夫等你。师弟，你不要过来，咱们过10分钟你不过来，掰断他一根手指，一直掰到他的手指没有为止。我可告诉你，要是耽误时间的话，你就来收尸吧。明月大人，陈阳的事情就拜托你了。哼，不过是个青云弟子罢了。我手上不是沾了多少青云弟子的血，只要他敢来，
我就让他有来无回。于大人，您只要帮我扫清障碍，您的事情我会帮你办得妥妥的。希望你说到做到。这一次我出面之后，我就不便再出现了，因为我接到通知了，范贝已经上。陈先生，发生什么事了？刘腾把我30姐保了。什么？这，我现在就要过去。哎，陈先生，刘腾现在给您打电话，就是逼您过去。我想顾小姐短时间内应该没有生命危险。你觉得这件事我能等得了吗？陈先生，我知道你很着急，可是我们收集到情报，说刘腾现在已经收服了暗影门众弟子了，现在已经是暗影门门主了。凭刘家的实力根本做不到，除非背后有实力支持。哎呀，我想起来了，这个刘家呢一直跟芈月祖师搞得特别近，他能收复暗影门，多半是芈月祖师帮了他们。他们现在逼你去，一定布置好了天罗地网。对，陈先生，我现在已经联系到了不少青云弟子，虽然已经到了一部分，但是大部分都在路上。这样，我先想办法拖延一下时间，我们再过去，这样胜算更大。不行，我等不了了，我先过去，你们带着青云门弟子随后赶过来。你是？我叫东方火凤，请问这里是苏家吗？啊，是的，请问您找谁呀？我找苏小，就说她大师姐来找她。哦，你是小小的大师姐呀？哦，我想起来了，小小啊提到过您呢。来，你摸说吧，来，请坐啊。火凤啊，你叫我梅姨就可以了。我听小小说大师姐去当兵去了，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哎，现在是退伍了吗？没呢，正好我来港城办点事儿，师妹也在这里，所以就过来看看。哦，对了，小小啊还在上班，我给他打个电话，你等一会儿啊。好的，麻烦梅姨了。电话怎么没有人接呢？火凤啊，还有一件事你还不知道吧？你的那个小师弟叫陈阳，他也下山了，也在港城。还有就是那个颜若雪，她是你的二师妹吧？他被暗影门给害死了，连一个亲人都没有，所以啊，都是我女儿帮他处理的后事儿呢。你说什么？我的二师妹她死了？对呀，那个陈阳还打算去找暗影门的麻烦。说实话，他哪能是暗影门的对手啊？影门，该死！同学，给我查，暗影门他们也在港城活动，一有他们的消息，立马告诉我。火凤啊，你千万别冲动啊！那个暗影门，我们是得罪不起的呀。别人得罪不起，但不代表我东方火凤得罪不起。梅姨，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我送送你吧。二师妹，我一定将杀害你的人绳之以法。火凤，我送送你吧。凤君，你让我调查暗影门的踪迹，没想到有了意外发现，暗影门竟然和明月组织的人有勾结。我们顺着这条线路查了下去，
发现明月组织的人都在一个地方。说什么地方？东码头废弃楼。洪璇，听令，在调动一切可调动的战备人员，目标暗影门和明月组织的所有成员，目的全部歼灭。是。凤君，难道她是战部最高级别的女统帅？张生，过了10分钟，把他手指头给我掰的。是。都给我住手！师弟，陈阳，你还真敢来送死！我履行了我的承诺，希望你放了我的师姐。你想救我的师姐，可以。这是明月大人给我准备的4个丸，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你只要给它吃下去，你的骨头就会像蚂蚁一样被啃咬，直至痛苦死去。吃，放了你的师姐。是。只要我吃了它，你就放了我3师姐。你别反悔。不要啊！不要啊，师弟，你不要吃。3师姐，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救你出去。不要啊！陈阳，你真的是傻到秃顶！你以为你吃了真会放了你师姐？你让你的身心得到折磨，痛苦而死。你让在痛苦中苦苦的挣扎，眼睁睁的看着你师姐在你眼前死去，而你什么都做不了。这是杀害我儿子的代价。果然，不过你以为一颗小小的药丸就能让小弟虎命吗？青云弟子，都给我出来！1、4、3、2、1，我是黄飞鸿。你是青云之主，你是青云之主。明月大人，这该怎么办？皇上皇，他已经中毒了，并不轻易。他们是青云弟子而已。下来，青云弟子听令，与我杀敌！明月组织所有人，迎战！